3种，在工厂这个是长出来的。对，现在可以摘这些，应该要大一点。对，这个有。哦，大哦，对，现在是在用人工的取代。对，这样你的议题，人类总就。对，因为你总不能用彩蛋。对，那你用牛也好，猪也好，浪费猪肉的也好，有些你没法接受。你是指道德上的。哦。那你不可以用自己的，用自己的资料开一个道德牌，开动图。那有些国外是国内也有，就是说捐赠体验的部分。对。那有些人他没法接受。对啊。那你就是用少。有的话会有这个。对啊。还有宗教目的。哦，对，他们在伊斯兰教或者很多宗教，他们不认为杀不是。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conference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对啊。这个很有趣。哦，我有在请教老师，这个还蛮。谢谢。杜老师，那个许校长要上来，要不要？对，要不要等校长来？哪一个？你来了。你在这。你在这。今天好。感谢陈理事长，不要那么客气，谢谢。也是研发长。总经理，没这么傻。社长待会儿就上来了。谢谢您，谢谢您。对，谢谢总经理，大老远来一趟。是。它这是整间的，上午是外景，下午画面是4020在问题的讲人工智慧，对，我们的是那个数据扩展那个意见资料的时候，它应该要这样，标准的他们去各地，然后人有这样。
Google Play 游戏，上 Google Play 游戏下载人气动作手游《剑灵2》，Google 账户一键登入，进度同步，革新动作展现技巧，手机练功，电脑打王，游玩超方便，立即下载。各种露营需要的东西 ，Uber Eats 上应该都点得到。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使用一般的这个电视做测试看看。那要怎么测试呢？很简单，请你准备一台电视。好，我们第一个测试的是这个摄，做一个连结。好，首先我们先加第一个画面，我们这边可以一直加嘛，比如说一直加，比如说我加第一个叫做那个开场白，那我把它拉到最前面去。然后呢，这个开场白到底是什么内容呢？通常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直播嘛，那就是要有什么欢迎光临之类的。我们可以先做一张图片。怎么做一张图片呢？你可以在 PowerPoint 这边先做图片，图片，然后去抓，那再把这个子。那我们第二个，我们的这个摄影机，我们现在加入这个摄影机的画面出来。你觉得这个场景3的名字不对，你把它改个名字没关系，把它重新命名，改成摄影机。好，那这个摄影机这个场景有什么内容呢？好，这个摄影机就是要抓。这个场景有什么内容呢？好，这个摄影机就是要抓我们的那个截取卡的画面嘛，这一支截取卡抓这一支摄影机这样子。那它的画面就是什么呢？它的就是叫做视讯装置，截取视讯装置加上去，然后呢我就打那个 Camcorder， 随便取个名字。那 Camcorder 是什么？它叫做 4K 的截取卡啊，请记得哦，你可以抓 4K 的，也可以抓 1080P 啊。我现在用 1080P 做示范，抓1080。他已经在这边了，是正楼里面。
还有整个。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conference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长官跟贵宾的莅临哦。那非常幸运的那个叫什么苏拉转弯了，然后海葵还没来，好，所以我们今天风和日丽哈。然后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一次一共有187位，报名。那因为可能南港这边交通太密集还怎么样，所以我们学生跟有一些老师是从基隆甚至从屏东过来，所以大家有点 delay 啊，所以不好意思，我们拖到现在才开始。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Also welcome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overseas. Thank you so much that Cody is gone away. Okay.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首先，我们谢谢我们水产养殖界的大前辈哈，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永远的老师廖一九廖院士。然后第二位是我们海大的大家长许泰文许校长。那今年刚好是70周年啊，所以刚好也跟我们海大现在要以蓝色的这个永续来带领新航向，然后刚好跟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也非常的 match 哈。那第二位是我们农业部的，现在应该叫农业部没错了哈，农业部的廖志昌廖主秘，谢谢他于院长那么百忙的过来我们这边好来帮我们支持。然后再来就是农业部水产试验所，也是我们水产养殖界大家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啊，张景瑜张所长，现在都分流掉农业部了哈。那另外是农科院的林学莲林主任，然后
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许校长特别请他的夫人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会议，然后我们也欢迎许夫人。谢谢。那再来就是我们产业界的好朋友那全新国际不用讲台湾不仅是台湾全世界闻名。然后郭怡君郭永续长也是研发长我们欢迎他。那郭研发长其实也是我们海大的学生最优秀的只要讲到我们的这个 OB 的代表一定就会提到郭怡君永续长那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横滨八景岛台湾横滨没有岛有台湾横滨八景岛，也就是讲这么长的名字大家可能不记得讲桃园的 X Park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那我们欢迎那个总经理裴志马桑另外还有张德维执行长，还有我们的温主任。温主任是口译，也就是他日文非常好。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要跟裴志马桑沟通，但是你怕你的日文不够好，你就找温主任，这绝对没有错欢迎他。再来就是我们的重要的贵宾从国外来的。So we are welcome Dr. Susi. Correct? Sami is more easy to pronounce. Dr. Sami. From overseas, from France? Yes. And another one is Dr. Gilbert. Dr. Gilbert. And Jeffrey. Welcome to Taiwan. 然后另外一个是 Marco. Marco, are you here? Not yet? Okay. Perhaps. 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进入到贵宾致辞的部分？好，那第一位我们欢迎。好，对，校长，先您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怎么讲，就是主办方的代表，所以我们先请校长给我们一些鼓励。谢谢。我们敬爱的廖一九院士，我们农业部的廖志昌主秘，我们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张启所长，还有我们农科院的林学仁主任，还有我们全新郭怡君永续长也是我们的学姐，我们国外的贵宾 X-Park 的首修一小总经理。张哲伟执行长，还有every fo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overseas, very welcome.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来参与我们的论坛。第二个感谢呢，感谢我们产官学的这些好朋友们，长期对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无论在计划的执行，或是在相关活动，或是在学术的研发，对海大的长期支持跟爱护。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潮流趋势的这个主题。蓝色科技打造智慧水产多元健康还有永续未来。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进入 AI 的时代，那目前我们打造的5G 就要迈入这个6G， 那我们的养殖也同样的要跟这个时代的脚步来共同迈进。那在养殖技术里面，我想 AI 非常重要。那我们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在这几年来，我们的团队在 AI 养殖我们有很多的成果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举例我们这个 AI 的从这个养殖的场域，这些它水里面的这个水质、温度、含氧量，或是我们这个这个水质里面我们的鱼的这个健康状况，
就等同于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现代化的生技医疗。我们可以从 AI 的平台里面了解我们的鱼在这个环境里面它的适应能力，或是它的这个活动情况，还有它的健康情况。那么从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我们来了解这个鱼类的生长跟它获得的疾病。那我们经过诊断以后，我们对症下药。那么这个养殖出来的鱼类，它会健康，而且呢，它的品质会更好。那另外这个鱼种的选择方面，我们的AI 科技除了传统的这个种苗的基因选择以外，我们可以透过 AI 这个影像辨识，或是 AI 的大数据的分析，我们选出更好的这个鱼种。那在这个多元健康里面，我们很多的健康食品，大家有食安的问题，那里面这个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年限有没有过期？那这个呢，也在我们 AI 的技术里面我们就像呢这个疫情时代我们的这个检测试剂的检测，我们只要这个吐口水，或是呢我们用其他的辨识方式，就可以检出我们鱼类的这个它含菌，或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重金属甚至未来的氚的含量。那我们在这些肉类里面它有没有过期，或是有没有细菌，这个都是我们今天非常重大的这个议题。也非常感谢我们产官学能够聚集一堂。我想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首先来分享我们研究的成果，第二个呢，我们也共同来讨论我们遭遇的困难。那从这些大家的互动里面，我们把这些困难汇整，然后呢来形成一个新的议题。那我们共提计划，或是共同合作，再来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来解决这些困难。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期望大家经过交流以后，产官学大家共同合作，来共同提出我们未来要在这个这个智慧的水产或是多元健康的议题里面，大家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呢更进一步透过产官学研的这个合作，我们呢能够有好的这个进展，同时解决我们农民、渔民的相关的问题。I'm very grateful to all of you com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a very good platform, and we can talk our research results and talk new ideas and new issu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ming. 我们祝大会成功，与会的学者专家，我们的长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校长的鼓励哦。那下一位贵宾，我们请农业部的约署廖主秘给我们一些激励的话哈，谢谢。那我就中文讲，不好意思。各位早安。好。我是农业部渔业署主任秘书廖志昌，今天很荣幸代表农业部这边来出席我们今天我们海大这边的主办的一个第4届的海水鱼养殖技术国际论坛。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海水温越来越高，那水温越高的话，导致所以我们的这个鱼捞很差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要去解决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要解决的手段呢，就是靠水产养殖。那 FAO Sophia 的这个报告说，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养殖的产量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鱼捞的产量了。那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会达到62%的产量呢是来自养殖业。那所以呢，我们的人均的这个全球每个人的这个消费量呢，鱼类的消费量呢，可以到达21.4公斤，这算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我们水产养殖也要去考虑说，我们来怎么来提供我们这种可以永续、品质好的水产品，来做我们未来的一个食物的替代的来源。所以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个研讨会这个论坛能够在这边来举行，我们能够产官学研一起来为我们的产业来做一个诊断。所以书里面非常谢谢我们海大能够来帮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一个把关一个诊断。那透过我们大家的一种智慧的一个凝结的时候呢，或者我们一种想法的时候，或许来改变说我们未来的产业怎么做。像最近我们的渔电共生闹得沸沸扬扬，我们渔温到底要不要发电？其实是可以的，渔业的这个养殖鱼类可以跟这个光电可以结合的，这个我们在台湾也可以达到一个净零减碳的一个作用。那鱼类呢，也不是说一定要晒太阳才会长得好。现在我们的室内的养虾呢，一年三收到4收都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成果的时候，也不需要晒到太阳。所以渔电共生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这种可控环境的这个环境底下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的这个台风来怎么办？水质变化怎么办？温度升高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可控环境底下呢，这就是在养殖呢，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成功的案例，然后达到说有没有？不管是在太阳国家的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目标的情形之下，也对我们的产业养殖产业呢，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正面的一个发展，也提供我们消费者一个很好、很高品质的一个东西的这个水产品出来。所以这个在的都是说，这是一个我们未来一个趋势。所以渔业署呢，也感谢我们海洋大学长期以来培育这么多的人才，让我们这些人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产官学研界来一起努力、一起打拼，帮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界人埋下了奠定了我们很好的基础。所以呢，书里面也谢谢海大来继续我们一起努力，来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产业或许会发展一个更好的一条路，那走一个更好的路，然后把我们的水产养殖的这种产量能够做一个高品质、永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仅在此呢，代表渔业署跟大家祝大家我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让我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主秘也希望渔业署能够给予我们台湾的海洋生技水产养殖更多的支持。主秘拜托，谢谢。那我们下一位贵宾致辞，我们请全新国际的研发长，就是郭义君 Jennifer 为了照顾我们的国外贵宾，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排致辞有中文、英文跟日文所以我们这一位我们 Jennifer 会用英文。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fficers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our president of FOU, and the professors, and honorable guests from overseas. Welcome you today to join the event. This is Jennifer. I'm the Chie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ficer at Globus Group. So it's a pleasure to join the event today. Thanks to Professor Zhou. She is also my professor when I was in the university. So we know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and I would s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pic, even in recent years, more than before. So for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this is also the same. So just a few decades ago, feed companies like Globus, our focus was on nutrition, meaning that we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 formula to optimize
the growth rate, to develop new ingredients, and also to increase the FCR and also the growth rate. So that was our goals before. But more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limate change,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also, you all know, the war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at those has pu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ccess harvest, on the ingredient price increase, and also the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not to mention that the issues and the problems like PL quality, growth stock quality, and also the heavy rains, the big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and also the farming cost increase like labor and electricity increase. Those will put more pressures on the farmers towards more success harvests. So nowadays, the feed company, we have shifted our focus from nutrition to animal health and also the healthy aquaculture practice as well. So those are solid foundations to help farmers to have more success harvest, meaning more biomass in the pond continuously. S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the strong support that would help farmers to find the solutions using different farming model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all know that in Asia, we have semi-intensive, we have intensive, even we have super intensive. Meaning that, I'm 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 but the record stocking density I know is over 1,000 pieces per square meter, even as high as 1,500. So that kind of super intensive needs a strong support from technology. So like GrowBest, the feed companies now, we have a lot of research projects to find the different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to improve the animal health, and also to help farmers find the right feeding protocol and also the approaches on the farm. So up to now, the biggest change of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are the feed cost. As you may already know, the fish meal price has gone up on very high, so it's skyrocket high. And also the disease prevention.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disease in the past since 1997. We got the white spot, EMS, Taura, and HPND, and nowadays the new virus they are still coming. But we don't forget that the disease happened in the past already. They are there, and they don't disappear. Still, we see HPND. Still, we see white spot. Not the farmers in Asian countries, because we have practicing the aquaculture for many years, but also the rising countries like countries in Central America, like Ecuador. Now they are extensive farming, but I know the farmers there. They seem to want to find the way towards the semi-intensive. But there will be some concerns about how to maintain a sustainable farming if they move from extensive to semi-intensive. Those are those questions about the disease outbreak prevention are still there. Okay, so nutrition, animal health, disease prevention, healthy aquaculture practice, novel ingredients research, and also smart farming are the key topics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and enjoy the seminars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Jennifer. And we do hope that we can through technology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future. 那我们下一位，当然国际化我们不能少掉日文哈，所以我们现在欢迎裴基马桑。那裴基马桑如果讲到，裴基马桑如果讲到台湾横滨八景岛，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印象深刻，提到桃园的 S Park，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那裴基马桑是我在东京海洋大学的学弟。欧派ですね。然后他30几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大四来台湾是住我家，所以我特别拜托他，他都不敢说 no。那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裴基马桑。大家好。我是台湾横滨八景岛桃园 X Park 水族館的总经理ソーダを一緒進藤ちゃん。今日は2023年第4回海水魚養殖技術国際セミナーおよび台湾海洋生物技術学術研究会へご招待大変光栄でございます。各位好，我非常荣幸的今天能够受邀2023年第4届海水鱼养殖技術国際論壇。私ども X パークは今まで培ってきた水産養殖の技術をもとに生き物とともに笑顔と感動をお届けしながら海洋教育に寄与するという事業を行っております。我们 X Park 水族馆呢，常年以我们所培养的水产养殖技术为基础，与生物一起带给我们的客人笑容以及感动，那并且致力于海洋教育。はい、さて先ほどもちょっとお話がありましたけど、私、もうそうですね、30年前に初めて台湾海洋大学を訪れ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時に非常に深い印象を持って受けました。就如同刚才周教授所说，那我大约是在30年前呢来到了国立台湾海洋大学，那当时我也对于台湾以及这些各种养殖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台湾は日本と同じく四方を海に囲まれ、海洋生物資源にも恵まれており、海洋生物テクノロジーは海洋生物資源の開発において重要な鍵であり、本世紀で最も発展の可能性が高い産業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呢，其实跟日本一样，四面环海，所以我们都拥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那我相信呢，海洋生物技术呢，对于海洋生物资源来说，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的事情。那同时呢，它也被认为是本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グローバル化や、温室効果などの影響で、世界の水産養殖業は将来的に、より厳しい課題に直面することになることと思います。那我也知道，在全球化以及我们的温室效果的温室效应的这些影响之下呢，那相信呢，它会变成越来越严峻的一个产业。それでも持続的な努力を続ける限り、私たちは必ずやり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と信じています。但是我也相信呢，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持续的努力去解决跟克服，它一定是会能够被解决的一个大难题。私たち水族館としても様々な研究開発により進化をし続けるとともに、皆様の研究活動や成果を広く皆さん世界の皆様にお客様にお伝えするというのも使命の一つ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对于我们水族馆来说呢，我们的使命有非常多。那其中之一呢，也有就是将各位所努力致力的这些研究以及研究的成果，我们如何呢能够将其运用，并且推广给社会大众，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够理解，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之一。本日のこの会議の成功を心より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请在此呢，祝福今天的大会能够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今天给我们一些鼓励跟激励的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哈。那因为我们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其实不是只有海大，只是海大是最大派哈。那我们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贵宾哈，现在赶快趁机一下。我们中山大学的温志宏温老师哈，他从那个
那另外还有屏科大的胡少阳胡主任跟那个林玉红林老师，然后我们也有高雄大学的潘杰玉潘老师，那再来就是澎科大的何丽萍何老师，他也从离岛而来的这些人，那还有就是我们海大的自己的同仁包含我们的前辈陈耀福陈老师。陈丽丽陈主任，陈丽陈老师，还有吕建宏吕老师，有没有漏掉？还有嘉义大学的陈泽俊陈老师，还有龚宏义龚老师，对，龚宏义龚老师有没有漏掉老师们？没有的话，对，汉江是主办单位，他最后参加了，对，那另外还有许邦宏许老师，对，also we have another speaker from overseas, Mr. Patrick, 他已经到了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4位讲者Marco 所以大家都到齐了 ，Welcome to Taiwan， 那我们最后 please have a seat。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场地，其实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的产学总中心的林汉佳林主任，他跟我一样是半个主持人，所以他要留到最后才介绍那所以今天的场地跟所有的饮料跟那个气泡水等等，其实都是汉佳主任的准备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让不管是产官学还有国外来的贵宾都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在发展在台湾在 Blue Technology 上面的研究成果跟实力。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大会，就我们拍个合照。那麻烦两侧的同学或朋友，那个尽量往中间放，会照不到。好，请。我麻烦从这边的话，从这一排开始我们要站起来，然后往旁边中间做移动。那这边的就从这边开始要麻烦站起来，然后也是往中间做移动。那麻烦各位贵宾帮忙。那我们麻烦同学将我们的拍照的手牌提供给前面的长官跟贵宾。没关系，大家尽量把你的头跟脸露出来就好。对，然后把空间补满。好，那麻烦各位贵宾，然后看向我们前方的摄影手。后面的要不要站起来？不用。后面可以站起来。好，那我们后方的麻烦帮我们就是站起来，对，贵宾可以先站起来。正经的再拍一张活泼的好，那大家站起来之后，麻烦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手。那我们现在比个赞。好，谢谢，大家可以可以坐。Please go back to the seat。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这一次的演讲。那我们第一个场次，请我们的主持人潘燕如潘老师主持。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every institute, university, and also from the industry partners. My name is Pan Yanru. I'm an assistant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 in NTOU,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So today is my privilege to be your host, to be the moderator for the first two keynote speech. Okay, so let's move on. Our first speaker, Dr. Sami Suisi. He's a marine biologist and a chair professor from Lille University. And Sami has more than 30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in academia field.
and he has published nearly 300 papers, right? Research articles, and with more than 12,000 citations. Okay, and he's also an award winner for the Taiwan and France Academic Grand Prize. It's a really great honor award to him. Okay, and on the other hand, Simon also worked extensively with industry partner. So he has worked with the industry partner for the projects related to aquaculture,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also to eco-toxicology. Today we are really happy to have Simon with us, and with his solid academia background and also his vision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e recently also established a company called Simaris Advisory, that is located in Dubai. So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Sami with us today, and please join me in giving the warmest welcome to Professor Sami Suisi. 你好,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anlu, for this presentation. So, it's the great achievement when you see your former students becoming, academia and doing very well. So it's the best achievement, more than the hundreds of the papers. Yeah, when you see what he is doing now. So, yeah, thank you. Yeah, so thank you. Before I start my talk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 Marine Biotechnology Taiwan Society, and all the organizers there. And special thanks also to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o my collaborator and friend, Dr. Lin Hanjia. And I'm so happy to be again here after so many years. And usually I feel very well when I come to Taiwan. Yeah, I come so often. And I have this tight, very strong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So I feel that I am at hom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m very honored to open this very important, forum to speak about the future of aquaculture. And Taiwan is doing, you are doing very well, and probably sometimes you need people from outside that they can tell you that you are doing very, very well. Yeah, so my talk will be about the innovation in aquaculture and what is the future to link sustainability technology and let's say to make smart farms adapted to different climate conditions. So like Yanlu said, I will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people who don't yet know me, what is my background, so we understand my trajectory and how I come to recently move to the experience, go linking to work between academy and industry and move a little bit more to go to the real world and to see how to solve some problems in aquaculture. So Simaris is our new company, which is smart investment in marin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nd let's say smart is only not only technology, smart is also people and education and all the people, the ecosystem together. Yeah, just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my background. So you will see that they have really close link with NTOU. I will show it fast. So like Yanlu said, I will go just rapidly. So basically I am fisheries, agriculture, and aquaculture major. And then I did marine oceanography, modeling. And then I had this long career in University of Lille in the north of France. And let's say my work is focusing in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he ocean, linking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I worked a lot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partnership. And this brings me to this new position. So since 2002, I was happy to have my first visit to NTOU when there was a big conference about Kopipoda at that time, organized in Keelung. And since that date, I'm still collaborating actively. So I feel also I'm
somehow associated to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nd I am pleased to visit Keelung and NTOU next week. I cannot come to Taiwan without going to NTOU. So this is briefly. So just recently, you know, we renew many agreements with University of Lee. Yeah, and we did a lot to promote this collaboration. This is unfortunately my collaborator is in India. Yeah, Professor. He was in Paris in 2021 because to get our medal from the Academy of Science. So just for his honor and all the work we did together between our university. So I put this photo, and they have a website showing all the academic things that we developed in the past. So let's go directly to the concrete subject. So recently we moved. I'm still between. I have not leave. I'm still at university, but they give me 3 years leave to experience this creating our let's say company and helping the industry. So the smart investment in marine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We are 3 partners, all oceanographer, PhD. So we moved to Dubai because my family moved there. So we think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the Gulf region is quite stimulating, and there is a lot of projects linked to aquaculture, to technology. Sometimes maybe there is too much technology to do that. And w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for our position is to find a way not only to give classical consultancy, but to think how you can build projects and innovativ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dea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give really advice how the ecosystem should be sustained. So today I will be thinking what is the good project they are running and what is the problems you are facing around the world. Yet the previous introducer from the feed company said the key problems we are facing. So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things to be done globally. So briefly, we try to attract very promising technology.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the science-based technology and make some study to link what kind of good project. So actually our specialty is to bring startups and to bring really projects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s running in the Gulf region. But when we come from academy, you still keep link to the academy. So we have quite a link with academy. I will show you 2 examples here, just in the slide after. So in 2 words, we want really to innovate in the way that to help people with the experience, with this rich network around the world. What is the best solution based on science? So to promote science and not only, the marketing side of the issue, the real technology. And I'm sure that Taiwan has a lot of things to offer, not only to Taiwan system, but also to the world. And not only in semiconductor, is known, but I think in aquaculture, in biotechnology, and every blue economy issue, Taiwan has a lot of things to offer to the region, to Asia, and to the world. So summarizing in brief, we make a partnership with a new startup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end of my speech will be the video presenting the AlgoFed. This is a smart concept linking for aquaculture of shrimp, for instance. I will give you the video, will tell more details about the concept. So we bring this startup from France to Dubai just a few months ago. And the idea, instead of developing in one country, in one continent, so simultaneously they can look for opportunities in 2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our job was just to help them.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because this company comes from a PhD student from our university that don't come from aquaculture department, we don't have aquaculture department, come from smart city, and I will show you how they apply this to the aquaculture. So innovation also to bring from other discipline and to try to solve problems together. Of course, since many years before even Giant View get created, when I saw the first papers and talks, and I find that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also the kind of testimony of tal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doing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We have many patents, but not all of them create companies. So Giant View, I believe that they have really good technology and good products to solve one part of the problems that we are facing. So our key partners are really this one. So instead of, for this, we try to have, we established only less than 1 year. So we have a big partner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stitute in Abu Dhabi, in the UAE, and they are really growing so fast. And we have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to help them to establish a new biotechnology center. And biotechnology, there is some marine aspects, and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ybe some good opportunities to link to something you are doing here in Taiwan. We are working in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to with the carbon footprint,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is our other angle. So recently we get involved in this with the Bridge Institute with the charity program to answer this carbon gap issue, how to make the carbon removal using a new technology and combine it with any solution to produce whatever in agriculture or aquaculture. So we need to have a holistic approach, and we have many partnerships still under NDA. I did not put them there. Yeah, so go to the key issue when people speak about aqua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We heard something, you know,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aquaculture is the future, but facing a lot of problems. But one key issue of aquaculture that everyone knows that it's much better to produce aquatic animals, yeah, and they have less footprint for carbon footprint. Let me say two things about carbon footprint. It's so difficult to have real methodology for aquaculture to see the impact of a farm in terms of carbon footprint. But all industry need to do that such kind of a job to se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here it is salmon, because the industry of salmon, the most advanced ones. So there is many records, many data, so that we can see that for salmonids, for example, there is even compared to poultry or any kind of terrestrial animals, there is low carbon footprint. And now there is many institutes in US, in Europe, around the world. They are working globally to see how it is the aquaculture impact and what is th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So aquaculture, let's say, it's good to have proteins in addition to all the nutritional and the health impact. So we can have also low impact for carbon footprint. But the problem we hear also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we have many diversity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ach one try to defend the way how he is or she is doing. So we can have the offshore, inland. We have a projects in Africa, but offshore culture of seaweed, and combine it with mussel. And it took time to this project to become reality. And some people say now we have to go directly to a recirculated aquaculture system. I think we need all of them, but we need mostly sustainable way of production and not only one way to promote, like one opposite the other one. Extensive, intensive, open versus closed system, and monospecific, multi-specific, and now the way going to make more multi-specific, and we'll see why. To use the energy and the water in the best way to get the maximum from the input of energy and water, and the feed you put, you have to get the maximum of advantage and of profitability in terms of ecosystem and in terms of business too. So let's say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key issue. When people ask me to make advice, now I have time. In the academy world, I was in a hurry. Now I have time to advise people to read everything and to see if really the technology is true or only marketing. So I read a lot of things and see every trend is going to the sustainability and food security. Food security become a big issue, and the pandemic of COVID showed the sensitivity of our system that were based on, you produce in one area, you export in other area. So all people are changing mind, even in the feed sector, say why we should produce locally
with the ingredient that we can have locally and have more sustainable way. So sustainability is not only these SDGs made by United Nations, see here SDG 14, life underwater. I will not go into detail, but sustainability is 3 pillars that should be sustainable for the environment, but first for the human, for the society, for people, and also sustainability from economic point of view. If you have a production mode which i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but not good for the farmer, they will lose money, so it's not sustainable. So when it's sustainability, when it is acceptable, feasible, and fair from all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So this i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it's not only environmental impact or the one only angle. So we need really to think about these 3 angles and how to find the compromise and the best trade-off, and the technology can really help us to reach this sustainability. So among the many companies I studied, I just pick up few of them just to show the concept. It's not really advertisement. No one paid me to do this, just to show some advice how things are changing. If you go to Vietnam, you know, Vietnam, there is a lot of shrimp aquaculture. So I find that this company, you know, of Rainan Technology, what they bring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That to reduce the impact in the environment, they put a lot of energy to make the water quality, because water quality is correlated to the biosecurity of your fish or shrimp or whatever organism you are growing. What they try to do is to reduce the inflow,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to add some species that naturally we know that they can have some you know, way to make redu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like seaweed, or some people put some sea cucumber. There's a lot of options how to use the water, not only to produce one species, but through this water, you put energy, it's a cost, how you get the maximum, and you throw out the water in the outlet, the best quality, environmentally acceptable. So this is one quite good example. What they add now, people, they add the digital things that we can put sensor everywhere, and this is a trend. Means we can now put sensors and monitor what is happening, even if we have a problem of disease. Another example, because now I move it to the desert. The desert have other problems. The problem comes of the scarcity of the fresh water, because you know it rains only 1 or 2, 3 times. Even they use artificial rain to provoke rain, and here you don't have the problem. You have a lot of rain. But one issue here, I bring this project. This project was made by a Norwegian company in Jordan. It's not in the UAE. It's not in Saudi Arabia, but it's many projects are similar to that. So the idea was to use the water from the sea, but instead of using desalinization, just to grow vegetable. And the idea is in between you put some aquaculture to have some aquaponic. They put algae, because microalgae are also very good to have a biomass and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with algae. So this project started many years ago, and now there is a lot of blooming projects under table or in pipeline in the UAE, in also Oman, and also in Saudi Arabia. With this NEOM project, they put a lot of energy to attract the technology. So the question is easy.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that can give feasible, economically viable one, and using also the climate of the region? Some solution that can be in the desert cannot be done everywhere. So we should adapt the solution and the technology to each country and to each climate region. Thanks to Dr. Angelin, he told me that there is also some smart companies in Taiwan, I'm sure, yeah. And just I pick up from the website. Yeah, I have no contact yet. But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if you go to all the emerging projects, what I like in this ID Water, at least from the website, until we visit, that they make link or symbiosis with electricity. And symbiosis I like very much because it's an ecological term and they come from ecology background. And the best ecosystem is the system that work in harmony in symbiosis. If we understand this in the business, so we will find a sustainable solution.
So what they say in their website, so their technology is based in the water quality. So the water quality is really important. But water quality has a cost. And if you combine water quality with renewable energy, the green energy or blue energy, the sustainable energy or source of electricity or power, and then you become in the new trend. So most of the trends I see in my reviews are going to use water quality using the best local energy. So reduce effluent in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You find this everywhere. It's not only specific to this. So most companies are working in sustainability, and this become really key parameter to consider in the future. Even from finance, I don't know how it is here, but now the finance asks a lot of reports about your practice about sustainability, and otherwise you cannot get som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or private equities. So recently in Abu Dhabi,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y make a forum for a new project based in circular economy. And I find the example is very recent and very interesting to get maybe some inspiration, even there is some weakness. So first, what is circular economy? Is the economic model that focuses in minimizing waste and maximizing the reuse of resources. So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do. So this Sun group, I go just rapidly to here. It's a group, international group, but the headquarters is in Vienna, in Austria. And they are based in veterinary things, and they are working in agriculture and energy. So they have a plant, the model in Europe, when they are using,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they are using integrated system between fish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So what they did in Ras Al Khaimah, which is another emirate near Dubai, so they were established there, and they want to see the group Sterner is a Norwegian group for circular aquaculture system, and they make a partnership. You see now some groups, they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this pilot. So this pilot is almost 3.3 million US dollar, and they will produce barramundi. We asked them. Recently, they make Blue Economy Aquaculture Forum. I was invited there last May. And their idea, they are open to any new technology to be there. Why they choose the UAE? Because the country is looking for technology. Maybe they are in the way that they welcome technology, whereas other countries have still problems with because the aquaculture is very new in the country, and there is some competition for food security. So this group, decide to do their pilot there, and next year there will be also another Blue Economy with some real data of their plant. So they will use everything that is solar, green, and to use producing fertilizer for agriculture and biogas to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So this example is one of many examples are running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that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learn experience from the other projects can help us to go faster and for a more sustainable way by cooperation, and not only one group against another group. So big groups become together, they make partnership to make this project. Come to the feed. Most carbon footprint now difficulty to measure because most of ingredients are imported in somewhere, and scientists have difficulty, technician, engineer, to measure the carbon footprint. So the most studied species is salmon, but we are behind to study the carbon footprint from the feed sector. And actually, we have, if we want also to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we have also to understand how to calculate carbon footprint in the feed sector. Here you see how the feed sector evolves. There is salmonid, but it's common for everything. The ingredient change from marine-based, and now it's mostly, vegetarian-based one. And you see the others, that is 0.4%.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now looking for more powerful ingredient, you have speak about insect and whatever. And this will increase. Now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we can produce this ingredient locally. Can we make valorization of local production? And I think the innovation is to look for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aw material and to encourage university to work in alternative raw material. I am almost finished. I go to shrimp because we are focusing now in the shrimp. So in the feed sector, shrimp is almost 21%, like a big part of the market, even more than the salmonids. Shrimp, and shrimp are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challenging in aquaculture. So just I will not go in deep. I will present the concept of a smart city in the video just after. B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particularly in the Gulf region, to make the biosecurity, animal health, broodstock selection. There is a lot of projects in Saudi Arabia and Oman. Some are running now or coming in UAE. Larva rearing, we still need live feed. Yes, yellow, we still need live feed. Yeah, all of them need live feed for larval stage. Education program, not only in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for farmer, for large public. And still people don't know what is aquaculture. Yeah, and building conceptual, smart, sustainable farm from the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material. So here, to build a complex system which is a smart, I will give the example of this startup, which AlgoFit is the French startup. It comes from university. So un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it comes from a master, which is smart city. So this is their paper, Smart Sustainable Farm. So the CEO is a PhD, graduated in 2021. And he did his PhD at industrial scale with industry. And they make the pilot in Saudi Arabia to make the Vanami shrimp. And then he create his company. And immediately he get recognized as a French tech company, eligible to innovation and also to research. And recently, just 2 weeks ago, the company received a place in the north of France to give them a place where they can put the farm, experimental farm, and they are open, of course, to test all the ingredients, all the technology are there. So the company also is established in the Gulf region, in Dubai, and the idea is to enrich this concept with all the innovation that we can find. I was advisory of this company. I was the president, the jury of this PhD, and I like very much what they can do innovation, and we need to help them, to have the complete system. So this is the website, and this is their LinkedIn, and I will present the concept in the video, and this will be the end of my talk, and after we can start the discussion. Welcome to the Eco Blue House from AlgoFit, where innovation meets aquaculture. With a growing demand for natural,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seafood, it's time for a change. Revolutionize fish farming with our sustainable and smart practices. Our AI-driven system produces natural, chemical-free fish while promoting responsible and eco-friendly aquaculture. Join us in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We believe that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are the keys to a brighter future, and the Eco Blue House i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at. By combining automation, smart technology, and eco-friendly materials, we have created a solution that offers low carbon footprint, high production and profitability, effortless scalability, and high biosecurity. Our administrative section houses advanced smart technologies and AI, while the cultural area ensures our aquatic creatures thrive in a controlled and eco-friendly environment. With advanced filtration and recirculation systems, the Eco Blue House ensures optimal health and safety for our fish and shrimp. Eco Blue House features 3 components: a lightweight and durable metal structure, ecological cladding for aquatic life, and eco-friendly cement-free flooring for ideal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Optimal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control are key to successful fish farming. Our smart ventilation system, powered by solar energy and controlled by the smart application Inhalant, provide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sy access to air quality data. Create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your fish to thrive in the Eco Blue House. Experience the future of fish farming with our smart basin. Designed for optimal fish culturing, it features advanced aeration and self-cleaning system, easily monitored in real time with the HydroID app.
durable, sustainable, and made with high-quality materials, our basins provide a long-lasting solution for all your aquacultural needs. Feeding your fish has never been easier with our multifunctional auto feeder. With its advanced control unit and multiple capacities, you can now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feed your fish with just a touch of a button using our Feed It application. Versatile and easy to use, this is the perfect solution for your fish needs. Automate your aquaculture operations with our auto piping system. IoT solutions reduce risks and optimize your cultivation system. Our HydroID software provides real-time water quality sensing and data analysis, enhanc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your water recycling system. Enjoy a cost-efficient operational cycle with optimal water quality. Grow It, a game-changing platform and app that puts the power of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right at your fingertips. With Grow It, you can stay in complete command of all the elements in your Eco Blue House, working in perfect harmony for optimal results. Monitor your fish costs, lower your expense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Plus, with analysis and reporting features, you can turn data into knowledge for even better results. We hope you enjoyed this glimpse of the Eco Blue House and the innovative solutions it offers for the future of fish farming. Together, let's create a better, more sustainable world for ourselve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joining us on this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I end with this movie, just the concept and the company did not start yet. We already have some order, only for some part. Some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smart facility, for example, farm, not completely automatic farm in Oman. There is some order to the company. We invite them in the seminar to present the company, and now in France, they're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shrimp because most shrimp are imported, and there is opportunity to invest in the company also because it's a young company, and we are in the process looking for fundraising, and the team is very enthusiastic of engineer and PhD. Yeah, really,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project, give them some experience, and most of them, they don't come from aquaculture background, but they love aquaculture because when you start working with live animals, after you love aquacultu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I'm happy to be again here in Taiwan,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o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any question now or later on.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Thank you, Sami, for the excellent presentation.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After the COVID, people start to think about to really produce aquaculture product locally and try to reduce the low carbon, the carbon trace by transportation. So it's really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know, like in the presentation assignment, to show that in Gulf area, in Arabic countries, they start to develop this industry. And I think Taiwan could be a really good partner with the region. Okay, so let's move to our next speaker, Dr. Roger Gilbert. And he's the publisher and CEO of Perendo Publishers. And Perendo is a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who, this company, they publish the articles that's specialized in serving the food and feed industry, especially for aquaculture, right? So let's give our warmest welcome to Dr. Roger Gilbert. Well, good morning, ni hao, ladies and gentlemen, or ni hao ma. That was a very short bio. I should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yself, but before I do, I'd like to thank the National Ocean University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for its kind invitation to me today to speak, and also to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to all these very important VIPs here today, and Madam Chairman particularly. It's a great honour, and I feel very humble being here in such esteemed presence, given that I am a humble journalist.
But I have been practicing journalism for my whole life, and in fact, working life, and in fact, I have always worked in agriculture and aquaculture. So I have picked up a few things on the way, which I want to share some with you today. And more recently, I'm out of New Zealand. I'm a New Zealander living in the UK. Arundel publishes two magazines. One is a magazine that's 130 years old. Sorry, three magazines. One is 130 years old, first published in 1891, and that is a milling magazine. And out of that, about 30 years ago, this magazine was spun off, which I'm sure most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It's International Aquafeed magazine. It's published in English, Chinese, Spanish, and Norwegian. And of course, the third magazine we do is International Food. All these magazines, and that's in 2 languages. These magazines are monthly. Milling and Grain is in 6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So that's what I've done in the UK. But today, how I got here was, you'll see there, I'm the past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eed Industry Federation. In about 1987, as a journalist, I recognized that there wasn't an organization that represented the manufacturer of feed. And so I set about and set one up. It's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Feed Industry Federation. I was its Secretary General for 22 years until 2012. I got Codex Alimentaris for the IFIF NGO status. I developed, or helped develop through Codex and FAO, the handbook on feed manufacturing. It'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adopted by all th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I've done several other things. An MOU with FAO, for example, as well, for the industry. So as a journalist, I've mad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to feed ourselves as a planet. And that brings me to the point of why I'm here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feed manufacturing. They are millers. Millers make feed. We call them feed manufacturers, but they're millers. Millers process things like cereals, oil seeds, all grains, including rice, for food production or any other food use, and also for animal feeding. Okay, let me start with my presentation. That's a little bit about me. If I can move my slides along. Okay, so I've given you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I want to talk and set a scene about population. How fast are we moving? I want to look at aqua feed within a 1 billion ton feed industry. And then I want to look about nutrition and malnutrition and a sustainable way forward. Believe it or not, addressing sustainability while we are trying to address the food needs of a growing world population is going to be almost impossible to be sustainable as we are today. Anyway, we'll come to that. Okay, so how fast is the population growing? I want to start first with Taiwan. Since 1990, your population rate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a gap here, but you've reached a peak. You're over the edge, as I would say.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By 2030, you're coming down to 21, 22 million. What that means is a population pyramid is that in 2023, on the left there, that's what it looked like. This is ages from 0 through to 100. These will be females on one side and males on the other. And this shows a bulge in population. And most countries, they call it a pyramid because most countries are shaped like a pyramid. They are still growing their baselines. But Taiwan here is, I would say, fortunate because its baseline is shrinking. Shouldn't shrink too much but you're a more wealthy country than others. And therefore, your population, this population can afford to support an older generation
as you move towards 2050. And why 2050? 2050, I'll come to in a minute, but it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will plateau after 2050. So the challenge is feeding a world between now and 2050. Okay. I've tried to estimate where Taiwan is somewhere here on this graph. This is 10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You can see China and India are competing, the top dog. Somewhere down here, I guess, is, and maybe even right down here, is Taiwan. So these are the bigger countries on the planet. And I want to look a little bit more closely at the top 10. And 5 of the top 10, obviously, here in Asia. And they're not getting any smaller. They're huge populations. And most ar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by 2050? You go from 5 to 6 in the top 10, actually. Oops, excuse me. Let me go here. Okay, this is 2030. These are the countries that are changing. I've identified them here. These are the ones rapidly growing. Bangladesh is coming up to number 7, and Nigeria is up here at 4. But there's a focus here on Asia. Okay, so the world population stands at 8 billion people. I predict that it will meet 9.5 billion people by 2050. It might overshoot. When I made that, when I made that projection back here in the late 1980s, I was projecting 9.5 billion people based on US statistics for a population in 2050. And this is the chart I was looking at. It plateaus around here. So the challenge was between here and here. And that's,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feed industry, I was promoting the challenge the industry faced. And I'm really pleased to see that we're measuring up to that. And aquaculture is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at challenge. So I'm trying to put in context where the feed industry, or millers, the role they play in supporting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of the future. Okay, so where, in the billion tons of animal feed that we produce globally, where does aquafeed fit, and where are the hotspots on the planet for food insecurity? After all, the presentation is about sustainability and food security. So, there is 821 million people, more than 1 in 9, do not get enough food to eat. It doesn't mean that that many people are starving to death, but it means they are not developing in a way we would expect humans to develop, particularly young people. They're not getting the nutritional base that they need as young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ir genetic potential because food is short. Okay, so, but sustainability itself does matter, and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st, and we've already heard a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earlier on today, but fulfilling the needs of current generation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 while ensuring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care, and social well-being. I think that's a hard task to ask feed manufacturers to comply with when we'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feed more people. I would like us to add, to avoid the avoidance of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an ecological balance. I think that's a better additional part of the definition, so it allows us more flexibility to change the way we do things in the future, nutritionally. I'd like to quote from this document from FAO, which looks at the world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And one of the things I'd like to leave you with is the thought that we are in joint partnership with capture fisheries. Captur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my view, my humble view, has to work togeth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We can't be competitive.
we can't be at friction with each other. Okay. So where does animal protein, including fish, fit into what we feed ourselves according to FAO? Well, over here, these are plant proteins that we consume. 60% of all the protein we consume is from plants. Animal protein make up the 40%. Of that 40%, this is the range of protein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to us. And right down here is aquatic, it's 7%. So already, of the total, aquatic is offering 7%. Maybe you think that's not significant, but it's a growing number, and it is becoming more significant as time goes by. Where's it coming from? Well, this is capture fisheries, but this is capture fisheries from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is is capture fisheries from the freshwater environment. It's growing, but both of these are plateauing. This is aquaculture from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is is freshwater aquaculture up here. So you can see freshwater aquaculture is by far the most prominent form of fish farming. And I think we need to keep that in mind when we talk generally about the fish we're consuming and where it's coming from. Okay, well, fisheries, on the other hand, an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This is the uti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So there is a non-food use. This is the food use from both combined. And you'll see here this is population increase since 1950, all the way up to where we are today. And the apparent consumption per kilogram per capita of seafood products is keeping pace. And that's a good sign. In fact, it's outgrowing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the population. And hopefully we can extend that red line even further. I'd just like to show here quite quickly the increased role of aquaculture. You can see on the top here is the capture an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is increasing between 2020 and 2030 already. You can see down here that this is available for human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quite remarkabl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I showed you 7% of our protein comes from fish, seafood, but that is not always, these figures are not always similar. This is from another source. In fact, I'm sorry I don't name the source here, but this breaks down that percentage of fish and seafood in the diet by region. And the world here it's claiming is it's 16% of the diet is from seafood product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here and Africa and Asia. I think Asia is leading the way, and it has to take a rightful position and show the world how to go about aquaculture and how to be sustainable. I think it has the lead, and it should maintain that and build on it. I won't go into too much detail, but it's the same sort of thing here that we're looking at aquaculture food consumption by continent, and we're looking once again at the dominance of Asia compared to Europe, America, and Africa, etc. And again, this is export value. I mean, we don't look much at these figures, I know, but in export terms, aquaculture is half of all export value of terrestrial, compared to terrestrial meats, all terrestrial meats. So it just shows you that internationally there's a market demand for countries that can't produce aquaculture. Now, these are figures from Ortex survey, which were done carried out this year. Aquaculture here is this is feed tonnage. So aquaculture is accounting for about 53 million tons out of 1.2. That's my billion-ton industry of compound feed. Aquaculture is increasing, and it's increasing fastest outside of pets. And
obviously we keep an eye on that as well. But these other ones are stabilizing, but aquaculture is showing growth in consumption or demand for feed. Here we've got, also from the same survey, we have by region, what is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 But even though it's not the top growing region, th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from Asia Pacific compared to all the others. Feed mills. You can't make quality aqua feeds without having a feed mill. And you can't have a feed mill without having a proper foundation. Electricity, water, services. You can't employ a nutritionist or a processor without giving him the right tools for the game. And here, I'm pleased to point out that Asia Pacific is growing its number of feed mills. Without a feed mill, we don't have food. Without a flour mill, we don't have bread. It's simple as that. And if we see these declines, it's usually because we have plateaued or we are importing foodstuffs. But Asia, which I'm pleased to see, I mean here, it's very similar. Back in 2021, 2022, huge increase, 157 feed mills. Okay, so this is hunger hotspots again, but I just want to change direction slightly,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aiwan and where it fits into the global scene, and I want to propose a feed balance sheet. Some of you might have heard me mention this before, but I think countries should look to having a feed balance sheet because that predicts how much food or food security you're going to achieve, level of food security you achieve. But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close on 24 million. You produce 8 million tons of feed. You have 116 feed mills, and your aqua feed production is 380,000 tons. Fish meal. We've mentioned fish meal this morning. To me, fish meal is 2 minutes. Thank you. Fish meal is the subject that we can be most sustainable on, and we've done a lot of work in that, and I won't repeat what we've already learned, but there's 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ingredients that can be used to replace fish meal. We shouldn't overlook the importance of fish oils. That's a limiting factor in our aqua feed production. Where does the energy come from? And we're also looking at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fish meal worldwide has declined. It's not increasing, and there's much demand for it. That's why the price is so high. But overall, all species that we farm, fish meal is being reduced, and that's since 1995 to today. Significant. Okay, this is the value of fish meal. We're all familiar with that. Why we use fish meal. Why we value it,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when we try to replace it. One of the things I'd like to come close to finishing on is this organisation, Sistel, and like the previous speaker, Sammy, I'm not promoting a particular product.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of one company, DSM Ferminet, that has farmers orientated around Sistel. It's an independent platform where they can input all their sustainability updates and evaluate their feed quality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on the farm. And I would suggest looking at Sistel as a platform, and there's a couple of examples here of people referencing it. Sistel is a way that farmers manage their inputs, and they can help give us, the feed industry, indications of how we should be changing our feed formulation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more sustainability. Yes, I realise time is up, and I'm just about to finish. Now, the way forward, I'm suggesting, if I skip these couple of slides, is I firmly feel that all compound feed has to be equated to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nd given that there are 8 billion people on the planet, we have 1.2 billion tons of feed. That averages out at 157.3 kg of feed per head of population. And
my balance sheet is there's China. It's 62 on the list of per capita, but number 1 in feed production. And you can see it's producing plus 17 over that magic figure of 174. Okay, 157. There's Ireland. It's number 1, 28th in the list of production, but it's number 1, and it's producing a massive 1,000 kilos per head of population above that figure of sustainability for human life. And here is Taiwan. You're 6th in total production, but you're 104th on the list, and you're 180 kilos at 338 kilos per head of population, which is very heartening to hear. Nigeria, on the other hand, is depleted in feed terms,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countries across the bottom of Argentina, Brazil,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similar populations, but producing a lot less feed than what's needed. Okay, so I will quickly go through these as I know my time is up. Leading nutritional risks, poor diet, low birth weight, child growth failure, problems with breastfeeding, iron deficiency, vitamin deficiency. Those are leading nutritional related risk factors. And here is death by risk factor. So in there, obesity is high on that list, number 4 of that. This just compares protein from fish sources or seafood sources with terrestrial sources in terms of protein and energy. And I'd like to finish on why,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seafood is so good for us and why we have a challenge in front of us, because everybody should have access to this product at an affordable price. And it's up to us as an industry to be challenged to deliver fish at an affordable price to consumers globally. Bu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I hope as a journalist I've brought some sort of perspective to what the industry could be doing or should be doing. And I'll pass the floor back to the moderator.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Dr. Roger Gilbert for all t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It's really inspiring for us to know what could be the need for the future and the challenges in aquaculture. Okay, so the time is limited.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please subscribe their journal, their magazine. It's in printed version and also digital version. So please go, and they are in many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Chinese. So our students even have excuses not to read the magazines. Okay, so I will pass the microphone to Dr. Roger. You are the next moderator. Yeah, to ask for the program. It's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introduce a friend of mine, actually, who I've known for many years, Marco Prati. He's the CEO of PLP Systems out of Italy. I've visited his factory. He produces equipment of a very high standard, and it's important that equipment like his finds its way into feed manufacturing so that w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into the feed formulation that nutritionists are calling for, so that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that we end up supplying the fish in the form of feed does the job it's meant to do. But Marco has work experience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or PLP Systems in Italy for many years, and ha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s mechanical implem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province of Pienza. Okay, Marco, over to you. Thank you, Roger, for the introduction. Good morning, everybody.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So, as Roger was saying, PLP is a company based in Italy. We produce special equipment for dosing and handling additive in the feed mills production.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how to handle these additives.
Okay, so as the previous speaker was telling you, the aqua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t PLP, as the best that we can, we try to produce machines that can prevent and reduce the environment impact of the aquaculture by providing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for the feed industry. So additives in the feed process are used for many different scopes: nutritional, medical, palatants, technical,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o on, and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liquid or powder form. So using the additives in the correct way needs the correc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efficiency, and use in these products with the good equipment will increase the accuracy in dosing and traceability of your additives during feed production. You can reduce the lumps and fine formation during the production. This means less maintenance and less cleaning in the feed mill plant, so in the mixer, chain conveyors, elevators, and so on. You can have increased moisture retention in the feed itself. You can reduce or avoid cross-contamination. This is a big issue, especial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ntibiotic medicines and having multi-species production feeds. You can have you can increase your production capacity by using the correct technology by handling these additives, increasing your quality feed, so resulting in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and also cost saving. So the first liquid you would find, the first additive, sorry, you would find in feed mill production, it's the liquids that they are generally sprayed in a batch mixer. So these liquids can be found in different forms, so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oil-based, water-based, different pH, and so on. And the common technology of applying this liquid is by spraying these liquids in a separate way in a batch mixer. Unfortunately, this will result in a stratification of the immiscible liquids, oil-based and water-based liquids, resulting in a bad homogeneity in the mash with a very ba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n the homogeneity, resulting in difficult spraying, will result in lumps formation and dirt in the batch mixer with loss of feed, resulting also in high ampere consumption on the pelleting and the extrusion. So, taking this in consideration,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homogenizing these liquids, these different type of liquids, is a very critical point, because if you are mixing these type of liquids together with a standard stirrer with normal technology, you would then disperse these droplets, but the water and the oil globes will then rejoin and separate sedimentation. So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homogenization equipment to have a premix of these liquids. So breaking down the primary space of the large globu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homogeneous formulation.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he picture, this is a formula for a liquid formulation for feed, where we have oil 3%, water 1%, and methionine amino acids. If you are mixing it together, these liquids, you would have then a separation. If you take a sample, so where you will find the oil on the top, the water in the middle, and the methionine heavier product that drops on the bottom.
Instead, if you are using a correct technology, you would be able to create a good emulsion of these liquids. This is important for the feed production, very important for being able to have a good homogeneity is important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production, reducing the consumpti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elletizing and extrusion. This is a solution as a PLP we offer. It's a system called Dosmix, where we handle all the liquids. We are dosing these liquids. Then we homogenize them and mix them in the match mixer. Another type of additive, the other type of additives that you're currently using in the feed production are in powder form. Most of these ingredients are already found pre-mixed, and they have also different additions, so it can go for a few grams to many kilograms. And there are enzymes, amino acids, vitamin, medicines, and so on. And also, in this cas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good dosing of these ingredients. So if you are spending money on these ingredients, you want them to be as homogeneous as possible in the feed. You can divide these additives in 3 groups as a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Mini scale from 10 to 100 kilograms per ingredient, micro scale from 1 to 10, and nano scale for less than 1 kilogram of dosing per ingredient. This is a diagram drawing of premix production for dosing the additive premix additives, dosing and mixing. As a feed mill, when you need to dose this equipment, you need a reliable equipment. For sure, the machine has to be in stainless steel construction, so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ditives itself. The screw feeders should be calibrated for the dosing they need to handle. So, typical common error you would find in a feed production is to have very, let's say, big screw feeders handling very small quantities, and then you would have resulting in a very bad, not accurate dosing. Same for the scale. So when you're weighing your additives, you have to have performing dosing. So the previous ingredients were showing dosing these products into the batch mixer. As PLP system introduced a new technology for handling some of these additive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medicine or that can create contamination in the line, is to apply these products just before pelleting or just before extrusion. So with this technology, you can eliminate the cross-contamination risk in the batch mixer and in the elevator, so reducing problems related to feeding animals with the wrong additives, but also reducing the cleaning that the feed mill producers are currently doing to avoid this contamination. It's also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the homogeneity. So studies are or data from our customers that are using this type of machine is that they can increase the homogeneity of the medicine added in the feed by applying it in a continuous way before creating the pellets. Then the additives can also be found or can als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feed after pelleting. So when the
after extrusion, commonly called PPLA system. These are equipment that are largely used for applying microliquids such as vitamins, enzymes, probiotics, yeast, and so on. The main scope of this technology is to avoid the damaging of these ingredients due to the heat stress during extrusion or pelletizing. It is important to use the correct technology also in this case,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equipment that you can rely on, and you can be sure that they are dosed in the correct way, and they can apply these additives in the best homogeneous way. Also in this case, PLP int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technology that we call PSPA, so post-stress powder application. Basically is adding some of these ingredients, some of these additives in powder form directly on the pellet. So as you know, the ingredients, some of these vitamins, enzymes, and so on, a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temperature. When you're pelletizing, you can have temperature about 70 to 95 degrees. And there are many studies and publications that they would claim a loss between 30 to 70% of these products. So you ended up producing feed, adding more of these additives in order to have the correct amount when you finish the production. We can also apply medicated feed, so medication for the medicated feed on the pellets. This will completely avoid the cross-contamination. So we are applying this medicated medicine just before adding, putting the pellets in the bags or in the bags. And in this cas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wder will allow it, depending on the dimension of the powders, we can use what we call triboelectric technology. So we are injecting the powders on the pellet with a dosing system, with a Venturi pump that generates a fluidized bed transport, and charging this powder with negative forces. So it's an electrostatic system. In this way, we can, when the powders are sprayed, they separate one to each other due to the negative forces. And the pellets are grounded, so they're positive. So it will allow this powder to coat the pellets in a very homogeneous way. A common technology also is the top coating. So when there are, for example, for some type of species of fish, you need a vacuum coater for adding high amounts of oil. It is possible after this process to add another coating. So that's why we call it top coating, mainly for vitamin, enzyme, and probiotics. In order to avoid leaking of the powders when they are put into the water, there are different technology for this. One, it could be an hydrogenized fat with high melting point. So we, after adding this powder on the pellets, we would then coat them again with this fat that would protect the pellets.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Hopefully, yeah.
Thank you, Marco. Thanks very much. I think we've had a range of presentations, scientific, journalistic, technical, but now, believe it or not, we come to our most exciting topic, and that's about the legal system or law as it affects us in the industry. Now, it's not a subject we cover very often, and we're very privileged to have Catherine Hawes here to address us on the subject of how do we go about trading internationally, protecting our ISP, etc., and being successful out there without finding somebody else has taken it away from us. But Catherine is from Australia. She's the principal solicitor at Aquarius Lawyers. Her academic experience is course material for aquaculture farm business startups, conducted training on business and legal issues facing startups, aquaculture farmers. Work experience includes principal, senior solicitor, barrister, media consultant, proprietor of legal resource services. So she has quite a background and CV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as it pertains to aquaculture. And she has a stand here on the show if you'd like to visit her at some point. But Catherine, the floor is yours. Thank you, everyone. I'll just do this because I love technology, so hopefully this works. No, because somebody rings me in the middle of it. Yeah. 谢谢，我是律师，但很友好，所以有人跑出家门。我来这里是为了解决该行业面临的法律问题。So you're all stuck here until I finish now. So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I understand having a lawyer at Scientific, bu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 industry itself start to see itself as businesses where science, business, regulatory have to come together.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o this industry is the fact that we all forget about one very important element, the consumer. It may be you have the most brilliant startup, and I see a number of young people in the room, and I bet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want to be an entrepreneur, have your own business, with the greatest idea you've developed at university. But without legal and accounting,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platform to develop that. So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is to discuss navigating some of the issues, but also looking at how you can develop your business into a global, within the global market. Technology is not liking me. Oh, the bottom one. Of course it's the bottom one. There we go. All good. It was a fish that was swimming away. So basically, I'm not going to touch on all of these, but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face you as an industry. Now, what we're going to look at is some of those, particularly around technology, blockchain, and as the introduction was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se are disruptors to the industry. So therefore you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what the consumer thinks about these things. So consumers, really have not a great idea of what aquaculture is. Now, on here, there's a few statistics, and we're probably, overdone the statistics by now, but there is just on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on there, and it is an ever-growing one. And it's actually the bottom one, which is modern slavery.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hat consum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s not just what is their fish eating, but what is the treatment of their workers. And that's not just in the aquaculture farms, that is in their milling, that is in the supply chain, that i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It's across the globe. Modern slavery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So this is about getting a message across, because I don't know if any of you look at, a lot of news, bu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a good news story on aquaculture? It's always bad news. It is about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being kept in poor conditions. Fish aren't being talked to nicely. There's all of these things.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t's not just abou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you work. We now are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How quickly does news travel? Social media has allowed news to travel very quickly. And bad news will always travel quicker than good news. My husband always rings me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So in the US, you know what the scariest food is? Seafood. So, in a country where only 50% actually like or enjoy seafood, 50% of that 70% said seafood was scary. These are your consumers. We need to change this. So, this is where my idea of sustainability comes in. And it'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ve heard. Honestly, there's 150 definitions of sustainability. 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is, unless you increase consumer demand for seafood, none of us have a sustainable business. That's the key. And how do we achieve this? Governance. Showing traceability. Showing the fact that we have industry standards,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give the consumer trust in the product.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increase consumer demand, which means we all have businesses. So this is my idea of what sustainability is about. So there's lots of market impacts. Within aquaculture at the moment, there's lots of investments going on. And those investments are driving technology change. And it is really reshaping aquaculture to an increased sustainable outputs. If any of you are going for funding, one of the key things will be that you have your contracts in place. You have your agreements in place. Without thos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 bank loan to start your business. So growth is change, is disruption. This is the greatest time of disruption. Think about Uber for a minute. Taxis. Taxis used to be really expensive. When Uber came along, there was competition. Okay? But that doesn't actually mean much. Because you know what it's actually done? More people are now using either a cab or Uber than ever before. We can do that in seafood. There is an untapped market there. It's not about competing with wild caught. It's not about competing with commercial. It is actually about extending the seafood industry into homes that may never have had seafood before. That's the challenge. So some of the common disruptors to the industry, agreements. One of the big things I talk about every single time is that you need to have all of your agreements in place, whether it be with your feed supplier, whether it be with your producer, your farmers,
whoever it is, you need agreements in place. It's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it's your business, so you need to protect it. The other common disruptor at the moment, there's a lot of fish fraud going on. So, you know, is your McLobster roll really a McLobster roll? Time will tell. This is also what gets consumers very concerned. Are they actually eating a barramundi? Or are they eating something else? Are they actually eating Atlantic salmon? This is where technology can come in. So there is n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at can trace exactly which pond or which boat that fish came from. So consumers can start to have security and surety. The other common disruptor is media coverage. I've already touched on that. Supplier and delivery. COVID, we've heard, you know, disrupted a lot of supply chains. One of the ways of protecting your business in a supply chain is actually to have the first thing, which is an agreement that says if your supply chain is disrupted, you're not going to get sued. So the other area where I'm very passionate is protecting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re's a lot of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that go to farms, collect data. How do you know what that data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How do you know it's not going to your competitors? You need to start to think like business people and start to protect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rt to protect your data. There's a point of sharing, yes, and I think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has always had that concept of sharing knowledge. Bu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en you give data over, it is actually then you're losing some of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milar with ChatGTP. Who's used that? You know, good old, every time you write into that, you're giving away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cause it goes into a common area. So how do you prevent some of this? Corporate regulation is one of them. So understand your business, understand your business model. Have protections in place. Have contracts. Have trademarks, patents. These are all really important parts to your business. And make no doubt, all of the statistics you've seen up until now show that this is a very profitable business. So you need to start thinking that way as well. The other is to have, anything you do should have a contract, okay? Every single thing should have a contract in place. And it should set out exactly what your obligations are and what the other person's is. Trademark, copyright, okay? If you are exporting overseas, you should have trademarks, okay? Every single person, when they see the tick of Nike,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Do not think that Louis Vuitton spends something like, I think it's nearly $5 million a year protecting their trademark. And you know those happy smiley faces? It's actually called the Smiley Company, and they spend $10 million. And one of my clients just got sued for using the smiley face. So it does happen. So I cannot stress enough your need to think about protecting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e of the other key areas that is which is confusing consumers is labels. You know how many certification labels you can put on a piece of fish? 50. Okay? 50 of them. Now, think about that from a consumer point of view. The other thing is, certification through any of the NGOs is what we call soft law. It really has no meaning. So this is the other area where we really need to consider having in place some regulatory standards across the globe that consumers understand.
Only 2 countries have actually implemented what I would call hard law, which is Japan and Iceland. Everywhere else, it really doesn't have any meaning. You can't sue based upon that little certificate. So it does start to question the cost that farmers are put to for some of this certification. So what's in a label? Labels are really important, and they'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en we look at trade. So the EU has some very strict rules around what needs to go on a label for anything that is exported. Consumers are also now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ssertive in knowing not only what fish they are eating, but what has that fish been fed. Okay? Consumers demand more and more knowledge. In some countries, the amount of labelling that's required has given rise to some disputes. But overall, this is coming from the consumers. And also the fact that it's very easy in seafood for traceability to be lost. Okay? Particularly, not so much in aquaculture, but definitely in wild caught. It gets landed at what we call a black port, which is a port that isn't registered anywhere, and then it's sold into the markets from there. So nobody really knows where it's come from. So in the EU, you have to say the country information, you have to have its proper Latin name, you also have to have the production method, you also have to use the commercial name. This is all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consumers are put in a position of power. So what are some of the legal issues impacting? Well, the first is the ownership of the ocean. It's the most confused area. You have 3 nautical miles, which is what a country can claim as its own. 3 nautical miles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s how far a cannonball could be shot. So the other is environmental impacts, climate change. So for instance, how often typhoons come through, particularly in the Philippines. They find it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to get insurance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There's also ownership of new discoveries. So if you're a Taiwanese national on a German boat in the high seas outside Australia, and you come up with a new technology, who owns it? These are all going to be, knowledge is going to be a dispute.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t's going to be a key, privacy and data, and climate change. Okay, some of the new technology that's coming through whereby you can take preventative measures if bad weather is coming are really going to help the bottom one.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all about new technologies, robotics, blockchain, AI, cryptocurrencies. These are some of the keys to providing a trusted industry, because that's what you want and that's what consumers want. So what it's going to allow is blockchain can be used to trace seafood. Now,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this, however, is if you go back to one of my first slides and you have contracts in place. You have your whole supply chain mapped out. Because what can happen then is, quite simply, it is the answer to reducing illegal fishing. It's the answer to more sustainable practices. It's a point of reference, and it's an undeniable point of reference. The chain is locked once it starts.
Okay, so we're not even talking here about cryptocurrency behind it.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salmon that is caught in Alaska, comes all the way to your plate in Taiwan, and it has a very thin film on it. You scan that film, and you know the boat your fish came from. Okay, so the technology is coming. And this will be a great way of consumers embracing more seafood. So, how do smart contracts work? Smart contracts, I'll put up a very simple example. Okay, it can be as simple as the boat leaving or the aquaculture pond, whichever you want. It then goes automatically. Workers swipe on, they catch fish, feed can be given. It all ends up on the restaurant table or at the local supermarket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It just happens. The only time it comes out to a lawyer is if something in that chain breaks. So think about the efficiencies that brings to the industry. Think about the fact then that you are getting supply quicker because your bills of lading, your export contracts, your currency is all done in one push of a button. So these are real game changers for the industry. And then I'm happy to take any questions. Then I finish on time and I'm the lawyer. Thank you, Catherine. Thank you. Yes, lots to think about there. I'm joined here with my fellow moderator. We put this together. Yeah. Well, unfortunately, we have a little delay, so maybe we open only one question. Okay. We have had 4 speakers this morning. Does somebody have a question? Is there a question? Okay, I have to thank for very great talk this morning, and let us aware that there's some new technology in animal feed. But one question I want to raise, maybe for anyone can answer it, is about because we see,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the aqua feed sometimes they are in a very bad storage condition. So I'm wondering if there is some new technology involving in the packaging technology or storage technology, because although we try to reduce the carbon footprint, but the waste of this animal feed in the bad storage condition or transportation probably also a huge problem. So if anyone can tell us the new progress in the technology. Hand it over to a scientist. Yeah, thank you. Being involved in our cluster, was called Equimare, that they did about food, and I had a chance to see some new project, new patent. When the issue is the dat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seafood, we'll see the feed after it will be applied. If you have seafood and coming to the consumption, you can have a date. You know what is, and the problem is sometimes you cannot consume because of the risk for the health. So one of the ideas is to use some technology when you can have like this small sensor inside the biofilm when you use the plastic, and this sensor sometimes they change the color if you are tracing something, for example, like ammonia. What is one of the indicator of the change of the quality of th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fish. There's some technology that can allow you, in addition to the traceability, that you can do it very well now, and the quality inside. If you do very badly, the storage, you can have some sensor that can allow you to say, this is the broke the chain. For example, if now some people make the fraud, they use a lot. We have DNA, or they can see if it is the right tuna or not tuna.
and there is no the technology help to see if you store it very well or not. How to apply for the feed with a huge quantity. This becomes logistic to see how to manage it. Maybe we'll talk for this later on.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Maybe Roger, you have some. Well, yes, I do, because storage in feed mills is very important, and what drives problems is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And I think that if we're talking about feed to the farmer, then I think it's all about those two topics. And you have to buy and feed, I think, at the right moisture level, moisture content to start with. And the duration that you store it for and the conditions you store it in are really important as well.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that can be done with existing knowledge before we look to new technologies. But in the feed mill itself, we have cooling technology, where we cool the grains in thousands of ton silos. We blow cold air through it. But that's grains. Grains don't coagulate and become hard. Air can move through them without moving the grain itself. But I would say looking for condensation, particularly in climates in Asia where you have high humidity, changing temperatures, maybe the container in which the feed is being stored in,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I don't know of any new technology that solves those problems without us having to take care of those things first.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Can we take another question? Have we got time? Really the final one. Okay, last question. Second and last question. Talking about the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and also the carbon fixation, can we elaborate a little bit like for CLJ seaweed cultivation, which can fix CO2 instead of like the fish cultivation still have a carbon footprints. Is any do we have lawyer here? Is any common way we can like LCA life cycle analysis, or does it need certain certification to generate a reliable carbon footprints or the carbon fixation data to get carbon trading and recover some of the cost? Well, that's a tough question for a journalist. Do we have any? Yes, I think I can answer this one. Actually, we in NTOU,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 have a researcher and also professor working on seaweed aquaculture. Not only seaweed, also micro algae. So they're working on a project to calculate like how many carbon they can capture and how they really do the recycling sustainable business in the future. So I don't know if they have the exhibition downstairs this time, but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learn more about seaweed, you can visit the website of Catherine? Yeah, look, I do a lot of work with seaweed farmers,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law has not caught up with the fact that seaweed is actually not the same as every other part of aquaculture. So in Australia, we actually have to do what we call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for seaweed to see how it affects water. Well, it has a good effect. So my clients are actually penalised having a $5,000 report to show something that's already known. So I think part of it is the fact that there needs to be set standards that everybody can understand and trade against. And quite honestly, I think that's where blockchain and cryptocurrency can come in to assist, because it evens out the value chain across the board. If you want to have more revenue from seaweed or microalgae, so you have to go to the market of carbon credit. And to go to market to carbon credit is really another process, and you have to have certific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seaweed that we don't have still standardized a lot of scientific based data. For example, most of blue carbon we're working on is mostly based in mangrove
plantation, because aquaculture did a lot of negative things in practice, because it's similar to the forest. So it's in the methodology, and go to carbon credit. It's easy for like rain forest,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But when you go to the seaweed, when you go to the aquaculture globally, the methodology is not ready now for carbon credit market. But some people can buy this carbon credit to encourage what we call voluntary carbon credit market. And it's a way to say that this fixation of carbon, you have to prove it, you have to quantify it before you go to sell it. So that's why we need still some scientific data. And the third and independent parties that they can certify. So it's a long process, but people, if we can help them to do this, so they can earn also money, and they can have also some revenue because they are planting something that fixes the carbon. But it's not as easy as linear. You have to go through the carbon market, and now there is also some process with the blockchain and new things. Yeah. So it's a good question. Well, I'm pleased we've got an answer for you, but it's a subject that is growing. I mean, algae production globally is huge, and we're making use of some of that in the feed industry, but there's great potential for algae in various shapes and forms. It's my pleasure to draw this session to a close. It's one of three sessions today, and I'm pleased we've had a chance to discuss sustainability in aquacul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cience angle, from the just reporting on what the industry is doing angle, through to the equipment we're using and trying to address sustainability issues, right through to what we have to do legally to make sure that what we have in a sustainable way we can keep ourselves as companies. But thank you on behalf of myself as one of the speakers to my fellow moderator, and I'd like to now thank all the speakers on your behalf.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d like to pass the microphone back to Madam Chairperso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ll the speakers this morning. It's a very nice talk, and we have learned a lot.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move to the next session as members General Assembly of our society. 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秘书长，我们现在进入会员大会。那讲者可以你们可以先去逛一下月展。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我们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第6届第1次的会员大会。那首先呢，我们学会为了要颁发一个特殊贡献奖给我们的高科大的张瑞章教授。为了表扬张教授他在那个生物技术的人才培育、创新研究以及产学合作方面的卓越贡献。那过去20年间，张瑞章教授持续不断致力于教育部人才培育计划的推行，并且在产学合作跟研究方面，同时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我们现在学会会公开颁发特殊贡献奖，请周理事长代表颁发奖状。我们请周理事长来帮我们张老师。好，那你再稍等一下，这边有空位，好不，这里。哎，所长，我们跟所长坐在一起啊。是。对。开这个铁人行程，中间都没有休息。我们再稍等一下哈，那个就是等一下，我们就是进入我们的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的会员大会。
你是不是跑进来？你是不是跑进来？那你是会员，都念完了。马健老师，因为其实刚刚有很多我们老师们都建议说，那个我们之后如果再排这些行程，可以再稍微不要那么精实对，都没有休息啊，我们怕说我们怕休息，大家都跑掉，结果真的休息。没有，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中午的时间刚好是他们学生的 poster 竞赛，所以他们全部都有参加竞赛，不去那边站台，可能就会被评得不好，所以真的这次我们没有考虑到了哈，所以这个真的很抱歉。好，那我们学会这边的话，就是因为刚好借由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也有蛮多理事们推荐我们张瑞章教授可以获得就颁发我们今天要来颁发这个特殊贡献奖那是不是对张老师，那由我们理事长来颁发。在前面一点，对。来，OK， 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在教育上面的努力跟付出了真的谢谢张老师这么多年的辛苦，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张老师留步帮我们讲一个这个简单的感谢。那个非常谢谢理事长还有这个学会那个对我的肯定那因为我想这个其实是结合教育部的计划呢，因为从88年一直执行到现在还在执行，中间有中断过6年因为我们学校本来就是海洋科技大学，然后我们系就是海洋生物技术系，所以我们呢这个人才培育的主轴呢就是 focus 在海洋生物技术的上面所以呢我们呢执行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我非常感谢呢吴俊内吴老师还有那个张校长，他们都非常支持，还有呢在座很多的师长呢也都呢非常帮忙，所以让我们这个计划呢一直执行，几乎都没有什么断过。那呢我们是很希望说在南部，因为南部是以水产业为主，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呢人才培育的一个平台。好，那呢其实我们每一年在执行的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呢，有些业者养殖业者他甚至会打电话进来问说，你这课程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们都是 free 的 ，OK 所以我想逐年这样监督下来，其实呢效果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每年大概都会有10个左右的产业界的人进来修课所以我觉得执行的我的成效应该还好。当然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师长的帮忙，谢谢。谢谢张老师真的在我们教育部的这些计划的这个推动上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心力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下我们不要耽搁到大家用餐的时间我就先针对我们学会这1年来所做的一些工作的项目来做一个会务报告。那我们就是从第5届第2次会员大会那上一次的话是在成大举办那我们非常感谢成功大学相当多的老师来参与那我们那一天的话也有获得不错的这些这个办的绩效那一天的主题是学而优则产那教创的新典范。那我们今天当然也是有一个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那从那一天开始的话我们有办理相当多，就是理监事联席会议有3次，那临时监事会议有1次那我们相关的决议的部分都已经向内政部来做报备那今天的会议我想是我们第6届的第1次的会员大会
那我们报名的情况刚刚开会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已经有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共有187人报名。那论文的投稿数有27篇包括博士有5篇，那硕士组有22篇。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相关的老师去帮忙做一些评审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们下午还有蛮精彩的这些讲者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第5届理监事在111年去年12月25号就任期这个届满，那我们11月25号也完成第6届理监事的这个选举也都顺利完成。那因为陈之一前理事长他因为有一些考量所以我们有做一些改选所以是由周清佑老师来担任我们这一第6届的理事长。那因为我们还有李老师不幸过世，那当然这边的话我们也有在透过这个候补名单由蔡国珍老师来补那我们 APMBC 的这个活动在10月2号到6号会在澳洲的阿德雷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参加那我们今年也透过国科会的计划有申请补助，那我们这2天也收到补助的消息这个是相当高兴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进到提案那针对我们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第6届理监事会案由我们针对审核111年的收支决算表，然后现金出纳表，还有资产负债表，还有这个基金收支表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原则上都有透过理监事来做这个审核通过那这一张是我们的收支结算表，我想就列在这边。那我们各位理监事们还有我们会员应该手头上都有这些相关的资料，再请各位酌参。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鼓掌通过。谢谢，应该都好。这个我们都有经过这些审核啦，这个院士也帮我们很多的这些那这个是我们的现金出纳表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也都照正常的程序来完成那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也鼓掌通过谢谢。好，那资产负债表这边就这个比较单纯这个只是我们的这个数字上面在呈现的那是不是我们也鼓掌？谢谢。好，那基金的部分，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都很，所以这边跳比较快好，那我们审核113年度的收支这个预算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有透过理监事都有开会来审核通过。那原则上的话，我们还是照往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编列预算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也是谢谢大家那我们原则上还是会办理一些相关的研讨会的活动那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会务跟业务的部分，我想也透过这个场合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好，那最后的话，我想今天的会议蛮感谢我们除了产学院总中心以外呢，还有我们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那也召集了蛮多业者来给我们做一些赞助，包括金冠生技下午杨董会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分享。那还有那个新创生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徐总那还有神农那还有小鹿明楼跟大江生医，那还有这个达德能源，那还有台地公司我想我们都相当感谢那我们是不是会员大会就大概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对不起，请大家再给我几分钟洪木老师先讲吧。我问一个小问题，可是我觉得也是大问题。你现在的理事长他是接第6届，可是因为他是中间接进来嘛，那第7届他还可不可以干？不能吗？我不晓得这是有没有规定，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在张校长手下最多行政职都只有干1年半，所以我就是没有。其实我最主要是在最后 ending 的时候，真的要谢谢我们这次的大会真的是产学总中心汉家主任帮了非常多的忙。那我们最辛苦的工作人员当然就是我们的黄秘书长，所以请大家先给他们2位鼓掌一下。
PPT 跟那个还有讲者都是那个。另外就是我们的秘书钟嘉玲，还有 Amy 在外面，那他们全部其实老实讲，我就只有长一张嘴而已，我都没有动手，都是他们做，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些，然后还有很多的伙伴辛辛苦苦从台风天不管怎么样还是台风天，从南部这样子辛苦苦上来支持那谢谢大家。那也是还好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去阿德雷德然后如果有出席的这个伙伴多喝一杯红酒那边 Tenfold 很有名 ，Tenfold 的酒庄就在那边所以谢谢大家。那另外其实刚才赞助厂商我们没有讲到，我们刚才又跟那个 Xpark 要了5份双人的套票，所以会有 pair 的。那他们因为要涨价，所以那个价格也超过1000多块所以 Xpark 来一个，我们学生在这边，所以我们还有5份的套票所以这个今年的奖品是非常的丰富谢谢各位委员，谢谢各位会员，不是会员。然后下午请再持续回来，因为下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那个就已经比较偏到多元健康的部分看焦主任要不要再补充一点？好，非常谢谢那个各位会员今天的光临那这一次是真的是比较特别，就是跟渔业展合并。那楼下呢有学生的毕报论文，还有就是很多这个水产跟海洋科技的这些厂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海洋大学有一个主题馆在那边所以希望大家拨空的话也可以过去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在毕报区旁边有一个特别叫做海大鲜市集这里面有特别展售，包括周新勇老师还有居安生技，还有爱普生技，还有海大的水产价值打样中心的一些产品也欢迎大家去参观选购。那也非常祝福大家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学会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个学会啦你看台风本来要来了，都先避开我们所以也希望这个福气能够带给大家让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愉快的度过这一个我们的学会的活动谢谢大家。那我们会员们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请大家就是往我们中间，因为现在没有人，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坐一下前面的位置没有关系。就尽量我们就往前坐。那我们是把灯就是打开。那麻烦大家看向前方摄影手。哦，这样不？不好意思，那我们那个对。好，那老师看一下我们前面。我们的桌子跟我们的距离比较近。要不要再过来？要不要？再过来。不行吗？可以了好，来，看一下表，来3、2、1，然后再到来，然后比个赞。来。3、2、1。好，谢谢大家。那等一下就是我们的午餐在外面的柜台在哪？可以，我们里面是可以用餐，然后那个餐券会连在大家名牌的后方，请大家依照那个就拿餐券，然后到柜台去领取便当。那我们里面是可以用餐，所以老师可以回来就是使用的午餐。那我们的下午场是1点开始，所以麻烦大家1点的时候就是在依序入座。
有答不来啊。介绍你们今天单位里面有一个赶快大家先用餐，用了餐再下去嘛。可以啊，可以啊，所以就这次用餐啊。是，你好，是，来这边，因为我们要我换一些谢谢谢谢。没有了。对呀，对呀，对呀，那他们的经理要我去啊，结果上面，但是我是想说他们那边的上司，我们是很没水准，他那个有可能他是在国科会会议啊，更多人，但是我先下去，先下去。水产科技就很低的可以啊，可以啊，你要做什么？如果他要吃就送。像那个就是那个梁教授，我们在跟他碰，好像下午。你会直接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那个你的指导都是对，不用找到其实他也跟我们讲过，不好意思啊，不要你讲很多啊，对啊。对啊，主任。少两次。哦，对啊，对这没有。不是他们说他们现在那毕竟这个还不错，很大的足够。所以后来要的力都很大，对啊，对。因为我推荐给你。对。我这边给了有一个加了奖。如果需
需要帮他一些我的维护他按使用个人就这么想。对啊，我最近我没有跟他任何应酬有没有，我讨厌我知道他的是什么想法，那就是我的客户里我有留下来跟我操作就好。这么年轻国外来就这样，刚好出国。他们是有联络上，对，没有联络上。我们我才跟他们有联络上。我主要因为比如说交加好，我跟配合啊，不管香港上，我们都配合啊。鸡毛当建立就是那个地图，投入现在我们加上昨天那个，看一下，因为它带有是受有比较比较那主要跟上面他就突然讲他们那边不知道，有那个东就跑一百，那他们经常要求。他有几个公司啊，那个到公司转交进来的，经常要处理啊。我经常要处理啊。没有申报就欠嘛，就是说你这做没有这样讲，没有申报就欠，对啊，是法案到时候会，对，而且跟之后给那个后勤管，对啊，对，然后还要这个学位英雄坚持我这时候没办法，对啊，没学位，你知道吗？应该是秀他们找了一个，因为我们的教育部看一下，对呀，你如果说你们要对他意见，你也是通知你比较好，对啊，反过来就教育部想要，对呀。你自己投票，你觉得在哪里费劲？对，我不知道，他会来。因为我当时学那种，就像博士生，对不对？他一样。那如果说他要 post 改一下，那个通讯的，他主要是业绩评估也是实话，直接翻译的，因为博士的是个白富好感，他的浓缩成要读懂才行，这也是有点还会业务到，像那个融科他们现在这个不过现在在这边，他那个学习做的实验是的，那你那边的他有一些准备是一直都有，我的解释啊，你可以协助他们，他说我塑造一个，我把你跟那个最近那个赖，然后来一起，那最重要方式是这样，这根本早上很实际，所以你如果是在学习，还是对，你看吧，你看，你有没有去那想好，那不能把大对，不能那个起到，但是一个是要介入跟大家好。那我们要如果他们那边大概的需要，大家这样去上班，有，要不然那个机票，那我要先下定，现在有，那有的话就我们希望大家看要先去这个是我们上航班都已经知道了，好，有，应该要发高度，包括我们去做一个，对我们的生活从不是讲在做上，从哪一种事情
放不下，他觉得哎，就感觉植物马电脑，小花改，小花改，小花改，他的配合能力。那还有那个锅碗，我把它当做都没通过，他写出来那个为什么？我都快要说那是我。台湾人，他的里面资料，然后在应该是在他就是在做真的，对，几个月，对，都没有看，就他会讲几个月，对，知识啊，我们就是为了让病人照顾你都这样，你知道吗？我们看人真瘦，白，而且白了眼皮厚他就照干，就这样。80点可以，搞得好都是会帮的。现在是说，他们不讲，没人会做，没人会写。他做的话，妖言，他是需要，他就变成外加到学校的。小企业，我们乱打恶，中国的话是这样子。为什么会叫外面人说他不受上不下？大恶把它换掉。这个就是我在想，他觉得。你现在有多少位？你的16个。是啊，他刚才有说打5万。对啊，他那种全部的没有啊，没有，现在我跟他说你的辅导。换江4个字的，他跑进来有对，放铁了。因为他名字太多。有人就直接讲换江，哇，对。你说几个？6个啊，哦，16个。有啦，他跟我说你们在江上，我说我去了9个啊。真的啊。谢谢便当。小咖啡喜欢了。我不会刷。加喽。比我因为平常都随便还穿长袖穿裤子穿早裤，结果换裤子做面带，身上没有半毛钱。我身上2块半，就赶快来问你说，悠游卡。我这里面还有400多块。开出去了就悠游卡，对啊，说我就不用给他，我们就不要跟人家借钱了。对啊，去买这个也可以。一个多大？我想要身边用2路的。
他没办法跟就有驾驶啊，就有驾驶啊。所以你那天我说我要打电话给你，不然我那天本来要听，可是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是刚好有会议的情况。哎呀，其实我那天也是，对啊，我本来要，对啊，我每一次都说我要跟他，下一次来本来要去。对啊，你也没办法，有可能会。对外人认的让是错，对啊。我不老他就这个巨大，为什么他有他们说过这个不会拿，因为有信说下来。温主任啊，哦，啊，你公司现在有没有赚钱？没有赚钱。你坐在他旁边怎么可以不赚钱？坐在孙老板旁边，孙老板，加油，是收到，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知道，没有。因为老师创业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哎，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真的太辛苦了。就周老师还把他先生拉下去，你看。他明年不敢让我能活下去。想要我以后当总统，怕现在周星又没机会了，先生下去帮忙。等一下，我发现你们两个是总统颁奖，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这里有图为证哦。我马上发出来给你们，对，一起第一届的哦，学长姐，第一届的哦，学长学姐，你们两边，然后总统站中间的，这图有留在，等一下马上找出来。有确定有对不对？有对不对？你的国家奖有啊，有在宣布的，好朋友目录，你们不要找，听说。我们干嘛去报备？你只有这样讲，哎呀，我又没有这样子，我们可以啊。没有，他会有危险。你们曾经跟蔡小英合照，就是对脸吗？没有。那个，我们到时候把脸稍微眉毛画。那个是真的有当官的才有啊。你是有当过官的。当然不官啊。周老师都低调，官都很大，但都没有都没看过。啊，奖金多少钱啊？好了，奖金多少钱？奖金多少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的。他们都是4000万以上的。配合演出啊，而且他比较奇怪是都没有奖金的。那一场是总统颁部长的奖。对呀，这个也蛮奇怪的。对，他颁给我们是陈良基的讲座呢，我说这跟总统来颁啊，总统颁对啊部长的奖，不对啦，这程序上不对啦。对吧？现在常常这样，比如说教育部的奖。行政院长或是总统直接来。我说奇怪，这个他名字写陈良基，就是奇怪的总统。没有错啊，现在习惯这样。哎呀，总统就来了，对。临时波来，可以在这个。他们也喜欢出席这种场合啊。政治人物就是这样，你也知道。要到雅虎。我们应该过去他们领个便当吃哈。杨文清也蛮厉害的，我看杨文清也蛮厉害的。杨文清你认识嘛？哈，有教过啊，他是我们毕业的啊，那也蛮厉害的啊。他也做那个就是竹务，对，就是做蛮多东西的。我还有冰咖啡啊。你被什么？
不用过咖啡不用配成啊，融不掉。不早说，你市场哦，这个好哎。市场你不早说，还有买蛮牛。你要不要谈？你要不要谈？喝黑咖啡好。现在流行喝黑咖啡，才会黑一点啊。要黑一点，黑到翻季。去我们那边上班就他们那边风景不错的嘞。你看我每天都在晒黑。你那边风景不错。我每天也才晒半小时。哦，真的。就这样。在半山腰上啊。太阳很大啊。我每天要巡视啊，对啊。不错啦，16个了。啊，不过很可惜，就农委会都是要。有啊，现在比较好。有。从今年开始。哦，真的。那个陈吉仲部长。哦，那他算英明了。不是啊，最主要是。那还是要，比如说有一些 percentage 给你们可以，那全部都是我，对不对？何长，你觉得呢？因为你如果重视这个研究所，你真的是要，例如说他多少 percent？ 其实水上水跟对水肉就比较好一点。不是，我说水水跟渔业水。你们要说你们要我们协助你什么，我们才会有东西。那你们都不讲话，我们怎么会有啊？他现在多少给你？没有啊，就没有多少，那是0.5。但是我们要去那现在他是业余会，你要写口口手记啊。对，每次都要啦，他说全部都自己要去争取。不是，我说从农委会这边的钱。对啊。你要写一个科技计划类似。对啊。现在就是每年他本来最刚开始3亿，然后变成就是团购计划，对，然后变成9000万，现在变成3000万，那在9000万里头，我们挣到600。哦，你说全部是农科院全部的钱，我觉得真的台湾哦。没有，全部农科院。对呀，9亿啊，9亿哦，9亿哦 ，OK。那我们才拿就去养猪研究所就早期养猪研究所。对。动物所现在也不是，它是最大的一座，可是最弱化了的是产发跟农政。哦。产发跟什么？农政中心。什么叫农政中心？我们是3所2中心。然后动物所只是给跟产业发展中心跟农业政策中心。哦 ，OK， 农政。农业政策中心。OK。它都是啊。因为很多的计划都会到这里，全部都是要做分析什么的。他研究的都跑到农场上面去。本来大家还期望蛮高的啊，刚开始。对啊，其实他们不会然后的话，但是你们讲的话，你们可以跟他这个节目是从你们那边给我，但是你要告诉他说这些不要，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这个明年到时候我来每一次我们跟你们的定位在哪？
每一次都问过我们印度在因为一个够蛮大的，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试，一直在试。那你如果可以实际的告诉他们说，这样子分工，他们一直在讲说，对，他那个是有做，你们还在做，就这样而已。没错，好，你只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是怎么分，不要告诉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好像我跟你讲，他们上面做的版本差不多，就是说他们告诉我们去做什么，或者是让他们我们落实我们做的每个都问这样子，每一次都问这样子，他们说可以跟他们讨论过，每个都一样，你要做这个有没有？他们也不是只有做这个，也是看比较好都挺有啊，我跟他讲一声，王老师，这应该去看看。所以这个部分我有。我请有屁股坏，是他们的感染。对对对，我最近也看到。那一个就是说，我先去谈这种方向，对，好啦，谢谢啊。要什么牌子？我有2张牌子，这张这张就可以了。这个是这边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是这个是对呀，那就可以了。我这个不行，然后呢，第二次。没有，对啊。有啊有啊。晚上会来的。对，晚上我。对。
王将老师有吗？我就是因为听到王老师的意见，对，他可能那两边不一样，然后对，要跟他会说。没有问题。你要用这台电脑？对啊，我先远端传一下那个档案。还好有开机，还好有开机。台北。对啊，我家住。怎么可能没有在基隆出发？我家住南港的。南港，哇，离南港近一点的地方。对，我想说有人先到了吗？这个双面。空白的也要印。等下，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现场裁切，是印的还是要裁切完才有办法？去，可能要去影印店，然后顺便请他切。对啊。这附近有影印店？刚才有就是这里这边经典书位。这个比较近。好，这个店。对啊，对啊，还用跑的吗？没事，应该还好啦。去还好，回来就不知道哪一点能不能跑。应该跑回来，然后还要裁切。还好，对啊。哇，这听起来，还有一个是谁？我只要印一张而已。对，就是2个人。那很简单。我以为你是要连那个不够的空白都一起印。没有，不要。其他根本不重要。学研解。那我觉得还是7印。可是要厚的要厚。对啊。等下，那你们有一张，我拿我的卡给他说，有没有这种材质的质量？好，就是我们这个好像是150磅吧，150磅。150磅。
稍微用那个胶带粘起来，就是不要让它分开就好。对啊，那个很差。特聘教授，很注意职称哦。对啊。因为我应该用这个纸上色垫。对啊，不要云端就好了。我应该是用随身点过去。对啊，我现在在远端我的办公室的电脑，然后我等一下到这里，你再拿去印。我现在发现他们太早报道了，他们拿不到证。谁啊？就是如果他们来了拿不到证，他们要先进。他们刚有来吗？其实我不知道。哎，那个温老师有来吗？就等一下跟他换一下就好。好。这边第一次希望有人出意外。不要这样。我说迟到的。哦，好。看起来非常的。那南港旁边有吃的吗？吃的很烂。哦，我知道他们刚刚吃哪一间。其实都是餐厅耶，就是其实是有吃的，只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没办法吃那些东西。我知道是这一间，1.9而已，太贵了。真的哦，你有问他吗？我就是跟他说，有人说那你们的这样不错，我想做一下这种定编让人参考。他说 OK 啊，他就给我拍。你很强哎。社牛，没错。复制。哦，对，要有这个 OK， 张景怡文字的 ，OK， 好。还是我把它弄成 PDF 这样，我怕会跑掉。好。对啊。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请他们帮我们就是裁切，对，裁切一下。对啊，就指引。那你先付钱，然后打统编。0.50503。对，然后我再给你。这一张纸可能也才几块钱，我觉得应该10块。超白痴，又不是没钱，10块钱。然后给他40分，记住，给他40分，他就会看我回来。好，你赶快吃饭。好。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哥，你去楼下看过了，楼下你有去看？那我们这个还是要换身份。要出去的话要这一张，就是要进去是这张。本来想说在院子自己去的话，还是请他们，我是可以进去的。院士要不要去楼下参观一下？老师要不要去楼下参观一下展场？我还遇见马龙。我也孙了。好。今麦开始要去，其实鼓励大家卖海洋，今麦鼓励大家一样。哦，我那身体怎么样？先做点还是要好，做一点，然后进入好。
我现在在啊，我在4楼，4楼的那个研讨会。对啊，我还没办法下去。来，我找个找。初中老师说放，对，可以把杨总的，杨总你坐这边，对。有部分人。有那个 X Park 的。也有米兹比西的那个兽医博士。真的。对。好，因为他是 X Park 的总经理，他是我日本的日本的学弟，我也是留日本，就会请他，对，好。那这台就先跳。那先来是我的。没有，我们从小爸爸跟妈妈都做学的，所以在家里面加日文，几乎全是日文的。这个都很想好不好？没有啊。谢谢。这叫头前哦。我紧啦，因为今天你们也是讲者，所以讲者爱比较头前，看你较好起来。小的，所以你们咖啡也是咯。是。最的后，气泡水。我去拿。哦，你今天好帅呢。谢谢。穿的更帅。对，穿的比我们都更帅。谢谢曾老师。我们礼拜二要讲的是版本。后来有传电那个东西，因为我
哦，下午第一节高挑战呢。对啊，爱互大家迄个较振奋一下，较袂突兀。没有，你讲的很精彩，我听过是绝对没问题。对啊。加了。我们要做到这个。服务人员。我等一下，张文，第一个session完之后，就要去赶高铁，因为台风来了，要赶快赶。好，等下第一场哦，咱迄个杨总，咱龚老师来去，它是用我们8月烧掉的，所以它的位置是最近的，相对的话，而且又改过，所以我那时候拿来建议放上去，大家看。没有啊，可是我们主持人要做那个。对，我也才想问说，那一页东西改发给大家，公平，用一个多少字？一个到多少那个篮子啊？中文对啊，但是我就想说中文他不知道会不会上来。校长通常会来的大陆，会稍微早的大概3半。你看我们到时候再来调一下。最好你接受 OK， 你不接受。不是说我们那个，如果看到小号，的话，记得我们说跟台看节奏去混了。如果下礼拜的话，像最空的时间就是6号或8号。对，多少是？我11月2号有办一场那个精准预防医学第1届精准预防医学论坛，找泰国那位是联合国的生物防治顾问，当然那一天讲的大家都比较偏向技术啦，就不会分种猪啊鸡啊，但是会额外讲那个禽流感，跟非洲猪瘟这2件疫情，但是其他的都比较靠谱的。第一个做预防医学的话，第一个是生物防治，检验，然后监测，然后生物防治、疫苗、免疫跟教育推广5大主轴展开有7个 speaker。那我们水产有机遇电视已经有位置，电视那边已经有。机遇会代表演讲，机遇，对，就吴老师会到其中。我知道。他做水产。不是做这个的。就晶片嘛，对，他也有开发，但是同样讲是一个是教授，一个是这个相关的工程，水产业或希望在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些讨论，欢迎邀请大家来，因为是论坛，所以因为水产做运营或是飞机，而且也有挖一些场，对，所以
要讨论的是提出逻辑、提出架构，然后大家展开，就像我们第一届精神营养的 model 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把议题吵起来，然后后面就会开始有相对的想要讨论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大架构不会变，全球的任何生物领域这架构不会变，就是监测，然后疫苗，然后营养演绎，然后到管理，然后到教育推广，这8面向，任何一个产业都只要是生物，大概都不会脱离这个。所以我想说，在第一届的那个精神营养的倡议还算蛮成功的，然后想说再为台湾的这个生物产业再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因为大家现在的生物产业最大的风险是育成率，那育成的这个事情就是需要靠预防医学，而不是生病了之后去找先谈，这都不对，没有先谈。让大家特殊的使用，但是要找一条明路，让大家来走。然后想做这件事。所以整个编辑其实这部分做的。对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因为是论坛，不是演讲，我就希望各行各业各界的人都能够来一起共同讨论。可以啊。11月2号在畜牧展，然后在一楼那个大的那个演讲厅，大概可以200个人。OK。我们第一场精神营养来了400个人。我们周老师周理事长，他就是做这个地方。哦。对。然后现在上面有在办这些开会。包含就是那个那边吴老师讲的那个买点定的那边都有。它的市场跟另外一个，我们后面那个陈经理，他很多算学士毕业。哦。开公司今天会在后面第3个讲。对，我们那边就是OI一些参考这样子。对。没有。有鼓励他跳槽。这个刚刚跟面蛙跳。跳槽。他要跟着我们走，我觉得他有创意。鼓励他跳槽到。是啊。他跟着我才可以放手。我会通知我们相关的老师，到时候如果那个我等一下有我们对，等一下也可以广告一下。但是正式的那个我们选为的那一点啊，对，我再帮忙，对，给大家啊，因为这是希望为台湾再做一次这个公益的，因为水产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大，因为生物更容易这个环境的这些病人，对，所以这部分其实已经做蛮久了，而且也有蛮多的不同的coach。对，其实水产业在跟畜牧业来讲，水产一直都走得比畜牧业还早。像Aquaculture，
我当初我是第一个在台湾推动Aquaculture HACCP 的，在饲料厂跟养殖场，但是水产厂都做了，水产厂都做了，所以我是跟着水产学 idea， 然后在台湾去做推广，然后国外邀请然后现在的农科院里面上，以前叫养猪科研究所，然后去中心那个认证的饲料厂商，真的，所以你学过我这门课，对，你哪个是我学弟？对，我那时候好，他是老师，那我现在对，他是我学弟，我跟我所以我就一直在大学的，我们同样都是现在大学的。有赚钱的回馈啊。就是为了跟他联络到。对啊，所以就是这些。而且台湾在水产的研究的趋势大概是亚洲第一，大概是亚洲第一，一直都没有变，但是产业外移是上来，但是学术研究这个。哎呀，依然特别挺大的，没有刚起球上场正好。哦，他今天有来吗？有，上次上面参加。啊，你今天开新车来吗？他才是在是哦。59，差不多了，对。新车开了，还没变吗？那边加对，有一些之前没有，就是替理长开车。哎呀，对。也刚才这个10月是要变成11月记者会，国际记者会。国际记者会是年底弄结束，2场落实跟这个是现在要看现场时间，确认了之后再跟这边应该说是是从直播过来。哦，可以了啊。好。各位贵宾大家好哈，今天下午的第一场由我跟巩俐跟黄兆文老师我们两个一起主持下午的这个精准农业这 section 哈。那首先我们第一场演讲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金冠生技的这个杨青山杨董事长来帮我们做演讲。那杨董事长金冠生技的公司基本上是在畜产方面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微生物固态发酵的一个核心技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厂商那最近这几年来在这个所谓的循环经济上面在畜产上面也有非常的一些创新的领导的这些很好的这些 model 那刚好因为我今天吴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有幸认识这个杨董的金冠生技的这个杨董那金冠生技也有兴趣想要从畜产跨到这个水产这边过来那借助这个畜产的一些尤其是循环经济的这一边的一些概念那
希望这杨董今天可以给我们一些在水产上面的一些启发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杨董，谢谢，我们掌声鼓励。通常在下午第一节是最挑战的。那今天很荣幸哦，从我这次上来是为了逃那个上次来杀到屏东的这个台风。那这一次等一下我要逃杀到台北的台风，所以不是我把台风带来，是他跟着我后面跑。所以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今天晚上跟明天要面临台风的挑战也祝大家这次台风一切平安那带来适当的滋润就好不要带给大家太多的挑战那毕竟洋洋青山那我是因缘际会，因为我推动了台湾第一届的精准营养论坛，那因缘际会，那跟吴老师还有我们海大的所有团队，不是所有团队啦，龚老师团队认识，那就越来越多的连结。那因为我现在生意大概有65%到70%都是在做出口，那有日本、有韩国、有东南亚各个国家，那每个国家都在问我说，你的产品在水产怎么用？比如说去到泰国的 CP， 然后他们水产的总经理是台湾人，就问说你们在水产上面的产品怎么用？哇塞，那个猪鸡的实验做很多，但是水产一直都没有机会做相关的实验。比如说像针对白点病针对 EMS 其实目前最挑战的比如说对吴郭鱼泰国的吴郭鱼养好多，那个吴郭鱼的这个叫什么链球菌那等等在水产这部分我们倒是一直还是小朋友所以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那在这边稍微广告一下，我最近又要推动台湾第一届的精准营养精准预防医学论坛，那也欢迎在座的所有有志之士一起来因为畜产也好，渔产也好，其实最大的痛点其实是育成率。那这个育成率不是发生了之后才去解决，而是应该要建立一个最好的方法，如何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用最简单、最有经济效益，而且最健康的方法来去做预防医学，这样对不对？所以在整个预防医学的大架构里面分成5大方向。那从监测所以现在开发出很多监测的晶片，我想应该在座的很多学者或是产业界的朋友，在这个领域都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发展。那第二呢是疫苗，那我想在水产的疫苗也讨论很久比如说用泡水的啦，等等等等，很多人在发展。那第3呢，其实是管理。那管理是预防医学里面最关键的，而且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它是效果最好的。那其实，在产业界里面，我们很多农民在这个区块其实是比较没有做好的地方。那第4呢，其实就是营养免疫。那营养免疫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我们公司一直在努力的地方。那接下来是教育推广，所以今天有这样一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推广的机会，那我希望说透过大家共同的学习跟讨论，那可以把这样好的知识、好的技术能够推广到我们民间，让我们大地的生物可以过得更好。那其实这个也是在做循环经济，也是在做永续的工作。我们育成率越高，我们碳足迹是不是越低？我们的成本是不是越低？我曾经听过
南部的一个朋友说，他的虾子只要养3成育成率就可以赚钱，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真的嘛？那如果我养到9成，我是不是赚大钱？对不对？那我如果用的成本是接近的，那我的育成率越高，我的获利率就越高嘛。所以我们要尝试的让我们的农民渔民能够在这样育养医学的这样的思维，能够去走出他们台湾的新农业跟新价值的一个最重要后盾，就是要靠我们在座的所有先进，对不对？没有信心呢，对不对？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好不好？好，为我们这个畜牧业、渔业一起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为自己加油好不好？为什么叫大家鼓掌呢？因为下午会想睡，拍手会促进血液循环。不好意思哈，那正是今天我的今天要讲的一个大致上的内容，虽然我只有25分钟，其实一个 PPT 其实可以讲1个小时，但是呢，基于大会要求，所以我必须要用到20几个 PPT，20几分钟就要20几个 PPT。那这已经第一章了。那第一章里面我要呈现的是我们公司的很重要的宗旨是 One Earth。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有没有第2个地球啊？没有嘛。国不23种嘛是爱住遮，对不对？所以鼻啊蒙的嘛爱好好过，对不对？所以好好的对待它，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大健康共荣圈，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动物、植物、我们的人类要取得共好，我们不要再去开辟更多的雨林，不要再去开辟更多的山林来做所谓的经济效益的经营，这是不对的。比如说我们虾子育成率是30%，提高到90%，提高到100%，我们需要养那么多虾池吗？不需要嘛，不需要嘛，所以我们要用更精准的方法、更精准的思维来探讨所有的事情。那接下来是我们大家都是地球公民，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价值就是要维护这个地球的生命，维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命。所以我不是在这边唱高调，我们是用行动在做。所以第一章讲完了，等一下可以跳到最后一章了。那我们公司在2000年成立的，然后2010年开始我们导入蓝色革命跟新农业，看起来好像比小英政府走得早，但是其实这个是因为一本书的因缘际会，有一本书叫《蓝色革命》，它其实是从论述的是我们要把蓝天跟蓝海还给大地。我原本是迪化街人，我是台北人，但是30年前，我今年60岁，刚好30年前我下去了屏东，我因为爱上了屏东的阳光、空气、水。屏东的太阳晒不痛，皮肤晒不痛，那里的空气、那里的水超开心的，超开心的。那曾几何时，5、6年前开始，屏东的冬天开始不敢出门，为什么 ？PM2.5，早上的雾不是雾啊。虽然我是文化大学毕业，曾经充分享受了阳明山走在文化大学的雾里缥缈间，那个雾曾经飘到教室来，然后很多同学就从后面溜出去，老师点名都看不到。但是竟然在屏东现在有这种日子，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非常难过，尤其是冬天或是春初的时候。那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解决，这个就是所谓可能是外境飘进来，或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烧煤啊等等的火力发电造成的，原因不知道，反正看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开始导入了蓝色革命跟新农业，然后2020年我们开始投入了生质材料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是经济部长跟总统府的资政在在高雄的一个循环经济园区里面正式开记者会，然后宣布台湾要发展50年的经济大战略。那4大战略里面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生物质材料跟半导体材料4大发展。那我们公司刚刚好在那一天的记者会被邀请去，我是前几天才被 call 啦，心里面超不爽的。刚好那一天是12月25号，大家都在过圣诞节，但是呢，去了之后我超开心的。去了之后超开心的，因为里面只有一家私人公司，我代表了生物质材料发展的这个领域唯一一家私人公司，其他都台资辈、中资辈。那有一点点荣幸，有点惶恐，但是这不代表什么，我只是希望我们台湾在循环经济、在生物质材料这个领域能够不断的向前走。那我是谁不重要，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那我希望带着大家跟大家一起往前走，让世界看到台湾在很多材料的发展上面的一个成功，那大家组织成台湾舰队向世界开去。台湾的市场太浅了，一定要走出去才对。那2030年我希望为台湾至少能够把这个循环经济，台湾一年有大概500万吨到600万吨的生物质材料，就是废弃物，农食的废弃物是丢弃的。感觉上只是数字，对不对？那很多人用一个几个101大楼来表达，我用另外一个表达，台湾一年的饲料量是多少？台湾一年的饲料量目前大概在500万吨到600万吨中间，因为猪最近饲养量减少，鸡饲养量减少，什么原因？因为死光了，懒得呼吸，所以死光了，不能说死光了，死一堆啦，所以饲料量有掉下来了。那这样的比，如果把这些农食废弃物，其实都还可以吃啊。我们一年台湾有100多万吨的豆渣，做豆浆、做豆腐、做油豆腐、做豆干。那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剩下一大堆的豆渣。那这些豆渣有一些吃馊水的养猪农民拿去吃，有一些乳牛的厂商农民也拿去吃，但是量还是很多，吃不完。那剩下跑去哪里当肥料？台湾一年有10万吨的咖啡渣，有5万吨是统一跟 Starbucks 2大家，然后茶渣一年有27万吨。那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再应用到我们畜牧产业，甚至是开发更高阶的植物新药或是保健食品？可以耶。我们把豆渣如果没有落地，那同样的食品链流程继续接下去，它的产业链去开发新的技术，然后把这个豆渣再延伸生产及后端更多的产品，有没有价值？有啊。很多人家里自己做豆浆，剩下的豆渣做成什么？素食肉的汉堡，对不对？或是把它搅成跟肉酱混一混，然后再搅成其他的做成狮子头。所以其实是可以再用的。那我们把它做成什么？我们把它做成鱼松，把豆渣变成鱼松，把豆渣变成天贝，可不可能？可能做成功了。那咖啡渣我们把它做成可以取代抗生素的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刚刚好在上个月拿到日本的专利，预防及治疗
呼吸道疾病的饲料添加剂的专利，够呛吧？够呛吧？那拿到日本专利，老实讲不容易啦。我相信在座的好多教授老师，其实拿到了专利更多，但是我们只是一家小厂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更多的连结跟合作。那希望在2030年可以为台湾至少处理掉60万吨到100万吨的农业食鱼的副产品。那全球都在一直讲 ESG， 都在开始在讲永续。那永续的真髓定义是什么？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都在讲永续，包括以后学术单位也都需要讲永续。那永续到底是什么？永续其实最重要的在商业的定义就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前我们生产的东西不要的就丢掉就算了，丢给大地去承受，丢给别人去承受，把它流到海里，把它抛弃到空中，或是把它做成什么东西，这样子丢掉就好了。但是呢，曾几何时，现在地球已经超过负担了。这9大要照相哦。这9大因素就是全球在评估外部成本的一个重要的9大因素。那可以看到我们蜜蜂不见了。我曾经去到一个国家，我一下飞机吓一跳，看到的都是乌鸦，没有麻雀，那就是生态失衡了。那个国家种满了棕榈树，不要说哪一个国家了不然等一下会被抗议。种满了棕榈树，而且还不断的一直开发土地在种棕榈树，因为棕榈油价格不错，但是呢，环境破坏了。他们棕榈树得到了，那个国家的棕榈树起码有30%会得到灵芝病，起码有30%。那当然创造了生物农药或是农药厂商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那当初他们的现在的财政部长之前的省长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讲说，建议你们国家把棕榈树少一半做间作，棕榈树与棕榈树一排中间再去掉一排，种其他的植物。那这样又可以促进你的产业的另外的产业链的发展，那又可以稍微平衡一下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同样的，养殖渔业也同样的道理，我们一直养同样一种鱼，好不好？不好吗？很好，太好了，有这样的生态思维，真的谢谢你为这个环境。所以这样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已经开始出现很严重的反馈了。那当然今天只有20分钟，不能讲太多。那从这边可以探讨说，这是世界的文献全球已经这6大面向已经超标非常严重了。那这些债留给谁？这些债留给我们现在跟子孙啊。所以这个地球的负担，我们可不可逆？可逆，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它可逆。那起码在可逆之前，我们要先想办法停止它继续坏下去。那唯一的办法，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就是所谓欧盟的碳税。它把成本内部化之后，提高了碳税，让大家有这样的省思。那但是这个碳税最重要的精神不是为了要扣碳税，而是希望大家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去想事情。循环经济的思维不是做回收不是回收业。循环经济有内循环、外循环。那等一下我会讲到内循环、外循环的价值是什么。那透过这样的价值，其实是可以帮企业里面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甚至是增加获益了。哦，大家都以为永续这件事情是要额外花出成本，循环经济会额外花出成本，但是我们是透过循环经济在赚钱的，我们是透过循环经济在赚钱的。那重点是思维，重点是商业模式。那这些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全球的鱼越来越少，那鱼粉为什么越来越贵？从海里面捕鱼，再把这些鱼做成鱼粉来养我们的鱼，好像逻辑有点奇怪哈，对不对？有没有？有嘛？但是正在做，正在进行式，有没有可解决？大家都在解决，所以一直开发出很多植物性的发酵产品，或是水解的产品，来去想办法能够替代，或许效率稍微差一点，但是它是可行的一个方向。哦，那这个都是在讲这个，因为我刚刚浪费很多时间哈。那2023年已经有3点多亿人面临到粮食危机哈。那未来的粮食哈缺粮不会是临时的，而是变成未来是新常态。所以未来的粮食危机，大家都要放在心里，用行动来去面对这样的粮食危机的风险跟可能。那台湾周边都是海，我们的玉米、黄豆、小麦全部都是进口的。那我们用玉米、黄豆、小麦生产饲料，去生产动物性蛋白，那我们是不是直接、间接的动物性蛋白全部是靠进口？这就是国安危机。那刚刚讲到了，剩下2分钟我就直接跳到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章的内循环与外循环。那这一章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循环经济。在座有几位朋友都听我常在讲，这个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精神。那循环经济重要的精神是永续的服务跟质量不灭。我们必须要斤斤计较，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这样的思维，所以要内循环。然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再去一定要采购，可以用租的。所以未来政府的采购，这些相关设备的采购，大概都会转成用租的。因为政府买了一堆闲置的东西，然后几年就要摊提掉，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是可以用的。那这样就报废掉，很可惜。所以与其这样，不如以后就用租的。那以后的电灯也是用租的，我们只要光就好了，不需要灯具。以后的冷气会用租的，以后的桌椅也是用租的。就像我们今天场地就是用租的。那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物质的浪费。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高质化与多元性。比如说我们把咖啡渣开发成 公开场合不能讲 SK 叉叉，就美白的原料，把咖啡渣开发成美白的原料，然后把咖啡渣开发成取代抗生素的一个新的物质。那因为这个产品我们正在去透过 UPL 新 MAS 正在追它的真正的有效成分，那也正在追它的 mechanism， 那预估大概年底会完成。那我们是用 microplasma 攻读，所以很臭屁用 microplasma 攻读有效，而且比抗生素效果还好。那台大已经发表学术论文，那专利目前日本也拿到了。那如果有效成分机制全部确认，大概年底或明年初会开国际记者会，因为可能是新compound。那它的阳性菌、阴性菌跟霉菌都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但是我没有跟外国霉素比啦，只用跟几个2线抗生素去做比较，效果算还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事情是系统性的问题，必须要用系统性思考来解决。那台湾是最多元的产业，台湾中小企业占的整个企业体超过 90%， 那是全球最多元的一个产业环境。那未来要走向世界，一定要合作。循环经济的未来如果没有合作，它的关键就是合作。如果没有合作，什么都不用讲。那我们就直接要到我最后一章我们把绿豆壳、把茶渣、把咖啡渣、把豆渣都已经完成研发了。那直接跳到这一章，内循环未来的新的工厂。这个工厂我明年就要起造了明年我2厂在今年的11月会完成示范厂，那示范厂完成就会马上盖3厂，这个3厂有3公顷，那未来会处理掉台湾40到50万吨的豆渣，这个厂3公顷，那这个厂基本上是一个固态发酵厂，那4000坪的基地，4000坪的厂房啦，那会有太阳能。那接下来呢，发酵过程里面，第一个要干燥嘛，第二个会产2氧化碳跟氨气。那氨气跟2氧化碳里面，我利用绿藻跟浮萍去把它做固碳，来生产绿藻跟浮萍。我生产绿藻跟浮萍就免费的新原料。然后我又可以再进行下一个生物质材料的开发，那我又可以把2氧化碳跟氨气去把它利用下来。那另外呢，我们过去在干燥过程里面产出的热跟干燥完的水，那它形成水蒸气就把它丢掉，对不对？那我们利用气压涡轮的设备去把水蒸气留下来，去把水蒸气留下来去发电。那光这样的5万吨当基础的豆渣原料，我就可以有这样子182万度电跟136万度电的生产。那这样的电，我基本上这样的工厂就绰绰有余，不需要台电。我可以卖4块多给台电，用3块钱的台电的电，我还可以赚价差。那另外冷凝下来的水是蒸馏水，是非常干净的蒸馏水，这边可以卖这个，以后大江的这个水可以跟我买。我这个基地在农业生技园区里。那这个是内循环。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内循环就是把以前我们自以为应该丢掉的东西，我们透过技术、透过设备去把这个所有的价值留下来。不晓得这样一瓶多少钱3.5吨的水，不晓得可以卖几瓶。这个获利搞不好比这边的获利还大。但是呢，这个是外循环，我这边整个厂可以做到整个厂净零，那个生产的整个过程，每个产品都可以做到净零。那净零的产品，就比如说做完的豆渣的产品，我卖到饲料厂，我的碳足迹是0，我1吨饲料用100公斤、200公斤、300公斤，我是不是帮我下游的饲料厂减碳了？对不对？减10%、减20%、减30%，那减碳的饲料再进入到下游的产业，农民是不是又继续减碳？所以这样的 OK， 最后1分钟，这样的产业链跟物质流是可以促进每个碳边界的减碳。那每个碳边界的减碳里面，它的碳价值跟碳汇是不是出来了？这样又可以帮饲料厂赚钱，又可以帮农民赚钱，然后到最后的物流的通路里面，又可以产生赚钱的碳汇空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跟人保合作的项目，做 AIoT 的全面导入，去做碳盘查、碳管理、碳汇计算，还有未来的碳价值的空间。这个是我们目前跟人保正在合作的。那我们目前已经做到这里了。那这里是3厂，目前正在进行往前走。那未来的新工业革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那我们必须要在环境经济里面去永续经营跟世卫的投入，才会系统性跨域的整合，才会迈向台湾的新的未来、新的价值。以上，谢谢。非常谢谢杨董健康生技的这个在循环经济农业废弃物这边的应用的这些努力。因为时间关系不好意思，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可能这可以给杨董更长的时间来分享那下一位请黄老师。好，那我们这个session的第2位讲者是我们达德能源集团林志新经理那林经理的话，他本身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太阳光电暨储能品质安全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那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水产种苗协会的第10届理事那也是云林县智慧绿能渔业农业发展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我们今天的话，很荣幸邀请到理事长来给我们分享如何创造渔电共生的这个多赢局面我想这个是现阶段能源在渔电共生如何做一些突破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掌声有请我们李经理来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洪老师、韩老师，还有周老师，还有杨董，刚才非常听了一些内容其实都跟我们运动方面都有一些相关联其实来讲，其实刚才杨董讲的有些内容是跟我们蛮契合的。其实来讲，我们也一直在，我先谈一些就是有关 ESG 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倡议所谓的行动 ESG， 因为我们现在所上的 ESG 都是在书面上。所以我们协会成立这个协会，我们现在的协会会员大概有1000多人，都不是老板。那我本身也不是老板，我只是个从业人员。那因为看到了很多社会上的不对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党政，正在倡议这些事情。那也是认为说，未来 ESG 来讲，应该来讲，我们是从我们本身来做起。恁家的电有欠的。恁家的水你有注意没？恁家的垃圾你有回收无？假使说各位都能够从这方面去着手，然后在每个企业里面，在每个学校里面，在每个单位里面，都有设一个 ESG 的管理人。其实来讲，台湾以后不用到台电，就把台电的电话在一度7块瓦，4块多，去年才2块7。各位，我们的电未来还会不会再增加？会。因为台电是在跟我们讲，咱台湾的电是专家。各位对渔电共生有没有去看过渔电共生的？我想问一下，有看过的请举手。哇，有蛮多的那各位觉得有成功的有没有？请举手。你们认为有没有成功的？有没有 ？OK， 各位，我在上海有做渔电共生。那我们的公司也是做水产的，那我们那时候是跟大陆的一些产业界合作，做一些渔电共生。我讲他们人家真的做成功了，现在是做到马来西亚，在印尼这个部分都有做，都做得很成功。像咱台湾这个没情况，大概以电为主了以电为主，所以我本身也是业者，所以我们公司到现在我们都对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希望是以渔业与水产为主，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部分。你别讲40%啦，我30%嘛要做，
但是我还是以养鱼为主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倡议，就是说水产为主，电为辅这个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太阳的观念，为什么以前很多的渔民很多人就说想让太阳光电是不是洗洗了，你的房是不是对鱼会有些影响其实来讲，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一直在倡议，就是说未来我假使要去做渔电共生的工作清洗，我们会先从它的建制板里面，再是回收，就是刚才杨董讲的部分，我们会把鱼的部分再进入到要去清洗的时候，我们会先做水质检验，那清洗之后，我会再做一次水质检验。比如说清洗前跟清洗后这两个部分的清洗检验，我们会让我们的渔民这边先看一下，假使有变化，我们要赔偿。这是我们在讲的一个安全，叫养殖安全的意思。再来就是太阳光电的系统，其实在讲，各位以前都用到了电池嘛，电池也捞什么米啊？有那些脏的东西那些对鱼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来讲，在整个部分，你假使说整个都没有把它串联好，其实来讲，它是对鱼会造成伤害。你的稀有一孔它就死给你看，但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整个太阳光电的系统里面，整个的变流器这个部分都是要整个去做一个管理跟管制的部分。这也是在整个清洗的部分这也跟各位讲，都是全部用清水，但是我听说我们有些同业还是用一些药水，有些药水，因为它可能接近到海洋的地方，它因为受到一些气候的关系，它还是会稍微有点药水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在查，我们协会也正在查这个事情。那政府的渔电共生政策，其实来讲是讲得很好听就是以养殖渔业为主绿能价值为辅，但是其实来讲，它还是都配合现在的绿能政策那我们也一直在倡议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以渔业为主，因为我们跟一些渔民我们云林县的跟彰化县的，我们都是有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部分。其实来讲，现在的渔民他们的生产，假使没有做电，不会顶尾瓦就是说以他们的技术来讲，他们说他们其实一年的生产都至少可以到200万、300万。我们以养虾来说了最近他们的生产还不错。那大概就是因为生态的问题就是一些我们在讲我们的海水的变化产生一些咸度不高或是太咸了，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在期望台风进来，有时候台风进来也是一个好处啦这个是渔民的心态但是经过一次以后才能够再把这个生态再重新再乱一次渔电共生的多方效益的部分我们从整个部分有一个蓄电的、农电的跟渔电的那这是我们水产试验所应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例是失败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来讲，它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使用以多元利用为优先。那再就是提升养殖品质的部分那目前来讲，这个部分其实是以畜牧业可能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就是降低温度这个部分。然后在农业跟渔业来讲，其实还看不到真正的一个优势这个是屏东，因为我们杨董他们家乡的那个地方在向阳那个位置。那这个多方效益的部分，就是我们是用复合式的土地的多元利用就是说希望它能够在整个部分，其实来讲，现在整个大概台湾应该说88事件以后，就是被前那个七股以后，其实很多我们都会尊重地方的意愿不然的话，其实来讲政府只要听到说得用抗争力的卖者就是说这个部分也是尊重这个部分。那在这个维护渔民的这个权益至少要能够保证7成的
平均量，各位这个7成平均量，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都在5成左右，都在5成左右而已，不到7成，甚至有可能不到3成也有，好，不到3成也有，就是说，都拿去买过来再来放，也有这种事实哦，买过来再来放。然后最后就推动黄色评估哦，这是因为生态的需求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运营模式的话，其实来讲就是土地所有权人、养殖户跟电业商的部分哦。那在这一边，其实我也跟各位提一个，我们现在在倡议的叫做宽电信托。宽电信托就是用信托业来掌管这样子的一个定业，其实未来会放在这三个里面的中间，就是用信托来做一个管理，这是未来我们倡议的部分。但是我们跟我们的系统工会提这个东西，系统工会是持反对立场，因为会牵扯到利益问题。那我们跟政府在提倡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积极在找银行的部分来提倡，说由银行来掌管整个信托的部分，比如说资金啦、信托啦、技术啦，还有整个保险保障跟保护，都由信托来做一个总和管理的部分。哦，这张是给各位看一下啊，渔电，你只要推展渔电共生，在我们台湾整个运作的期限，好，你个爱维护。各位问一下，知道的哈，来，我做个问卷调查，认为半年以上就可以拿到渔电共生的，请举手。没哈，拢没哈，来一单呢有没有？来1年半的。没有，2年的有没有？一个，来2年半的有没有？3年以上，哦，大概在，我跟各位讲3年半，3亿多。啊，你最看现在的我们叫抖售费用，今年交收是4块，我3年半以后变成3块，各位。对投资人来讲，是真的是不对的哈，所以我说政府在有点这种政策真的要变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先让各位知道一下，好，这个部分为什么会现在渔电共生会这么失败，那也牵涉到这方面的事情，也跟各位讲，连外资都不敢进来，真的连外资都不敢进来。那再有，这是我们的渔电共生的落叶，其实来讲，我们在整个要去看渔电共生。这个是我在开发的时候，我根据我们的经验哈，这一张给各位看，这是很难得的一张，这是我们统合出来的，要去做现场的基本条件的说明，这些都是必要的了解，不然的话，你再去做渔电共生，你根本是不了解说要怎么去跟他做规划，这一张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基本的文件哦，这是你看整个这些文件，就是要这些文件才能够去申请，这个部分。然后再来我们再讲8大诉求，就是以生产为主哦，就是其实台湾的水产事业在30年前，台湾啊，都讲 No.1， 现在已经变成 No.3 啊。为什么？其实台湾的渔业在东南亚，在亚洲国家，那么说日本，甚至日本都还在跟我们学习，这是在20-30年前。但是这几年来，我们的渔业一直在退化，一直在退步。那这是什么原因？其实来讲，我们也认为说，是不是在整个鱼类的生产里面，我们对鱼的生产的价值，那你说，我曾经我们的一个老板哦，因为他是那个水产业的老板，我们3餐都吃鱼，各位3餐都吃鱼哦，你知道吃什么的吗？吃那个酒斑，那个很高贵的，但是都是吃的，我觉得他身体很好，他没有三高，也没有任何的病症，都是一点都不生病的，然后他就吃鱼，那我觉得鱼类给人类的感觉是，它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营养品跟蛋白质的来源。
那为什么以前我们的老灰阿人也到底海边啊，他也是吃鱼，吃鱼来讲，他只要是吃的不要说太离谱的，我认为大概他都能长寿。像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的一些海岸地区的村落，几乎长寿村非常多。那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渔业假使自己再不把握，那我们的营养要靠药物吗？要看生计吗？各位，你们认为这个东西会长久吗？你也现在用钱去花，为什么不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渔业做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倡议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以养殖为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整个规划设计都会有一些以水产它的特质为主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倡议新台湾渔民的养殖模式，它是一个科技的智慧的，它保障产量，能够提升收入的跟产业的升级。然后再就是关键的配置规划要结合环境的需求哦，就是我们也是需要用永续的部分哦，自然永续的概念去做这个部分。然后再是多元发展渔电共生的政策方案。那这就是运营后的管理，那个比较重要，就是清洁低碳的水产。然后就是辅导渔民的知识，跟提升他们的能力技术哦，然后贯穿这个渔业的新生机。那最主要是产销合一啦，因为现在产销很多的渔民他们都在讲，就是产销这个部分他们是比较在销售方面行销方面，他们可能在这个部分都是需要人家去辅导，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能够做到一个永续的一个低碳。那最重要也是一个碳权的部分，就是蓝碳，发展蓝碳，这是未来渔民的第二的财富的来源，这我们也是会倡议这个部分。那目前来讲，养殖业有一些新的多元发展的部分哦。其实来讲，养殖业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些，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些食品安全、利润低、水源污染、滥用药物、养殖管理缺乏品牌、成本。缺乏管理、产能低落、物流运输的问题那这是我们目前养殖行业存在的一些主要的问题。那各位，这是我们整理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养殖的形态哦，这是室内型的、屋顶型的，草虾、白虾、菌和鱼这部分。那各位可以看整个渔电共生它的形态有立柱型、浮台型跟温体型。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养白虾，这是真美金我们的同业所做的这个也是失败的案场，失败的案场。那这个跟各位看一下，各位可以注意看，它整个柱子都是在里面的，那它没有为了虾池的生态去做考量。那这是天王的案子，这是在台南的，这部分是最近才出现，听说。他们有生产成功，这个我还没有去研究一下。我在报章杂志最近新闻有提到他们的部分。那这是许可鱼的部分你看各位，这是室内型的，它这是室内型的，有点半室内型。那这是这是在水产所，这是水产所新的那个养殖的部分。各位，这个柱子柱子。文可它在柱子里面是还可以的，那这样是鱼类的话是不行的，因为鱼的生态是循环的，你在挡你袂再无挡，那要是遇到柱子的话也去弄掉，它会去撞那个部分，所以那个柱子是不能养鱼的所以这就是跟各位解释一下。那这潭眼的石斑鱼跟白虾这部分，那这个是政府的一些高官就看过那目前台眼也在积极的在整合一些可控的部分在研究。那这是我们所做的 SWC 的一个分析其实它的优势就是减少一些成本那台电这些一个备载量，这是未来我们假使能够用渔电共生，然后自发自电，或者是有一些能够把一些电放在渔场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功能。
这个部分。那这是国外的一个研究报告哈，这个是整体在做的一些它的产量的部分的一个水质的部分可以可控的部分哦，它也是做到一个循环水系统，把太阳能发电系统跟环境调控系统跟生物体的一个测量系统，它整个都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它是未来我们能够做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的参考。那这是鱼菜共生，其实来讲，鱼电共生以外，也可以做鱼菜共生，好，这个部分能够让未来我们的附近的农业啊，也可以来共同生长这个部分。那这是我之前服务的公司的一个样式的内容，我们是养石斑，我们是养石斑，但是这是一个立体型的一个养殖模式。各位上面我们上面是做太阳能，但是它这是属于工厂化的养殖，工厂化养殖。那各位可以看它这个是可以立柱型的。那下面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管制备的一个企业，它是做电子的，它在昆山他们也是养石斑，但是它一只石斑听说卖不出去啊，因为太贵了，所以他们几乎都自己在吃。好，那他们也培养了很多台大，还有我们海洋大学的学生都在那边上班。哦，这个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我就不讲了。哦，这是未来的养殖新模式，这是一种建议啦。那这个部分是我当初在辅导的时候的一个案例哈，全部下面都是养虾，那我们是把它整个大概放了大概有35%左右的太阳能板。那现在这家公司也做得很好，这个部分。那未来我们讲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其实就第一个是互联网、品牌、国民大健康、市场的需求跟环保的养殖。那这都是全部都是在围绕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产业链的部分。跟各位讲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来讲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未来在整个部分的一个串联。那再来就是我们认为在未来绿色产业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整个绿能科技能够放在养殖业的部分，它就是一个能够节能的、储能的、创能的，还有智慧系统的整合。其实来讲，跟各位讲，渔业这个行业非常有价值。我跟各位讲，不是在鼓励大家去做渔业很多老人家、很多退休的人，他们现在都想要去做渔业，因为他刚讲我的饲料可能的啊，自生自灭，其实来讲不见得所以说这个部分，未来渔业可能会变成我们的所谓的第二生命事业，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渔业来讲，它可以创造的东西非常多。你只要用心的要去养它的话，其实它的产能也是蛮好的一个产能，这个部分。我们在讲渔电共生的三方的营造的部分，其实在讲电业商，我们其实来讲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投资的部分而已，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说，但是他要考虑到下面的这个三角结构，说地主跟养殖户要怎么去创造，让他们能够做起来，让他们租金能够拿到，然后还有就是工作权利，就是说我们要辅导怎么样让渔民也一起来参与这个工作的部分，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创造它的多元局面。那整个结论的话就是，推动渔电共生是可以确保渔业的生产，然后保障渔民的权益，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环境达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现在渔场可以做成观光场，各位清楚吗？可以成为一个观光用地的一个使用。各位你们要想说，我离港我去捆拜哪里100万再去鱼啊去钓鱼啊，然后我在那边钓完以后可以在那边烤鱼，而且这个鱼是新鲜的。那这样子的生活，你想一下是不是很舒服？处理人拢底下在底下夹鱼啊，然后来看这条鱼钓的鱼是什么鱼，来研究鱼，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哈。那下面的部分，那我大概就是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哈。这是我们公司，我们也是做风力的，谢谢。谢谢各位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跟我们联络，谢谢。好，谢谢林经理精彩的分享哈。我想下一次如果在演讲的时候，可能问说，那个光电做好了，那可能会有更多人哈。那我们期待哈这个产业的发展哈。那是不是我们下一位龚老师？是那接下来我们请到这个新创生技的总经理徐家凯总经理也是新创生技的这个创办人。对，那徐总经理许博士他也是我们海大海生所的博士是我们陈立老师的博专学生他已经毕业了。那今天许博士要帮我们介绍他们公司就是最近刚拿到这个所谓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第一个首例的 Diversified 的这个白眼病毒这个免疫快筛的试片那就把时间交给许博士。好，谢谢老师。在座各位老师、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我许家凯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做这个虾类疾病识别精准检测的一些这个成果，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公司呢，这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大概一开始是做新颖生医，是做检测技术服务以及实验室。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技术服务，也发现台湾有非常多很好老师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商品化。所以我们在2014年成立新创生医，主要是来做产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实验室是 ISO 105的认证实验室，那我们也做很多的一些检测服务，包括这边讲，例如说白点症病毒或者是 EMS 等等，我们大家都有提供。那我们的实验室大概也蛮完整的，所以在座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需求，也可以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自己的生产的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做水产的，我们最主要一开始是做核酸检测起家啦。那所以包括像例如说 COVID-19 的，我们有拿 EUA， 例如说我们的这个CDC 的肠病毒检验试剂，那也是我们所生产的。那但是我们在这个水产这边呢，除了核酸以外，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能够在池边检测，所以呢，我们就开发了有关于这个下半年这病毒的这个快筛的试片。好，那我想刚刚前面的先进讲了很多嘛，好，那我想海洋资源的永续是我们水产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刚刚先进提到说要怎么样这个节能这个净零碳排。那我们例如说养殖的一个失败，例如说育成率的不高，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很多的损失。那同时也对于这个资源的永续也是一个浪费。所以呢，我想怎么样去做一个管理，能够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成功率，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成功率，控制我们的风险。那我想检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所以我大概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过去我们提到检测，那很多的虾农我们去这个现场跟大家拜访，那提到说检测就想到还要再花钱，那想到还要再花钱的状况下，他就觉得不好了，还要再花钱。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做检测是因为它的成本。可是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我的检测可以提供做一个风险的管理的依据呢？如果今天的你的虾子出了状况，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那很多就是等嘛，对不对？或者先收个一半，降低一些损失。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知道你的厂里面的虾子呢，可能已经有，例如说50%已经感染，我已经确定是，例如说白血病毒的爆发，那我可以尽快的马上来做一个紧急的采收等等，降低我的损失，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依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应用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那我们除了提供这个检测试片以外，我们的产品还包括了做这个核酸检测部分，例如说WCD、EHP 等等，那这个目前也都有在做销售。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有关于抗病毒的生物制剂。那这个主要是希望能够对抗白点症病毒。那今天我主要是 focus 在我们的这个快筛试片的部分。那这边讲到2个字很重要，就是池边嘛，对不对哈？
就是我们在 COVID-19 之后呢，我们来讲，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非常的容易，因为大家都理解什么是核酸检测，什么是这个免疫快筛。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说，而且现在的人都能够了解说两种检测方法的差异，到底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状况适合用核酸检测，什么样的状况用免疫快筛。那我相信在中间有非常多的同业和先进等等，大家都在研究怎么样可以把核酸检测做在池边，或是核酸检测做在现场。那举例子 ，COVID-19 的时候例如说我们郭董有口水鸡嘛，对不对哈？希望能够在家里可以做核酸检测，那也的确很成功，在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就可以贩售，可是好像卖的不是这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在现场最容易被接受的？那我们发现可能还是用，虽然免疫快筛不是很先进的技术，可是它是目前最能够普及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积极的来做一个投入。那这个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它所这个成人动物的这个检测的这个 menu 里面所提到的这些list 的这些的疾病。那其中沙白人病毒呢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边其他目前还比较常见的可能，例如说 HHV、APEN， 那还有 YHV 大也就是泰国。那其他的一些疾病目前就是 EHP 目前大概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那白血病病毒虽然已经蛮久了，可是它目前应该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疾病，因为虽然它不是常常被提出来，不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新兴，可是呢，例如说像我们最近收到客户端回来的讯息，目前例如说最近最近开始，像白血症病毒在几个国家也陆续开始在爆发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一个疾病检测方法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几点。我这边大概去点出几个点，大家去想想看。例如说，你需要那个合适的性能特性例如说分析灵敏度专一特异性等等。举个例子，像我们 COVID-19 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一开始都是要求要做核酸检测，因为我们是要很精确的能够把这个疾病能够封锁嘛，对，能够把隔离，把人这个。可是当已经普及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再去做核酸，可能就缓不济急了。大家能够用快筛的方式，大家先至少确认是不是这个感染。所以虽然核酸这个快筛没有核酸检测这么高的灵敏度，但是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如果是机场我要防堵，那所有人做核酸，也许可以早期侦测。可是如果我要阻断它的流行，例如说做适当的防疫措施，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盛行的状况，那可能做快筛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再来的话，你的检测的话，还要考虑检测的时间，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像核酸检测，虽然现在大家也很普及了，例如说 COVID-19， 大家去，也许这个我们的检验单位大概号称4个小时嘛，对不对？但是送进去大概也就是1天的时间能够拿到报告。可是快筛的话，大家也做过嘛，15分钟，顶多30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这个在你做判断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是在养殖现场，我的养殖现场到实验室，我举个例子，像泰国，它有提供这个香农可以送这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做检测。可是你想，我从我的养殖现场就算寄个快递什么到实验室，然后等到检测结果报告出来，是不是也要个2-3天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可能在我们发病的状况下，可能你已经看到怪怪的虾，你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等到得到结果报告回来的时候，可能那只虾已经倒了，对不对？所以现场能够来做这个检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再来的话就是你的预期用途是什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说，我到底检测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检测的通量跟成本。好，那例如说我们的快筛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室温保存，它的运送，它在室温保存操作容易。其实室温保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都必须要使用这个，比如说都要冰负20或者是要专业的人士来做操作，那等等就比较不适合做现场的一个检测。好，那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list的这个检测方法里面，其实这边大概都是比较适用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个核酸检测 NAT 的方法。
那对于这个抗体啊哈，以抗体为侦测抗原为基础的这个免疫的方法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在就是说做一些这个盛行率啦，或者是做一些预测诊断啊，或者是做一些确认诊断上面，大概都是认为说它比较只能做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筛检啊，可是不适合做这个确认的诊断。而我们这次就是突破了这个结果，那待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成果。好，那这是我们的成果，我们的产品了哈。那东西很简单，就是有一个管子里面有个萃取液，然后有研磨棒，有 dropper， 然后还有我们的试片啊。那我们这个呢，其实很适合在做现场使用，而且它不需要很多专业的训练啊。那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检测灵敏度。那这个检测灵敏度的话，我们是号称是大概以抗原来讲的话，就是 0.4 个 nanogram，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生产的时候可以做到 0.08。哦，那这个应该是相当的一个灵敏啊。那也有人问我说，那你这个相当于多少的 copy 的病毒 ？OK， 虽然严格讲说，因为侦测标的不一样，一个侦测蛋白嘛，一个侦测核酸，两个不能比。但是既然我们去申请的时候，人家问我们这个问题，我还是回答一下。那我们大概做了一下测试，其实在我们就随便抓了几只虾子，然后来做测试，大概可能100哦。那100 copy 其实讲真的啦，你问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高估啦，啊，就是不一定，我认为 general 来讲，如果你做大规模测试应该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这个是实验室工读的虾子来讲的话，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我认为是这个也是按这个，因为毕竟两个不能直接对比，跟你检测的时间会蛮有关系。好，那使用的方式呢，其实相当简单哈。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把盖掉啊，我们把这个虾子的鳃，然后取出来以后呢，在这边加入去研磨，研磨了以后用 dropper 把它滴到我们的试片上面，就可以得到结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做的实际，它不会动。点一下。这个是实际滴下去各位可以看到的状况。这个我是越南做的。那当时呢，当然他们就有这个虾农就拿着虾子来说啊，这个虾子怪怪的哈，就是状况不好，然后我们就实际来测一下。那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复合式的感染，包括虾白疹症病毒，然后这个 APEN， 还有这个EHP， 很多的复合式的感染，所以其他的存活率就其实是蛮低的。那所以当虾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样检测就很重要。所以就在短暂的时间，各位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我们这个 test line 已经有讯号了，大概跑过去就有讯号了。所以可见这个感染的量应该已经是蛮高的。OK，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是我们实验室测试的结果。那我们大概3年前我们大概这些测试就是3年前送这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认证嘛。那在实验室的攻读虾的一个结果来讲的话，实验室攻读的虾子的结果来讲的话，如果我以 CT 值小于 32.5 这是对比这个 CT 值是 CT 值，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哈。那我们对比的方法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手册里面的这个标准方法，qPCR 的标准方法。那以 CT 值 32.5 我认为 CT 值大于 32.5 就认为它是阴性的话，那我的检测灵敏度可以到 99%。那如果是以 CT 值40为这个阴性的话，大概 85%。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一件事情，我里面有多少个样品是高感染，多少个低感染，就是直接影响我的这个检测灵敏度，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检测的这个专一性呢，我们这个专一性相当的高，测到目前为止，大家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伪阳性的一个状况哈。目前的这个专一性大概都是100%。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这个结果相当的好，那我们也发表在期刊上。可是这么好的一个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只是因为我实验动物在实验室的检测，在现场不一定是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我们想要了解在现场这些生产系统里面的虾子的一个状况。好，
那所以呢，我们在取了4批次现场的虾子来做一个检测。好，那第二个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实验室的攻读下来讲，我们可以在检测是可以在这个攻读后16小时就可以测到，16小时的虾应该100%都可以测到。好，如果以试片来讲，那是相当的灵敏，因为大概是病毒复制的第一个 cycle。OK， 那所以我就想知道说，那我们的这个在真实的这个生产系统虾子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那我们这个技术平台如果是跟其他的相同的平台来比，我们的状况好不好？第三个，我们想知道说，那这个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个 intended use， 就是预期用途？那这是我们实际做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以这批的生产虾子来讲的话，我的灵敏度如果以 CT 值小于36，认为是阳性的话，我的灵敏度是 84%。那如果是 32.5 的话，在 92.5%。那如果是有症状的虾子，大概 93.3%。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它的灵敏度还相当的不错。那其实它跟这个核酸的检测大概就是差了核酸大概就差了8个小时左右啦。如果以攻读的虾子来讲，好，那你如果差了8个小时来讲的话，其实事实上我在检测灵敏度的提升，也许我今天测到有，我明天再来测一下，或者是早上有，晚上再来测一下，其实就可以 cover 这个灵敏度的一个差异。再来的话，我想我们跟这个大家普遍最常用的这个COVID-19 的快筛试片，那这是一篇回顾性的研究嘛？那这里面用的包括了统计的，包括了94篇 paper 30种 kit 里面有74000多个这个 case 的一个快筛的结果，你会发现说，我们 general 来讲的话，这个快筛的灵敏度，就是 COVID-19 快筛的灵敏度来讲的话，大概 overall 大概 70%， 然后专一性 82%， 然后 CT 值大概小于25的才会有 96%。那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试片的话，虽然测试量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这个不管是检测的灵敏度，或者是这个检测的灵敏度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到的 CT 值都是优于这个一般普遍的一个状况，所以代表我们也有至少达到或是超越这个层次了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说，那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的 intended use？ 那我们讲说 intended use 就是说我们这个预期这个可以刚刚一开始讲到说你预期拿这个工具来做什么。那如果看 intended use 的话，那我这边的话，我想我们是相当符合这个预期的用途，而且很重要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前面讲，我可以拿这样的一个系统作为一个风险的管理。当我看到异常的状况下，我每天固定可能我看，这批虾怪怪的，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些你去巡池子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我就可以拿来做检测，死掉的我可以拿来做检测，然后我如果发现的时候，我可以进一步的可能是随机采样等等去了解我池里面的一个感染情形。好，那所以我们是在6月20号正式收到这个OIE 的通知啊，就是说我们取得认证，那目前也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边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intended use 的部分。那这个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给我们的认可，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在这个试剂可以用在什么样的用途。那这个第一个是现场临床的病例确诊，所以它可以拿来做确认，它可以做疾病的 confirm。那包括疑似病例及阳性病例筛检。第二个，估计感染盛行率，以促进对生产系统这个虾系统的风险分析，协助管理食物那但是它有特别注这个测试工具不适用于评估种虾或后期幼虾的盛行率，OK， 或者是这个移动的分析。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明，就是当然这个他也跟我们讨论了一阵子，但是这是对的，因为我如果像在这样的预期用途下，你很灵敏，例如说你是要做这个虾苗进口，对不对？或者是你要是生产虾苗卖给虾农，你只靠和这个快筛，它的灵敏度是不够的，它有可能会有这个灵敏度不够高的状况下，可能就会有这个带有这个病原在里面，潜伏性的感染在里面。那这个对于疾病的防堵防治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做这种状况下非常高的灵敏度的话，就不适合使用这样的工具。可是你在养殖现场在用的话，我们这个工具就非常的适合。再来的话，当然它可以与其他的诊断来做结合，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对应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以刚刚回到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第一章，其实讲说我们这个我想这个 menu 上面提到说这个免疫检测方法，应该以目前来讲接下来下一步更新，应该就有机会把我们这个列进去，可以使用在这样的一个用途上面啊。好，那最后来讲，我们来持续的一个更新，这个也是来自于市场的回馈。那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又刚刚讲用 dropper 吸起来，那结果呢，市场的这个用户呢，可能就是有人吸了以后会塞到什么那个组织塞住了，有时候没有吸到，吸的量不够，所以会回过来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坏掉了？那个我的 test line 有讯号，我的 control line 没有讯号，这个一定是坏掉了。后来我们发现，它吸的液体量不够，所以根本没有跑到control line 啊，所以从此，然后还有人说，你这样好麻烦啊，一支一支这样去吸，所以那它的筛检一次可能是有10支下、20支下，它有一整批的筛检，所以我们后来就改进了，我们有 V2 的试剂，那它可以用这种是试片的方式，就是研磨完以后也不用 dropper， 就直接把试片丢进去就可以看到就可以来这个直接看到结果。那我最后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际操作的一个状况。首先就是取虾子的鳃，那不用取太大。那这个其实我很怕客户取很大一块，有的客户认为取越多越好。那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 license buffer 也有一定的对应哈。那再来的话，研磨，接下来就是做一个研磨的动作。那研磨的时候，其实也不用把它研磨得非常的碎细啊。那我们主要是能够让这个病毒 release 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试片直接丢到我们的这个管子里面，然后就开始看它跑上来。目前各位可以看到它在跑，然后很快就有，可以看这边上来，它其实这边就已经有线了。这个就跑上来直接就有，那比较高度的感染，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好，那我们的线就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得到。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2代的试片，目前正在投入生产。好，那最后我们希望从我们刚刚做的这些产品，能够希望为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永续能够能够贡献我们的一个心力上。谢谢。好，非常谢谢线上生意徐总的这个精彩的演讲哦，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哦，期待以后可能有更多的这个病原的这个快筛试剂可以开发出来。OK， 那后面最后一场，好，那我们这个 session 的最后就是第4位讲者哈，是郑浩生副理哈。他是我们海洋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哈，也是我们张校长的学生哈。那今天他为我们带来这个就是草本萃取哈，用在就是虾子。我想在座各位应该都蛮关心这个微孢子虫的这个问题哈。那现在他们有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哈，那我就是把时间交给我们那个副理谢谢，掌声有请谢谢。好，谢谢老师哦。那各位先进、各位前辈，大家午安。那如同刚老师说的，我是海大毕业学生所以其实在座周老师、龚老师、张老师，我都修过他们的课。那我指导教授是张老师，他现在在摇滚区听我这边讲话，我觉得蛮深感荣幸。OK， 那刚才前面的话，很感谢徐总经理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疾病检测的部分。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schedule 排得非常的好。我们先讲检验，发现了问题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告诉各位怎么处理。那接下来会 focus 在我们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疾病，叫做 EHP。刚才徐总这边也有提到，那以及我们公司如何利用我们开发的草本植物萃除配方来解决这个问题。OK，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神农生技。我们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但是可能业界比较少听到我们的名字，是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专注在畜产上面的饲料配方以及各种的添加剂，做营养保健品的部分来取代传统上的动物用药。那在近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在畜产上已经发展出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功的案例，把我们研发的量能投注到其他的产业里头。因此，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实验室，并且在2019年的时候投入到水产养殖的这个市场头来。OK， 这是我个人介绍。那我其实是在水产养殖系毕业以后，那我先去了南美洲的厄瓜多，透过外交技术团的机会去南美洲厄瓜多服务，去辅导当地的渔民做牡蛎的繁养殖以及微细藻类培养，
以及辅导一些当地的养虾户。那在当时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在亚洲常出现的虾类疾病，在南美洲都完全没有。为什么？第一个是他们的放养密度比我们低的非常多，第二个是他们离大部分的疫区都有一段相对远的距离，那加上大部分的虾类都是以冷冻的方式运送，所以其实疾病很难到他们那边去。所以就表示我们其实不一定要用药，我们可以透过环境调整的方式或营养补充的方式来解决很多动物性疾病的问题。OK， 那讲到今天的重点，什么是 EHP？EHP 它叫做虾类干胰腺微孢子虫，那其实是在近年来蛮新兴的一个疾病。那这边呢是我们统计，在2010年应该说过去50年以来，虾类面临的各种疾病，然后以及它整体产量的关系，我们会发现白虾这只虾子真的是一身波折，从早期的 IHHNV 啊，到后来桃拉、白点、黄头等等，但是这些疾病没有把它打倒。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头，其实虾类的养殖的产量其实年年还是有逐渐增加，即便有几年是负成长，但最后可以弹回来。真正让它进入一蹶不振的状态，是近年来受到 HPND 和 EHP 两种疾病复合感染造成的结果。它们两个有点相辅相成 ，EHP 会让虾子的免疫力、消化吸收变差 ，HPND 直接破坏你的肝胰脏，让你大量死亡。所以当这两种疾病凑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虾子的养殖产业面临很重大的问题。那接着我们以泰国来为例，泰国算是亚洲具有指标性的一个虾类养殖的大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约2012年前的时候，其实泰国的养虾每年都还有50万吨以上的产量。然而在2013年以后，啪，整个腰斩。先是 ENS 造成了大量的死亡，接着开始发现 EHP 的问题延续下去，导致一直到现在泰国的养虾业产量跟以前相比只有1半左右的成绩。那 EHP 在现场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首先第一个，它会感染虾子的肝胰脏，所以导致它的营养吸收变差。比较严重的虾子吃了饲料完全长大，就变小小只了。感染没那么严重的虾子还会正常成长，导致你同一批的虾苗放进去，有的大有的小，体型变得非常的参差。接下来第二个，严重感染虾子会出现肌肉白浊症状，我们在养殖上俗称这叫白结。那再来，因为它的肝胰脏受损，整体的免疫下降后，它很容易去复合感染到并发其他的疾病。我们最常见在现场上看到的疾病就是所谓的白点症，白变症。那你会在料砧或者是在风尾处看到很多漂浮的白色粪便。那其实这些粪便是来自于它感染坏死脱落的肝胰脏细胞。那这是提到白变，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台湾现场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白变症它通常不是单一的因素所引起，有可能是弧菌，有可能是 EHP， 有可能是环境的病因造成。那我们做了一下简单的整合，发现透过弧菌来引发的白变症，它的粪便会变得大小不一，结构松散；而透过 EHP 造成的白变，它则会变得整条突出的，跟你的肠道或是正常粪便的粗细差不多。当然这是在初期，因为在后期的时候，通常两种疾病就会一起出现，你就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分辨出它之间的差异。好，那现在我们了解了 EHP 以后，接下来讲要如何去处理它。关于 EHP 的这个问题，我们公司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开发了配方，其中也做过非常多次的调整，最后推出了这项成熟的产品 EHP 神农包面镜。这名字也取得也很有艺术啊，把孢子给杀灭，把它清干净。那这支产品呢，它完全是天然的植物萃取物，没有含有任何的益生菌在里头，它完全是用纯天然的配方，所以也不会有重金属，也没有药物残留。它主要功能是第一个第一个防止 EHP 的感染，它去杜绝 EHP 去感染到肝胰脏细胞内。第二点，既然被感染的肝胰脏细胞已经受损了，那我们去恢复它的肝胰脏的功能，让它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况，再借此去解决掉我们的体型参差或成长速度缓慢的问题。这次产品都包含了复合的植物萃取物、胡椒碱、甘露聚糖、类黄酮多酚等等，其实都是一些蛮常见我们可以用在保健食品里头的原料。那其他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添加在饲料里头，以每吨饲料添加2公斤的浓度去做使用就好了。OK，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机制哦。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其实很多的疾病在虾子上你是很难去杀它、消灭它的。孢子虫也是，它虽然我们叫它是寄生虫，但是其实它比较像是真菌。真菌的话，表示它表面会有一个很厚的细胞壁，你很难透过药物或一般的方式去杀它。所以我们使用的逻辑也并不是直接把孢子虫给杀掉。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绿色的这个是虾子的肝胰上小管上皮细胞。那 EHP 这种孢子虫呢，它在感染的时候，它会先伸出自己的脊管，这是它的感染器官。
戳到这个小管细胞里头去，把它的细胞核放进去，并且利用这个小管细胞来开始大量增生它自己。把我这个细胞装满了以后，它就爆出来，然后接着去感染其他健康的细胞。所以因此我们这项产品的原理也是，我在细胞的表层形成了一个保护层，所以导致它孢子虫过来的时候，它的极管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接触到小管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去感染它，所以我们就可以保护这些细胞不受感染。但是，一旦它感染进去了，你说，那感染进去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其他的细胞也是健康的，我保护好健康的细胞。当这个细胞里头的孢子虫扩散出来，要再感染别的细胞的时候，它又失去感染力。因此，长期使用下来，我们就可以让它的感染，不论是感染量和感染率都大幅的下降。OK，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案例。首先第一个，这是原来的虾子，这很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EHP 感染非常严重，肌肉白浊啊，都坏死的状况。那这是在使用了包灭镜大概1个月左右的虾子。那这个客户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发现他虾子成长速度缓慢，并且开始出现了一些病症，因此他就送到东港审讯所去做检测，发现确诊了 EHP 的感染。他使用了非常多的产品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后来找上我，我们就说，好，我们来试看看。我们也不确定感染这么严重的虾子还有没有得救，不过我们先试试看再说。在使用了包灭镜以后，他在12月25号的时候开始使用包灭镜，在10天以后，我们发现他虾子的吃料量增加，并且整体的感染量、感染率都开始下降。在1月15号就使用大约3周以后，我们再去检测，这次采样很神奇，完全没有检测出任何 EHP 的感染，只能说，我们似乎成功的治愈了这个疾病。那我们也看到他虾子的健康状况恢复的非常好，最后收成的育成率达到了7%，算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不过你只有一次，田间试验体变因太多了，你只有一次说不准嘛，所以我们重复再做一次。隔年我们又找这个业者，再做一次啊。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在他虾苗刚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检测，我们就发现他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孢子虫 EHP 的感染量是非常高的，到了10的5次方多。照理来讲，我们通常看到这种数字，我们会建议业者你先直接放弃啊，这一水就不要放。但是他很坚持，他1年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养起来。因此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来持续的使用看看。结果很顺利的，在持续的使用包灭镜后，它确实感染量有显著的下降。但比较可惜的是，它在早期的时候肝胰脏有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你可以看它其实整体的成长曲线还是偏慢，不过至少有收成。再下一个案例，这个是在台东的客户。台东大家应该知道，台东算是台湾白虾养殖上的一级战区，不管是整体的放养密度、环境、技术都是最好的地方，也因此我们选在台东这边来做测试，应该会最为精准。这个客户呢，他是在4月初的时候放养虾苗，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开始进行采样，我们就发现，他的虾苗其实是有带原孢子虫的，它虽然有带 EHP， 但是目前感染量还不算是太高，还有机会处理。我们就建议他说，好，你可以使用把包灭镜加在饲料里头的这种特制饲料、功能性饲料来投喂，我们来追踪看看感染的状况变化。很顺利的是，在使用了2周以后，感染率和感染量都开始下降，最后到几乎没有无法检验出来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接触过养殖业者，就知道他们是会说，没事了嘛，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用，这钱省下来啊？所以他说好，那我们开始减少，首先减少到40%，就一半的饲料有添加包灭镜来喂。那用了大概半个月以后，我们就发现，感染率开始上升，可是感染量没有增加。那业者说嘛，那既然感染率上升，感染量没增加，那表示虾子还是会大嘛，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所以他决定好完全停用，钱再省下来，反正也就差1个月就要收成，完全停用。结果我们持续追踪后就发现，它不管是感染率和感染量，在完全停用了包灭剂以后，都大幅上升。这显示什么？不管是在哪一个养殖阶段，从虾苗到收成前，微孢子虫 EHP 都有可能感染到虾子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防范，我们要进行预防，最好就是从一开始到收成都使用，才能够完全去杜绝这样子的问题。OK， 到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们是想说，既然前面很多的都是业者已经放了虾苗，我们才开始追踪使用包灭镜成果，这次我们不如早一迟，它的虾苗来就是很严重的感染，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处理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找了2只来做对照，做2重复，做2组。放了同一批虾苗，这批虾苗来的时候，感染量已经高达10的5次方，感染率将近50%。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这个虾苗就不要放了，你这一水不会有太好的成绩。但是我们秉持着实验的精神，我们还是要去追踪它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开始持续的使用包灭镜。那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是使用包灭镜的试验组，橘色的则是对照组。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成长的体长还有体重上，试验组都显著的比对照组要来的更高。那你可能想说，怎么在10月中以后对照组就没有任何的数据？
因为它感染太严重，整只死光了，所以它那一次就放弃了。我们去采样的时候发现，怎么水车没有再打，池子水剩下一半。他说因为就没有虾子啊，那我干嘛还要继续做？很合理嘛。因此我们也就追踪到这边，不过试验组把它追踪了。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感染率和感染量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感染率和感染量，在持续的使用包灭镜后，它的感染率和感染量都是稳定的下降。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在前期的时候，它会先有一个 peak， 先拉高再降低？那是因为根据现有的研究，虾子在放养大概4周左右会进入转干期，转干期就是它非常容易被感染，其实它免疫力相对较低的时候，在这个阶段，不论是弧菌还是孢子虫的感染量都会上升。但是我们透过持续稳定的控制，在未来还是可以让它恢复到相对健康的状态。那这也是我们直接去比照2只的虾子啊，这一次没办法，因为它的料站拉起来就这么几只。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上是非常的参差，而且在试验组这边，虾子的数量较多，活力也较好，并且体型相当整齐，所以看出我们这个产品在现场的效果。OK， 那下一个案例比较特别，刚前面提到的都是我们有受到孢子虫感染后，我们来进行处理。这个案例则是他送了检验，包括给我们、给家卫所、给防疫所做第三方检测，都没有验出 EHP， 但是他虾子就长不大。其实大家应该在现场养殖也很常遇到这种状况。那我们想说，那既然这样子啊，我们的产品也有一些促进肝胰脏功能的成分，我们也试看看。所以就提供了产品给他试用。在7月20号的时候，他开始使用包灭镜，那并且在1周后，他就回复给我们说，不管是采食量，采香提升了5到10%，并且他在观察网上也看到大量的虾壳，显示虾子也在成长。那最后在8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30尾斤的大小，可以开始成功收成。那这一池它的育成率最后是达到28%，不算很高，但是以混养来讲，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OK， 最后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同样也是虾子没有感染 EHP 的状况。那同样没有感染 EHP， 但是长不大。那我们仿照前一个案例一样，我们用了包灭镜来进行处理，也是很快速的。它在使用以后大约2周，成长速度就整个拉了起来，并且达到日增重达 0.27 克。在台湾算是普通的成绩，但是比起感染 EHP 的状况下，已经恢复了非常多。那之所以这2个案例上会发现这种没有感染孢子虫，但是却有显著的效果的这种案例，其实有几种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产品配方里头本身就有一些提升肝胰脏功能的成分在。那第二个则是根据我们现有的了解，其实会感染虾子的孢子虫不是只有 EHP 一种，至少有8种以上。那 EHP 只是其中一种被大家比较广泛知道、广泛去研究的种类。也就是说，我们这项产品可能够抑制除了 EHP 以外其他的孢子虫对虾子的感染作用。OK， 最后是我的结论。其实过往的时候我们都认为 EHP 是一种无法被解决的问题，它只能够预防。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透过一些草本植物萃取物的配方，透过提升它的免疫力，透过营养添加的方式，也能够达到在某种程度上治愈它的感染的效果。所以说这也算是未来的一个很好的目标。OK， 那这是我们今年也有参加渔业展，那在楼下1楼的地方，我们的展摊在 K302。所以如果各位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或是在技术上有任何想要了解或有其他疑问的地方，都欢迎来我们这边参观，跟我们聊聊。OK， 谢谢各位。好，谢谢助理精彩的分享啊。那我想这个议题是相当重要。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是不是开放给我们那个听众，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不一定要我们护理啦哈，其他的 speaker 也都可以哈，有吗？时间有限了，我们等一下就原本是有点往后了哈，现在有点帮我们超车回来了，有吗？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或者是业者或者是我们先进。好。就我们所知，其实台湾大概超过90%以上的养殖场都有 EHP 的问题。那也因为台湾算是虾类养殖的位置算是蛮分散的，从彰化以南一直到花莲，甚至像新北市啊、贡寮啊、东北角都有非常地方有零星的养殖场。那 EHP 它算是也是蛮广泛的存在我们的水源环境当中。像以在屏东来讲，在屏东新园东港的旁边那附近，我之前有个客户，他就怀疑说，他是不是他的水源里头本身就带有孢子虫，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地下水井的水打开它，然后就装了一管回去做离心，然后从里头抽 DNA， 发现对，确实里头就有包虫。你想说地下水怎么会有？对，可是因为我们知道管线里头可能会有一些像是脑足类、海蟑螂之类的东西在里头生活或经过，它就会把这一包的虫带引进去。那我们之前在台东的时候，我们也有浮游生物网去沿海岸去收集了浮游生物的样本，然后进行 DNA 的萃取去做检验，也发现同样有 EHP。从西岸到东岸，从南到北，其实你在自然的环境中本身就有孢子虫的存在，所以变成 EHP 其实虽然在近几年才被大家重视，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很普及在台湾的问题。请问一下林总经，那个渔电共生的问题，就说这么多乱象，有没有罚则在处理？没有。这也是我们要提倡的部分，必须要定法则。那刚刚他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未来在渔电共生里面，其实在水质，因为我们现在是探讨水权嘛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听到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去把这个水权的，等于说要再重新再去做一个这是健康与福利的部分啦，这部分是可以跟我们来契合，看有没有机会合作，谢谢。我相信都有机会合作，那也欢迎大家林总可以在会后，或是明天也可以来到我们摊位，那我们大家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对，谢谢林总。好，那我们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后大家再做一些交流了。好，那我们摊位不管我们海大，那还有很多相关的产业界今天在我们会场其实都有展示很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研发产品，那也等一下我们那个会后大家都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些意见交换或是交流。那我们这个 section 就到这边那再次谢谢大家，我们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 section 好，那等一下我们先中场先休息一下，再大家再回来。那我们大会这边再请帮忙看看有哪些事情再宣示一下，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茶叙时间，那我麻烦大家3点的时候就是准时回来。那我们的茶点就是在我们的两边，那各位贵宾可以就是去享用我们的茶点。是啊，大家我都请他来讲，校长可以更了解他们台湾。上次我们早上就是要参观，我参访了，然后今天去，昨天大学部的研究所去参观。我也是10岁毕业的。对啊，我4定过64年就毕业了。对啊，他跟我大学毕业还没有出生，我还没有67。哇，你们责任重大，如果这样，全世界的一些成功的案例，我再推了海之水。我
我才刚从台南走，我去他公司参观，然后才上去。在人才计划，我昨天就在参观。光了，在台南啊。昨天我们3点去布达，下午去然后晚上去台中。谢谢谢谢。对不对？我那时候的支持9个儿子就是都打过。都是你。很多他家了。我姐，多少量？如果有机会像这很高啊，我看出来，不能延过去。我早怕一点。谦虚哦。台湾之光，在里面你做的。今年的他们下午在楼下一场。他有一台是因为刚好也是农业的。另外有一台是我那个一定谢谢。哦，这张做定位的。但这个原始台湾的街啊，开始啊，行这条路，这个下一全世界黑海发展，所以在台湾开始。叫做青山，青山也是好样嘛。对，是。加拿大的这个，也是我是不。你们跟他也是我们系友。对啊，我是海哥，不是海哥啦。哦，有啊，我有加过。有吗？他都有参加嘞。他都有参加，你都没参加嘞。蔡美玲啊，蔡美玲，美玲现在是秘书长。对啊。今天好。你都动力点。南区有南区校友，高雄校友会，那有南区我们的系友会，10科系的系友。他是像10科系友会的理事长。对啊，我们办几次在高科大办的。今天已经。他这个是你是荣誉的校友啊。我们带家去参加。尽量给啊。今天啊，他太太的小学同学啊。跟他是小学同学啊，所以小学同学，那小厉害了。所以你看那个，怎么接触到？才开了妈的！看都是同学啊，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就是牵来这个很像，所以牵来牵去都认识。今天。啊，你等我印象深刻，但都忘了。控制时间，以为到底。哦。我也是。你等下外国人那个法国人。讲过。那时候啊，他刚刚讲说他有合作。来的时候，对不对？民政后面还有一个另外的参会，看你开的几杆多久。我这个有机到认人那边2个相信。哦，对，就放礼拜6、礼拜天嘛。我也不影响。对啊，越野花展啊。哦，贵姓呢？
哎，对，过生过几代的演讲，还行啊。真的是还有对，当少啊，没有，对，但是你除了2-3年都有其他的演讲，我会觉得虾的鱼我买的，但是这个因为是泰山，其实我上次去越南，因为我家是越南的，现在就是我有跟他讲，如果赚大钱，要签合同，实验室来。一些钱给他说了，对呀，必然，一些钱，因为这个比较重要。大师兄。OK， 今天拿走，谢谢啦。OK， 好，谢谢。所以公司赚钱。因为他那个当手段，他常会找我。那你最近有跟彩妆吗？这里有彩妆，我先那个。
刚前面讲到都是在做所谓的 ESG， 像永续发展，其实在食品上面也是需要永续的发展哦，包括低碳啊，包括减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食品创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的3位来宾都是跟这个议题有很大的相关。那第一个来宾的话是陈昭兰陈总哦，那他是我们台力集团美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他本身我们现在看到在 Seven， 我们看在一些物流业上面的冷冻车，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家做的。可是他把 IoT 的整个概念加进去，包括在物流的过程的时候，如何在所谓的节能来达到减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热烈欢迎陈总来给我们介绍，大家热烈欢迎。好，谢谢主任介绍啊。那张校长，还有各位那个是廖院士哈，还有在场的各位嘉宾哈，大家午安。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大家有点听了早上开始要清醒的时候，开玩笑。好，那很高兴哦，这次在这个论坛上面可以来跟大家做一点我们在冷链的低碳的一个部分的一些解决方案。好，我们已经结束了吗？好，谢谢。好，刚有偷偷看到那个不止J93937今天我们公司有在楼下1楼有一个摊位在参展这个，我们有展出3台车哈，那可请大家如果待会或是明天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那它有一台是农业的一个运送车辆，就果农业的，那它是有2个压缩机双系统的。那另外一台是属于畜产的一个我们的猪肉屠体的运送冷链运送车。那它比较要去注意的是它的一个我们的运送屠体上面的一个安全性跟我们冷链的一个温度的一个管理啊。那另外一台是直观渔会的行动展示车。那这台车的设计是我们对这个节能减碳上面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待会再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因为是用英文的简报，所以大家我就叫 Kevin Kevin 刚才蔡奇安名，所以换 Kevin 打到亚秋那我的中文名字叫陈昭南大家会叫我南哥啦，那个哥是一个小简称而已那真的不是哥啦我比较喜欢大家叫我阿拉马德那个姓蔡奇亚好，那我们是台力公司，台力公司底下我在台力公司旗下的一个事业体叫美富工业，美富工业它专门做的是我们冷链的车辆的车厢，还有我们冷冻机的一个准备在这个部门来做一个负责那我们公司它其实有一个 slogan 就是冷链物流最佳伙伴，最佳伙伴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客户可以跟我们成为一个最佳的伙伴，我们可以帮我们的最佳伙伴创造最多的一个价值。好，那台力集团呢，其实有几个部门第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个车辆事业部的这个部分。那车辆事业部呢，就我们会有车厢，会有冷冻机，然后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做一个后面的一个售后服务中古车的一些部分，就是说在车辆的整体的部分，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租赁的一个方案。那这是给我们的客户，他可以在用车的冷链车的这一个使用，他有一个交给专业的来做，那他们就是专门去把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部分把它处理好，那不用专注在这些设备的部分设备的事情交给我们的最佳伙伴来处理就可以。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有航勤设备部门，航勤设备部门如果大家有出国，大概在飞机上吃的餐是怎么到飞机上的，那就是我们有一些航勤设备，让它从机场的这些空储，然后运送到机场上到飞机，然后让我们在飞机上面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一个我们这个餐点的一个设备。那当然它除了餐勤车以外，还有一些航勤的车辆，行李转盘车啦，
那个加油的、加水的那些车辆我们有另外一个航勤部门在负责。另外一个是跟我们冷链相关的一个冷冻工程部门。冷冻工程的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到，比较难看到，就是说它不会在车上跑、路上跑，它都是在一个大概一些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中央厨房的设备，做了一些物流仓储的设备。然后当然我们也会规划帮我的客户规划 HACCP 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些整个的一个使用那这些我们都是希望让客户一站购足，然后我们的服务是从不间断，那给他一个好的一个维修的一些品质。所以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像Thermo-King 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陆运运输的冷冻机的厂牌那 Topley 是在日本非常大的上市公司，它是专门做冷链设备的，它是做跟我们公司一样，跟台积公司一样是做冷冻车厢跟冷冻机的一个公司，它在日本有在上市。那 Hitachi 是我们的冷冻工程的一个配合的一些设备的一个供应。那当然美孚工业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那服务泰这个是我们菲律宾那边有一个合作厂商那 Dow Chemical 是对一个保温材非常重要的，那待会会谈到这个保温材为什么那么重要那这个是陶氏化学。另外我们跟工研院这边也有很密切的一些合作比如说他们在之前的低温物流箱的一些开发跟所谓的技转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深度的一些合作那我们大概是用比较好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一条龙的服务来对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公司全省有8个营业点包括新北市、台北、中立、台南、桃园、台中、高雄。那直营的服务点，为什么人家讲说你最好的产品的做法就是你不要服务你为什么设那么多服务点干嘛？那是因为抱歉，车辆设备基本上我们追求的是零保护、多维修，因为车在外面跑都会碰到，都会碰撞，然后那碰撞它就需要找人家维修，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客户有很多的维修点，但是我们公司不要出太多的钱那这个我们获取我们最大的利益没有，我们是帮我们的客户照顾他最大的利益，没事不用来，但是你不小心碰到撞到，那就你就买了保险的话，你就会来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后续的一些服务那我们也希望是一站式的购足的服务包括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他不管你要买车辆、买这个冷冻工程、冷冻库这一些部分甚至他有一些维修，我们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然后呢，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客户的价值，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冷链的这整体性，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些讨论完以后，可以做规划、设计、施工、维修，甚至到最后面创造价值。因为现在的这个冷链其实它的复杂度很高，那它的耗损也很容易就会耗损。那如何做到一个好的冷链，让我们的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上面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那它的耗损最少，创造最好的一个价值。目前看到的这些是大概我们之前有曾经做过的一些部分的一些客户了那上面这边大概都是属于航空空厨的一些客户那这边有一些是我们的零售业的、食品业的一些客户然后当然还有像这个祥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光工厂它是猪肉的一个观光工厂那还有捐血中心，捐血中心它需要的温度的控制比较要求严格它需要3个温层，冷冻冷藏，然后还有室温，而且它的室温还是要控制在22度不是一般的室温，所以它3个温度都要控制，再加上一个温度是车头冷气，所以我们在做这种车的时候，它是4个温度要去控制，那它用2个压缩机、4个蒸发器，可以把这一台我们的血液运送车把它的这一个冷链的这个部分把它完成，那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在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表现好，那一样就是集团我们希望再从产品的价值到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价值，然后希望创造的是它未来的价值。未来的价值希望透过这一些冷链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些良率，然后它可以去做它更多它可以想要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部分那如它比如说要共配，然后它希望在
我们曾经现在在做到从田间到餐桌，那这一段如何减少它某一些多次移动的一些浪费，比如说现在我们会从田间把蔬菜收成好以后，直接上到我们冷链车，它就到批发市场。那以前呢？以前是怎么做？以前是我在田间收成以后，用那个货卡送到那个合作社或是集散场，然后做一些初步筛选。筛选完以后呢，放到它的冷藏库，那冷藏库完了以后又把它拉出来，上到冷藏车，冷藏车才送出来。那现在直接从田间就到这个我们的批发市场，这中间省掉的这一块就会减少很多的碳足迹。那大家会说，那设备会不会很贵？其实那个设备，他们基本上从合作社送到我们的批发市场，这个车港它的需求了。但是当然，它从田间直接送到批发市场的设备，在冷链设备的，尤其它的品质上面，它需要更加强一些。那所以这个的解决方案就会帮客户创造一些价值。那他们会不会想到说，以前都是到合作社或者商业合作社的喝啊，现在不一样，现在它已经产生另外一个，我们让它的价值链的可以提升，它就不用再把这些的耗损就先省掉。那省掉，它也减少很多的一个耗损，那才不用多次的搬运，因为每一次的搬运，除了人力的耗损，产品也会产生一些破损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帮客户创造一些价值。好，那我们讲到低碳的这一个部分，低碳其实今天我们先主要在讲到我们 focus 在我们的物流的这一块。那物流的设备它就是有车辆，车辆大家都了解说现在其实轿车小客车的电动化现在已经其实相当普及，但是货车没有。那货车为什么不会普及？是因为货车它的耗电量很大，因为你要重载你要耗电量很大的时候，你就在这个部分你就会产生一些压力。那货车是它的运送的一个时间是很长的，轿车它还可以那没关系，我大概没有就做交通工具，可是货车不行，货车你没电就没电了，没电了就停了，那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在电池上面的改进，其实他们是很用心在做的。那这个部分就是车厂的部分。那当然，它现在还会发展一些氢能的部分。氢能的部分，它就可以在这个电能的你的里程焦虑大概就比较少，就氢能搭配这个电能产生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卡车，讲到卡车，我们卡车专业的来那个我们 MAN 的那个欧洲 MAN 的代理那个志成贸易那么现在欧洲都在做电动车。也在开发这一个部分，大型的一个卡车后卡。那其实我们会认为比较适合的这个电动卡车的运送，它应该是城市型的配送。城市型的配送，第一个它里程比较少，所以它不用挂载那么多的电池，电池是重量的来源，你越重就越耗电。那这样子它可以在一个80公里、100公里以内的这个 trip 就可以把你的货完成，这个货物的配送完成的时候。是区域型的都市配送是很适合的。那其实国内好像就有几家，包括宏基也有在这方面的一些投入了那这个是未来我想这1-2年一定会有出来。那我们公司就是会搭配这些车辆来做后面的一个车厢跟冷冻机的部分电动冷冻机。那当然就是再来讲到这个车厢它是来载货物的，所以车厢本身需要求什么？如果冷藏冷冻车的话，它要求的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是保温。如果你的保温不好呢，你的温度漏失很快，那你要一直补电，这冷冻机一直打。以前油车就耗油嘛，那电车就耗电嘛，那所以你的保温非常重要。再来就是轻量化，轻量化是会让我们的车辆的这个装载的货物可以装更多。我同样的这个 run 出去，我可以载更多的货物。那或是说我可以更省电，我在空载的时候、回程的时候，我没有货的时候，我的电力的耗损也不会那么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冷冻机的部分，冷冻机其实它有几个层面，它可以做一些比较低碳化的一些我们的一个设计那传统的都是用车引擎带动，那带动压缩机，然后压缩机带动我们的这个经过那个管路冷媒到散热器到蒸发器，然后制冷完以后呢，我们的那个热冷媒再回来我们的压缩机，产生一个制冷的一个循环。那个一定要用到车，跟车的引擎搭配。那车引擎在 run 的时候，你的冷冻机才会动。那因为这样子动的话，你的引擎会有负载，
也会产生你的油耗，那个都会排碳。那我们就会有几个方式，就比如说等一下会再更深的介绍的。第一个就是蓄冷板，蓄冷板就是我晚上先把这个板先把它制冷放，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白天就把它这个冷度消耗掉。那个制冷板就跟我们有做一些冰水主机一样，有些人工工程也是用冰水主机的概念，用离峰用电的电比较省，然后我在白天来做一个制冷的一个工作，那晚上我再来利用这个离峰用电，那这样我们的电费可以大幅的减少50%，那个对整个的人工工程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电的方案那另外就是我们的2合1的一个冷冻机，2合1是怎样？2合1就是除了车引擎带动以外，我们会另外再加一组可以插电的。那这个插电的，就是说你在一般现在我们的一些物流的要求，它都需要你车厢要先预冷，你才能再载货。那预冷载货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后面的一个如果一直发动引擎的话，就是排碳。那如何降低？就是我们在装货的时候，预冷的时候就用插电的方式，甚至它可以当成我们的备用的一个冷藏库的一个冷冻冷藏库的使用。那在进阶呢，就是我们从这个2合1的里面再加一个逆变器，就是我们再加电池。那加这个电池，这台车就是在底下我们的那个 J937的这个部室在展的，就是这一台直观渔会的这一个它的行动展示车。那它行驶的时候靠在它的场上靠插电，行驶的时候靠我们的引擎带动，到了展示的现场，它就用那个电池。所以这个冷链的温度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好，这个是我们在机组上面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其实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操作面的部分，操作面的部分也是可以省到一些电，比如说我们的最佳排程，就是说我这一趟车出去，我到底怎么走是比较适合的。那这个部分就会应用到 IoT 跟 AI 的一个技术，去把这一个我们的这个行车排程把它做好，甚至有一些 IoT 的一些东西解决说，那这个驾驶的行为，你这个人会不会，个性比较急一点，我讲的，头前我现在有就来打了，他就搞那个打工那个油耗都会很大，那这个东西就会驾驶的习惯的分析完了以后会回到我们的情况中心，情况中心呢就开始针对这些做一些提醒再教育的工作，那这样子可以大幅把车队的这一个油耗的排碳也可以降低这个是大概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行政环保署它有一个柴油的油耗每公升大概3.38公斤的碳排，但是如果电的呢，用电1度呢才0.59，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算式的那大概用比较 roughly 来算的话，如果纯油再加上冷冻机，然后把它改成油再加插电，那这样我们会省大概60%，会省60% 的碳排。那当然成本上面不会省到那么多，大概30几个%。这个是比较 roughly 的一个算法，用它的预算的一个当然不同的业态不同的使用方式，它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就是都是需要精算。那未来的电动车呢，它都会付给你一个 APP， 你就把这些你的资讯输一输，那它就帮你算出来。你这趟里程到哪里，完了以后你大概会剩多少的电，那够不够？还是你中间要去哪一个充电站充？因为它未来我们的国家也会补助一些大型的一些，比如说在休息站会有一些充电的一些充电桩的设置，那这个就可以产生一些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车厢的一个部分这个 styrofoam 它其实这个是我们工厂的一些这个是进口的一个 styrofoam， 不吸水，那它的结构比较好。那另外我们这个运用一些 aluminium 的可以减量，那重量可以大概减少60%，那减少的这个部分它就会让我们的车厢的一个运作碳排就会减少很多。那 styrofoam 它抱歉 ，styrofoam 它的一个不吸水性是，你看我们这个右边这 HDMC 的这个美国国家检验标准，它就是有一个冷热循环的吸水。这个是螺板那个 PU 它200次、400次就大概到它的重量的80% 的吸水率。然后中间这个 EPS 就是保丽龙那 styrofoam 它
到800次几乎还很少。然后看到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保温的 R 值哈，经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slogan 还可以保持到98% 的这个很好的一个保温，那就是表示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它的温度就不好控制，那甚至它的重量它的吸水率80%，你的载货就相对就减少了这一些的一个载货的一个能力哈。那这个就刚刚讲的这个去冷式冷冻机哈，它是在旁边有一个我们插电的用交流电的一个压缩主机，那这放了一些蓄冷板，蓄冷板当然会按照我们的温度的要求跟你的一个配送的时间距离去做一个搭配。不过它这个有一个它的优点是说它真的是开出去的时候就没有碳排就冷冻机这个部分的碳排会减少很多哈，但是它有声音也会比较小，但是它因为这些蓄冷板比较重，它就会产生一些让你的载货也会减少的一个部分啊。那每天回去要充电，但是你需要一个场站。那这个是我们有一个案例哈，它是3温的，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曲线，它运作到8个小时以后，它的温度冷冻还在，冷藏也在，所以它这个是温度的保持是很好的，那它会减少大概30%的一个碳排。那另外呢，这个就是我们2合1的，那2合1的是基本上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它还是去用我们压缩机这个引擎带动。那你到场站在预冷的时候，它就可以减少它的一个碳排的一个产生哈。这个是它的一个在运作，在我们在预冷的时候的一个降温的曲线。如果你2个都开的话，你的这个你要降温的这个速率会大概到 double 哈。这个我们有做一些数据上的一个部分的补充。好，那这个是底下展的那一台我们比较有一个，它这边还会再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直流电的一个电池。那这个电池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没有插电，你也不用发动引擎，你就可以来利用我们的这个电瓶来做。那它目前我们设计的它是21 kW 的一个电，那我们的冷冻机跟加上它的那个电热，大概1个小时要耗4度电。所以这样子，这个电池它可以持续5个小时，在外面的一个展售的时候，这个是他在发表的时候，那这个部分我们有部分的一个专利在这个部分，在这个地方这个等一下我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展场看到我们的实车。那再来我们就讲到我们的操作面的问题大概如何用 AI 去把这个很多的一个点的部分让它分析出来最佳化的一个东西那当然也是一样这个驾驶的习惯的行为如何去把它纠正，那可以达到最好的我们的一个效果。那基本上我们公司是有一个一站构筑的部分所有的这些设备维护，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集团的各地方的一个点连接出来一个，就是说就是你们客户安心托付，我们台力全力以赴这是公司这边我们大家就是用最佳伙伴的这一个概念，跟大家去做一些很好的在设备上面的一个交流。好，以上是我们在这边简单的一个低碳解决方案的报告，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陈总精彩的分享。那别的我们可以开放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要请教那个陈总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平常看到路上跑的这些冷冻车，其实它里面需要很多的一些，像我们今天早上才带学生去他们公司去做参访的动作，他尤其讲到它的那隔热其实都有特别的设计，所以在节能减碳上面其实非常的重要，尤其现在用 IoT 的方式来去针对他们冷冻车有没有达到温度，因为现在之前也常常看到有讲到什么，就是我们拿到的产品失温了，那这个冷冻车有没有办法去追踪它的过程，用 RFID， 我想当然陈总都有做一些介绍，因为在食品上面其实不管所传统的食品冷冻，包括刚才水产运送过程有没有保持的温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尤其现在要冷藏的过程的时候，你要耗电，要耗冷，那如何减能，这个其实是现在探讨的一个议题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我想各位都很客气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陈总。好，谢谢啊，大家，谢谢。那第二场演讲的话，我们请到的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台大那边，那有一家小鹿鸣农，大家都有听过一个上海菜哦。那他其实曾总，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将一个餐厅做到所谓的第一家所谓的碳中和的餐厅，那来达到所谓 ESG 的一个新的格局。那这里面有很多美感哦，真的都需要由曾总这边来帮我们去分享。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有所谓的一些三星级的餐厅啊，或这些大家没有听过碳中和餐厅，那这个要有曾总来这边帮我们分享。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曾总。谢谢院士，谢谢张哲主任，以及谢谢各位在场的好朋友。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就是一点一滴的做。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控股下面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智慧永续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是把福岛小鹿鸣农的整个经验，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建构我们食品农业脱碳循环经济，然后来开拓我们台湾美食 ESG 的新赛局。那因为各位也知道，这个过去的餐饮业，这个向来就是比较注重好不好吃。那我觉得这个台湾美食应该要再重新定义。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我们已经在做，或者是未来会做得更好的事情，要跟各位分享。那小鹿鸣农从一开始，它的原来的像这个是我们的今年有得到经济部商业司台湾好食奖。好，那今年它的第一场国内的跟通路商的对接已经在未来天养饭店已经举办完毕。那10月份呢，商业司还会出钱，然后在世贸办一个大型的跟国际的这个通路商来做对接。那也因为就是说从这一个方向，我们要来帮我们小鹿鸣农这一家智慧永续公司，要开始来帮我们自己小鹿鸣农。怎么帮呢？因为我们一定要找一样最畅销的商品，来把 ESG 把它做到碳中和。其实各位一直在讲低碳，其实一定要碳中和。为什么？因为你做好碳中和，未来要外销才不用面临到碳关税。那你如果说因为低碳的时候啊，你做了一些认证花了钱到时候你还要做碳中和认证的时候，你还要再花一次钱。所以我们这边是建议大家，我们要学习最好的，一次把它做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畅销的我们的汤品。这个汤我把它取名叫做峭壁石斛炖鸡鸡。因为鸡汤人人有，这个鸡鸡2只鸡的鸡啦，这个只有小鹿鸣农有。那这个呢，其实是跟我们这个主任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个老子的书，那也开始的接近这一方面。那我们道家有一本书，从老子庄子这个系列，他留下来一本书叫做《道藏经》。这本书现在是放在中国的国家图书馆，然后它里面罗列了中华9大仙草，第9名叫做冬虫夏草，龟苓乌参虫蝾都在3名以外。那第3名是1株3两重的人参。第2名呢是以前我们看那个古装剧那个每次那个坏人把女主角打受伤了，然后男主角就要翻山越岭，那个飞檐走壁翻山越岭，然后去峭壁上面采一株植物，然后回来赶快磨成汁液，有没有？然后抱着女朋友喂，然后女主角就醒过来，这一辈子就跟定这个男主角。这个叫做天山雪莲。其实第1名是它叫做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有多好？因为我不是医生，不能讲，请大家问谷歌，谷歌上面就会告诉你铁皮石斛它真的有多好。所以小鹿鸣农它一开始，它就是希望做让客人吃了会健康的菜。那其实呢，也因为我们开餐厅的人，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要帮客人找到好的食材嘛。好，有好的食材进来到厨房，才能够做出好的菜嘛。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责任感，所以我们又在对接到这个 SDGs 里面的一个指标哈，它是告诉我们要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好，所以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做，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在做的时候啊，还是会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好。那因为餐厅要很大的团队，那小鹿鸣楼也在3个月前，我拜托我的全部同仁，然后一人先领500块，然后请他背 SDGs 17项指标，啊，背好再领1000。好，那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小鹿鸣楼做，而且目前已经有4个人领到1000块。好，所以这个好事要用鼓励的方法来让我们的员工，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家碳中和餐厅，员工不能不理解我们公司要做什么。好，那如果他们越能接近、越能理解的时候，其实公司要到达到 ESG 的状态是更快速的，这也是我们在做的。那这个品牌呢，它就是我们一个健康餐的品牌，它的特色呢就是不炒，不用炒的，不用煮的，它完全是用蒸烤箱来制作。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的食材的鲜度都会锁在食物里面啊。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1.0版，那未来2.0版就要跟主任来合作。好，那主任呢会根据我们的过去那个食药同源大师孙思邈，这个昨天主任加班到4点，然后中午要吃什么菜，加什么菜，加什么菜以后啊，可以立即恢复体力，哦，建议啦哈，所以这个是未来跟老师要合作的，到时候再请老师指导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喜欢做的一家公司，然后也很喜欢创新，但是我们更愿意把餐做得健康，让每一个人都健康。为什么呢？开餐厅的人，像如果说主任跟我交情很好，我这么煮给他吃，他吃得很健康。他多活20年，多来餐厅20年，就是我的消费者啊，对不对？好，这没什么不好啊。好，所以我们也一直致力的在这样子做。那这个米呢，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啊，8年前有个老师拿这一包米要去送他朋友，然后刚好被我看见，我就把请老师借我看，然后老师借我看以后呢，就心想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后来老师也说没有，因为卖的太贵，所以卖的不好。我说老师没关系，我来试试看。结果我就用这一个米，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它的受欢迎的这个程度的米才把它做出来。这个我把它开发成等一下你会看到的翡翠菜饭。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快速的跟大家讲我们智慧永续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辅导小鹿鸣楼实际案例，现在要开始帮大家做好整个碳中和的盘查认证。好，我们已经学到这个专长。然后呢，这家公司它的服务的项目，不好意思，这家公司的服务项目呢有这几种。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参考看看，他为什么有资格来跟大家服务。其实碳中和的餐厅就是包括我们这几个，然后最主要是 ESG 要怎么做才会快？我个人觉得，我们要对，就是本身的企业里面，以它最畅销的商品来开始做，从一样产品开始做，扩及到全面。好，那这样子，让我们的客户他可以一边赚钱，赚到钱一边来做 ESG。好，那这样子的话会更有效率。那这是我们国家定的2050年的这个整个计划哈。那右边的大概就是跟绿电相关嘛哈，然后左边的就是跟我们生活啊、自然碳汇啊的部分。然后这边呢是重点，大家如果是做这个的，这边就是政府编的预算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往这边来做啊，然后政府就可能会补助我们啊，还是我们去申请 SBI 啊，帮我们来做 ESG 的钱啊。然后呢，我们智慧永续公司今年我们有得到工业局可以来协助各个厂商，包括刚才我们冷链的老板，如果你的运送过程好，然后需要来做碳中和的认证，那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在案的就是我们小鹿米楼，长庚大学它的整个碳盘查仪认证也由我们公司在做，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还有我们李老师，那个孟州老师上次帮我介绍这个和平岛国家公园，我觉得这个老板很特别，他立志要把和平岛做成碳中和。好，那我们也在协助他。然后重点是下一个这个，我们目前这是我们小鹿米楼自己的案子，它是在竹北高铁对面的生鱼园区，它那个地方很特别，1楼700个停车位，2楼5000平的公园，然后中间只有一个餐厅，好，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公园跟停车场。然后呢，我们也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来打造成新竹第一个碳中和的景观餐厅啊，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哦，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那边做好以后，所有科技公司的老板可以看到我们的食物已经做到碳中和。那其实跟各位报告，做到碳中和有什么价值？我们做到碳中和，就把台积电的范畴2、范畴3解决了，所以台积电的人在吃就没碳排了。那未来这个市场，你觉得会是谁的？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也着眼于企业的发展，未来的市场。因为这些大公司员工餐都要算碳排啊，好，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怎么做？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做。那更这个下面这个贫民区公所，这是我的好朋友周清真。那因为他拿不到新北市的经费，可是他又很想建立这个建设这个坪林，然后坪林呢又是不能开发的地方，它又是一个低冲击开发的地方，然后就找我讨论。我说你现在要跟国发会申请案子，如果跟永续无关、跟碳中和无关，你很难跟别人竞争。所以呢，我就2家公司支持他，跟他签合作备忘录，然后帮他合作写计划，然后希望他也能在国发会得到国发会的支持，听说有700万，然后我到时候就可以协助他们做。那这一部分呢，是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智慧永续，这个是人保的电脑碳盘查系统。因为新的系统里面都是 data 会很少，所以呢，他知道我们智慧永续公司以后呢，他就跟我们签一个1对1的合约，他把他的上下游的整个盘查跟认证交由我们智慧永续公司，但是我们智慧永续所有的资料把它建立到那里面。好，那因为人保它本身对于农渔畜牧的这个碳盘查，他们这套系统就是为我们这个食品农业这一块在做建立的，所以我们已经在做了。刚才案子你看到的，我们都是透过这个盘查系统，所以盘查未来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快，因为它的 data 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小鹿米楼要做的事情，因为小鹿米楼它自从完成了我们台湾第一家碳中和验证餐厅以后啊，我们开始在做循环经济，然后就是来协助我们这些辛苦的农渔畜牧业者来把它的食材提升。那我跟各位简单讲一下，就是等一下也会介绍，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现在吃猪肉，好，然后我们现在协助的这一家养猪场，因为它本身已经用废弃物发绿电，废水回收再利用已经到80几%，然后呢，剩下的呢，它又盖温室种蔬菜。可是我们农渔畜牧业最欠缺的是什么？方法学，所以我们就帮他做盘查，协助他跟 SBI 拿计划，然后来完成碳中和的认证。那这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这样子代表他养猪的场域是符合卫生，而且符合标准，是一个干净的养猪场域。那如果另外一个养猪场，他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养猪，然后环境不好，废弃物乱排，废水乱倒，那我觉得各位在吃猪肉以前，如果是2个画面相比较的时候，其实你们大概也懂得去选择吃哪样的猪对自己的身体最健康，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的健康是钱买不回来的。好，那唯有往这个方向，我们台湾的美食啊，我觉得才有希望。要不然我以前看到都是照那个夜市的那个照片，然后新闻记者说台湾美食啊，我是做餐饮业的，我听起来心里虚虚的啦。好，我觉得我们要从上游开始，好，然后赶快来建立他们的
帮他卖他的商品，他做好了他的猪就帮他小路米罗就帮他卖，好，然后甚至于呢，因为我也认识了台畜，那目前正在台畜签合作，就是把他的肉品加工厂完成碳足迹盘查跟碳中和认证，那他有了这些产品以后，那我还会协助他贴小路米罗的牌子，帮他行销国际。所以呢，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鼓励大家，来协助我们的上游业者来一起，用这个台湾美食来打国际杯，这是我们的计划。那这些，不好意思，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架构的整个脱碳供应链。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只是猪肉一块而已，那重点就是下面这个。那联合国的持续项指标，我们每达到一项，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我们都符合国际的标准。其实这是最省事的这个国际行销的办法。那我们要整个来建立食品农业经营循环经济的系统，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而且我们也成立一个协会，全国性的协会，就叫做食品农业经营循环经济协会。那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替小路米楼规划的下一个的营业商业模式。那它就是整个碳中和餐厅跟商场的规划。然后它是一厨多店，低耗能、高效、高营收。那用 ESG 来对接国际的市场，然后因为你到了国际市场，你会对接到国际的消费者，一品牌多餐型，然后创造 ESG 的新商模。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有跟几个百货公司的大佬，然后我们希望他提出一个百货公司的一个楼层，来协助我们帮他完成一个楼层。如果这个楼层完成的好，他们再去复制到全省的百货公司去。那我觉得这样逐步的来建立。那今天刚好我要来之前，我们那个商业发展研究院的王院长也特别为了这件事情来跟我做讨论。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未来也会寻求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来去做拓展。那这是小路米楼智慧永续帮小路米楼规划以后，今年他得到了几个大奖。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商业总会的金箔奖，那也因为有这个金箔奖呢，这个国发会就进来投资小路米楼，然后政府也提供给小路米楼，就是要求就是派那个信保基金给小路米楼1亿额度以内的国家保证95%。那因为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一块，所以呢，我们这个绿色餐盒啊，这个也得奖。那这个是一个循环再利用的概念，而且我们是直接不用塑胶类的，也不用一次性的垃圾，然后我们这个还可以建立一个系统。那可能改天就要请我们这个运输业的大老板大家一起来研究，然后怎么样无人之家的方式来把这个吃完的或者要送的工作来把它完成。那2023年小路米楼的销魂都获了台湾好事奖，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那这2023年这个台北市政府 ESG 先锋队，这是这样，这是今年度全台北市所有的中小企业，它只选6家，然后我们是其中1家，然后目前跟 KPMG 在做一些规划。那我们的规划的内容只有一样，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植树清欢宴的规划。这个植树清欢宴的规划呢，是我们要改变过去尾牙的形式，让大家这个尾牙得奖得很开心。听唱歌听得很开心，吃那顿饭吃得很有意义。那我简单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就是我们要去掉一次性的食用，然后来帮助被禁止进口的农渔畜牧业，然后再来从育苗、种树、造林、生物多样性以及休闲疗愈，我们整个把它完成结合起来。所以尾牙宴不是只有尾牙宴，尾牙宴吃完了又还有一些健康的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推动 ESG。那今年也刚好我们有获得了环保餐厅的认证，那这就是我们今年小路米楼目前完成的事情。那这一张是小路米楼由 BSI 完成的碳中和认证书。那小路米楼也是从完成了这个认证以后，开始学习碳中和，开始协助大家一起来做碳中和。那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起点，尤其是开餐厅的人。这一张证书是在1年半以前完成认证，那我们准备了1年，跟各位报告，过去3年是餐饮业最辛苦的时候，
虽然辛苦，但是我们依然是在学习，然后我们依然是在为未来走希望。好，然后我也是因为在那段期间，那个负债了很多，然后也没事做，所以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来做好。其实呢，我也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关系，总是危机可以化作转机。那今天大家看到的小农民哦，他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跟各位分享。这一章很重要，这一章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做得很好，所以信保基金它给我们担保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已经早期发电了，好养猪的环境，好，所以我们也致力的在这样子做。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做了碳中和认证以后，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都来支持我。好，然后这个是我们小路民的3道招牌菜，因为它的这个招牌菜，所以我是招牌菜，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做碳中和的产品，然后逐步的做。然后到最后的目的，我们是要把整个脱碳供应链来完成，透过认证的方法。好，因为不要说自己好，我少了多少碳，没有认证过的，都讲不清楚。那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台湾的绿电每年在增加，所以今年的用电的碳排，每一度电0.15公斤，好，大概是这个论据，好，所以它每年都是浮动。那这个是小路民哦，从开始做 ESG， 它的成长幅度，好，这个是可以跟各位分享，所以 ESG 要赶快做。哦，我再举个例子给各位分享，今年有发生了一个大新闻，就是 Toyota 的社长换一个新的，为什么要换？因为今年比亚迪跟特斯拉卖的电动车都跟他无关嘛，因为他做油电车，整个电动车的市场都被这两大家抢走。那如果你是汽车业的老板，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当初选择的方向不对，所以人家有这个市场你没有。那这个也是给各位选择以后做 ESG 的参考。正如同我如果还跟各位说钨丝灯是最好，那我不是觉得各位一定觉得我很好笑，因为 LED 才节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选择做 ESG 的方向。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跟各位分享，谢谢。谢谢曾总精彩的一个演讲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学生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报告，所以我们就没有开放问题，我们就掌握时间。谢谢曾总。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提到，因为大家都听过大江生医在保健市场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可是一个保健食品公司怎么去做所谓的永续的发展？那我们很荣幸请到黄千年黄永续长来跟大家分享大江生医怎么去对这个一个企业对蓝色永续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策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热烈欢迎永续长。主任，然后在场的各位老师先进，大家好。我是大江生医的 Mandy。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哦。那首先可能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大江生医的目前的一个集团的概况。那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的是我们大江生医在做保健品，那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保健品呢，在台湾市场里面比较难在架上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台湾客户，但是呢，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外销。90%以上的营收是来自于台湾以外的市场，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 ESG 永续、低碳，然后包含现在很重要的水治理的议题，其实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压力其实相对也很大。那特别我们的产品呢，是以饮料为主，就是液态的这个保健品。所以我们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针对水的这个议题，我们也特别关注。好比说像是饮料大厂雀巢，那他们就会在水治理的这个部分去取得相关的证照，因为等于说我们的产品取水是取得比较多的，因为是饮料嘛。所以说我们大江生医在 ESG 的这个永续的领域呢，在环境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其实不仅是低碳，然后或者是刚刚曾董所提到的碳中和、零碳这些，我们都有在做。但是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评估企业对环境的冲击的时候，还会再去考量到可能比方说是用水，或者是对生态的这个产生的冲击等等的。那我们这个集团呢，除了保健品之外，我们还有一间医材的制造公司，叫做和康生技。那我们同时也有开发基因检测，然后还有细胞治疗，这是在我们的大疆基因。那我们的大疆生活呢，它是有自有品牌，目前是有在通路上贩售的，就是我们的子公司。那主要是机能食品啊，或机能饮品。所以像大疆生活的产品呢，也会需要在永续上面特别去做行销。那只是说我们大疆生医母体帮客户代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有那个基底让客户去行销，大概差别是在这边。那我们另外也有一个智慧包材公司，是可以透过物联网，就是每一个包装上面可以进行扫码。那这个呢，就是可以协助企业，比方说，要把很多产品永续相关的资讯放上去，也都可以。那或者是直接透过这个 QR code 去做一些行销活动。那这个行销活动可以减少比方说赠品寄送的碳排放啦，或者是说可以透过赠品折价券的发放，让消费者可以进行回购等等的，那都可以直接从包装上面就可以去进行这样子的连结。那我们也在2021年就是开立了一个新的公司，是做宠物保健品的代工。那我们目前的话，大概是全球1000位员工左右。那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全球的这个范围内，目前来讲，我们参与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倡议，它都是必须要以全球的据点来做计算。那这个我们后面待会我会再跟各位先行报告。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剂型，就是说我们是有机能饮品，然后也有胶囊、粉剂这一些产品，那同时也有保健品。那我们的服务模式是比较特殊，就是我们 B to B 的模式是从研发开始，那我们甚至会做一些原料的筛选。那这个原料筛选，我们都会亲自去做所谓的功效验证，包含细胞实验啦，或是人体实验。那我们确定一个天然物它是有效的之后，我们也会自己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原料。那所以呢，当我们在帮客户设计配方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外购的原料，但是我们会有关键的零组件，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原料。那也这可以确保，就是说我们跟客户合作的关系能够更长久，而且我们也确保这样子的一个配方，它是在人体上是有效的，它是一个高效的产品。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制服，然后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有很多的 logo， 这些 logo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保健原料，那也都是我们的专利原料。那就是说我们提供这样子一个高效能的功效性原料给我们的客户做使用，确保说它的配方在市场上也是不容易被 copy 的。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气候目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是以巴黎协定的这个升温不超过1.5度 C 为目标。那当然，其实对大家来说，减碳跟想办法做到净零碳排，这个是第一要务。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在减碳来说的话，对大疆生意来讲，绿能会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保健品制造啦，或者是医材制造，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碳排大户。那全台湾要做到2050年净零碳排，其实我们能贡献的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我们企业要在2040年先做到净零碳排，然后去呼应台湾在2050年要净零碳排这个目标。
那所以我们还是会从绿能下去着手，然后以及供应链的减碳。那当然在废弃物的部分，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个控管。最后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用水的部分，我们都有在测算我们的用水强度。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降低25%。那这边就是提到说我们在整个永续的策略上来说，我们会从研发、制造，然后客户的行销跟我们的供应链上面都会去展开不同的专案。那这边可能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的永续研发，我这边特别提到是蓝色的永续研发，是因为我们有几个案子呢是跟海洋特别相关。我们大江生医最著名的产品，我们帮客户代工的就是胶原蛋白饮料。胶原蛋白来自于鱼皮的萃取，当然它也有猪也有牛的来源，可是我们大江生医一直使用的主要都是鱼皮来的胶原蛋白。所以海洋这个议题也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个自然资源的取用。那所以在永续的策略上面，我们会尽可能贴近公司的产品、公司的制造，然后我们在制造过程当中会对哪些自然资源产生冲击，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减缓。那像在环保包材的部分呢，我们就有采用海洋回收的 PET 来作为我们面膜软包材的一个材料。那也透过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帮助海洋减废，然后使用已经回收过的这个 PET。那另外呢，在胶原蛋白部分，鱼来源的胶原蛋白，我们也大量的有采用 MSC 认证的鱼胶原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供应商它是在渔船捕捞的时候，因为是野生捕捞的鳕鱼的胶原蛋白，那在渔船捕捞的时候就已经都有做非常完整的记录，然后才能够在它萃取完的胶原蛋白是有 MSC 认证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我们从大概4年前左右，我们就开始采购这个 MSC 来源的胶原蛋白，但是大概是这2年才有客户去关注到这件事情，然后非常对于这个 MSC 来源胶原蛋白是非常高的这个兴趣，跟就是指定我们需要用这样子的胶原蛋白。那另外我们也有在开发仿生胶原蛋白，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像自然取用的，我们需要有这个海洋友善的认证。那我们同时也去开发不需要仰赖自然资源的胶原蛋白，就是说双轨同步进行。所以我们也有仿生来源，或者是说是素食来源的胶原蛋白。那在产品的洁净标签上面呢，就是说透过对于整个配方添加物的减少，那第一个它是对人体健康，第二个是对环境健康。所以我们自己大江生活的产品有一款是跟南桥水晶肥皂合作联名的洗衣精。那它是经过认证，是完全可以排放到海洋里面，是完全不会污染海洋的。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去在永续研发上面就会先去做一个筛选。那另外我们也有使用到循环经济，那这个是在农业废弃物的部分，我们去减废，然后加值，让它能够产生更高的价值在我们的整个 supply chain 里面，待会会跟各位报告。那在制造的部分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致力于低碳、减碳、碳中和。那我们自己的工厂在屏东，我们屏东的工厂大概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依据国际标准 PAS 2060在做碳中和，所以我们会先做碳盘查，然后再用 PAS 2060的方法学来做碳中和，那也都是经过第三方的查证。那只是说 PAS 2060它的这个方法学在做碳中和的时候，大概从第2年开始就企业必须要拿出你的减碳时机，
就是说我除了中和之外，我真实有一些减碳的做法，比方说汰换设备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制程上面去做改善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有真实的在做减碳的案例，并且能够计算出减碳的量，那才可以继续的再用2060去碳中和。所以我想就是说减碳碳中和这个部分我们都一直在很努力的进行。那再来在低碳行销的部分，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因为是帮客户代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佐证，让客户能够去跟消费者沟通。那零碳产品就是其中一个。目前我们有3支产品正在做产品的碳中和。2个是我们大江生活的饮料产品，一个是我们国外客户的胶原蛋白饮料。那也就是说，针对产品它的生产当中产生的所有的碳排放，我们叫做是 LCA。那针对整个产品的 life cycle， 它的碳足迹去做了盘查之后，再去进行碳中和，那再来进行第三方的查证。那么客户就可以在它的产品包装上面去显示它是一个 carbon neutralized 或是 zero carbon 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章。那在供应链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投入也一直在辅导我们的上游供应商，先从 ESG 的自评，我们会去跟供应商做个调查，那同时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资源来协助供应商去做减碳。那以企业来说的话呢，我们是采取就是我们的所有专案都必须要有绩效评估。那我们的一个做法是说，除了内部评估以外，我们参加一些国际上的评比，或者是认证，就是帮助我们去检查我们做的这些专案到底它是不是真实能够帮助到公司在 ESG 上的表现。所以我们从先讲 RE100 好了，因为大江是全台湾第一间加入 RE100 的这个倡议的公司。那我们在加入的时候是2018年，我们就承诺在2030年我们要做到100%的使用再生能源。那当然对现在来说，大家都知道要使用绿能，可是在当时的我们来说，其实绿能到底供应来源也不多。那我们要如何能够让全公司的用电都是采用绿能？其实在当时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只是认为说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们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带领全公司永续一个最关键的角色，就是说是对的方向，未来我们的国际客户一定都会要求，所以我们就要先做，而且用高标准来做，这个就是大江生意在永续上的一个原则。那后面呢，我们又加入了 EP100， 就是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那 EV100 的部分呢，我们还在这个评估当中。EV100 因为它是需要公司有车队，或者是说公司是有大量的这个公务车的采购，那是需要使用这个电动车，就是 EV 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左上角的这个 AWS， 它是国际的一个水治理的倡议。那我们在2022年，对，我们在2022年正式成为这个 AWS 的会员。那成为会员之后呢，我们还会再进行认证，就是水治理的认证。那我们在2021年右上角的这个 SBT 科学减碳目标，我们大江生意的减碳目标也在2021年是通过 SBT 的approve， 通过他们的审查。那下方这个 CDP 的部分呢，是国际的一个碳揭露平台。那我们在 CDP 我们是从2022年不好意思2021年我们开始做。那我们是填附了它的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问卷，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卷。那标普的永续评比，这个 S&P 也是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评比，特别是对上市柜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因为S&P 的分数会取决于能不能进入到永续指数。
那能不能被选入 DJSI 这个稻虫永续指数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2021年开始做的一个评比。透过这些评比，我们可以在行业间会有一个可比性，就是说举例来讲，可能这间公司它做了A 慈善活动，这间公司做了 B 慈善活动，或者是它有一个减碳专案，可是它其实中间没有办法比较。那 CDP 跟标普永续评比他们其实针对企业的环境面、治理面，那或者是说这个 social 社会面，同步都是非常多的问题，企业必须提出佐证。环境面的话，也不是只有针对碳排放，会针对废弃物，针对用水，那针对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政策，都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那它产出的分数的话，就是行业之间是完全透明，可以去做比较。那我想这个是对于像大江生医这样子需要面对国际客户，会是一个蛮加分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在这个标普永续评比里面呢，因为它是会根据不同的产业别，那大江生医是在个人用品的这个产业别。那我们这个产业别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大型企业，包含了比方说联合利华啦、L'Oreal 啦，Johnson & Johnson 好像不是在这个，它应该是在制药业，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像可能金百利这样子的企业，它都是在个人用品这个类别。那我们得到的分数呢是全球的前13%，然后两岸3地的话是最高分。那我们在环境报告跟社会报告的部分是满分的。那在商业道德、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的前5%。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跟客户去做沟通，然后可以跟其他的行业去做比较。此外呢，公司每一年也可以跟自己上一年度的分数去做比较。所以说刚刚提到内外的这个绩效评估，我想就是透过这些外部的绩效评估，它是非常量化的。那因此我们可以去检视说，目前我们的一些专案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个年度的永续的表现上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那这个是我们在国际间的竞赛有取得的永续相关的奖项。那左手边这边第一个看到 CDP 的话呢，我们拿到的是 B 是领导等级，不好意思 B 的这个分数呢是管理等级，那 A 的等级是领导等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以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全球的平均是 C， 比我们的拿到的 B 的等级是下降2个级别，因为 B 的下面还有一个 B 减，然后再来是 C， 所以全球的平均是 C。那全球的这个biotech 生技产业呢做得比较好，它是平均是 B 减，所以我们拿到的分数其实已经比全球的生技的 B 减都还要再高一个等级。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向领导等级的这些标杆企业看齐，希望我们可以赶快拿到 A 的这个积分。然后第二个就是标普永续评比，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积分是全球的前13%。那再来我们有这个绿苹果奖，然后以及 EcoVadis 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主流，然后行业之间可以比较，然后客户可以看到企业的一些，可以看到供应商的一些分数的表现。那右手边这边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在这个 TCSA， 这个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永续企业评比，我们也拿到了这个100大企业绩优，然后在报告书的部分我们也有得奖，然后在循环经济的部分，我们是唯一一个生技公司拿到循环经济的奖项。那这边分享几个跟海洋永续比较相关的案例。这个专案呢，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启动的。
那因为我们提到了，我们特别要去关注海洋这个议题，因为我们取用了海洋的资源。那我们其实知道说，在兰屿兰屿是很多海龟、母龟会上岸产卵的地方。那我们跟海洋大学的这个陈一俊教授一起合作，因为陈一俊教授每一年都会有带着志工在兰屿进行特别是海龟的这个生态调查。那它的时序大概就是说，每年的6、7月海龟是它的产卵季，所以会有志工团到兰屿去做观察。那如果有看到海龟产卵的话，会去做蛇网的保护，避免蛇去把这个卵破坏掉。那4、5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到已经就是已经诞生的海龟，它们游到海洋之后的这个卵壳，所以可以去因为这个卵壳的统计，可以去了解这个年度的海龟产卵的状况。然后到5、6月的时候呢，也会再去做一些数据的调查，然后海龟的这个生态行为的研究。所以我们在2022年，我们取得到的结果是说，在这一年基本上测算下来，大概有接近3800个海龟的卵已经诞生出来。那可以看到孵化率的话是大概92%。那有成功就是它离开海岸的大概是81%，因为我们实际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海龟，它可能在卵的附近就已经死亡了。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我们会长期的去支持就是陈一俊教授的这个案子。另外我们也跟海龟点点名这个组织，我们合作一个1000人海洋教育讲座。那就是希望透过海洋的科普教育、生态教育，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理解到我们的永续环境永续，然后包含这个 SDG 目标的一些教育。那这个目前来讲已经是超过1000名的这个国中小的学生参与。OK，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工厂里面，我们也跟科博馆合作。那我们跟科博馆合作是从海到陆的一个化石特展，包含从鱼类、海龟、乌龟，然后一直到鸟类，然后或者是这个哺乳类的化石，我们是从科博馆借展到我们的工厂来。那为什么要到我们工厂？因为其实屏东有很多的偏乡学校，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可能很难到科博馆去看这些化石。那所以在我们的工厂展览呢，我们还会邀请学校到我们的工厂来看展，那包含就是说可能游览车的这个费用等等也帮助学校。所以目前来讲已经有超过250位的学童有到现场。那我们也有一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目前的观看人数也超过了2000人。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海洋的这个议题上面，或者是海洋生态上面，我们尽可能是希望说尽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去帮助我们整个海洋的生态永续。那我大概先分享到这边，谢谢。谢谢黄永续长，他真的在大家声音，他的社会企业的责任，真的我讲，真的对于海洋这边贡献非常的大哦。那我想我们这个 session 里面，从刚开始的冷链，从士兵的冷链到刚才讲到的零碳的厨房。然后到最后，在所谓的社会企业，我们可能告一个段落，大家了解整个食品产业在创新里面以外，我们在在所谓社会企业上面，包括循环经济上面都有一些贡献。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棒子交给我们学生他们的一个成果的发表。接下来是我们台湾海洋生物技术学会论文竞赛优秀学生研究成果报告。那我们依序由